魂穿修仙世界，我成为了长生帝族的嫡子啊！老爹是当世天帝，爷爷是红尘真仙，甚至就连家中的杂役都是圣人修为。生在如此强悍的家族，我本可以躺平摆烂，却不想激活了打工人系统。系统让我前往异世界深处，终结黑暗动乱。拜托，咱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于是我反手将异世界坐标上交家族，让天帝父亲带领大军亲自出征，一路轻松踏平异世大陆，镇压黑暗至尊，终结动乱。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我笑着对着系统说：“有背景不用，那不是傻子吗？”此时在顾家祖地至尊殿中，我深吸一口气，对着父亲说道：“父亲，孩儿有天大的喜事要禀报。”顾凌天眉毛微微一挑：“天大的喜事？哦？”说来听听。我上前两步压低声音，但语气中的兴奋却丝毫不减。父亲，就在刚才我在宫中静坐时，或许是因为今日成人礼，血脉之力有所精进，神魂激荡之下，竟于冥冥之中，与一方陌生的世界产生一丝微弱的感应。这话说的半真半假，系统确实是在我神魂之中，说与神魂有关不算错。感应到一方陌生世界，顾凌天的眼神瞬间变了。身为超越18境至尊的19境天帝，他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了。诸天万界，广阔无垠，除了他们所在的这方世界，在无尽的混沌虚空中，还漂浮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代表着无尽的资源、不同的修炼体系以及完整的天地本源。对于顾家这样的长生世家而言，征伐异世界，获取资源与本源，是让家族不断强盛下去的最重要途径。顾家上一次的跨界征伐，还是在数万年前，一位精通推演天机的18境至尊老祖耗尽心血，才勉强推算出一个濒临毁灭的小世界坐标。即便如此，那次征伐也让顾家获益匪浅。而现在自己的儿子竟然说他感应到一个新世界，顾凌天的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一分。但他毕竟是当世天帝，心神何等强大，瞬间就冷静下来。渊儿，此事非同小可，你确定不是修行时产生的幻觉？父亲，我起初也以为是幻觉，但那感应清晰无比，我甚至能模糊地感知到那个世界的坐标方位，以及那个世界的一些基本情况。哦，说来听听，那个世界是何情况？根据我的感应，那方世界资源极其丰富，天地灵气浓郁，大道法则虽然不如我们这方世界完整，但也别有玄妙。我先抛出一个巨大的诱饵，果然听到资源极其丰富这几个字，顾凌天的眼神更亮了。但是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起来。那个世界似乎正处在一场浩劫之中，有实力强大的存在，为了某种目的，正在疯狂地屠戮生灵，导致整个世界怨气冲天，法则紊乱，世界都有崩溃的迹象。听完我的描述，顾凌天陷入沉默，他没有立刻表态，那双深邃的眸子中，无数念头在飞速闪过。一个资源丰富的世界，一个正在发生内部动乱的世界，一个坐标明确的世界。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一场泼天的富贵，一场天大的机缘。如果渊儿说的是真的，那顾家很可能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吞并一个完整的世界本源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让顾家的底蕴再上一个台阶，甚至可能让他自己窥探到那传说中的红尘真仙之境。想到这里，即便是以顾凌天的心境，心脏也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他猛地站起身，一步跨出，瞬间就来到我的面前。他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股温和却又浩瀚无边的神念瞬间涌入我的体内，仔细地探查着我的神魂。我心中一紧，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任由父亲探查。至于紧张，那是没有的，且不提我是从娘胎时就穿越过来，会被发现早就被发现了。至于系统这破玩意会不会被发现，我一点都不在乎，发现了那就解绑，就继续做自己的弟子呗。顾凌天的神念在我的神魂海中扫过，只感觉到自己儿子的神魂异常强大凝练，并且在神魂深处确实有一股极其微弱、若有若无的异界气息在萦绕，那气息充满死寂、怨毒与疯狂，与我描述的动乱景象完全吻合。竟然是真的！顾凌天终于确认了，他收回手，看着眼前的我，眼神中充满无法言喻的惊喜、震撼和狂喜。他本以为自己是生了个麒麟儿，未来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带领顾家继续辉煌下去，却没想到这个儿子带给他的惊喜，居然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这已经不是麒麟儿了，这是上天赐给顾家的无上祥瑞呀！顾凌天终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仰天大笑起来，笑声如雷，震得整座至尊殿都在嗡嗡作响，恐怖的天地气息不受控制的冲天而起，搅动9天风云。好啊！他连说3个好字，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我的好儿子，你真是为父的骄傲，是整个顾家的麒麟。我被他拍的肩膀生疼，但脸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顾凌天激动地在大殿中来回踱步，眼神中的光芒越来越盛。一个正在动荡的世界，防备必然空虚。那个所谓的强者，再强能比得过我顾家的底蕴？资源丰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不行，此事太过重大，已经超出了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范畴。
儿子，你干得漂亮。来人，家主，持我天地令，前往家族禁地，唤醒老祖。唤醒老祖！当顾凌天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跪在地上的2名14境准圣级护卫身体猛地一震，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他们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老祖，顾家口中的老祖，从来都只有一个称谓，那就是指沉睡在家族禁地最深处那位早已踏入红尘真仙之境的无上存在。那可是顾家真正的定海神针，是顾家能屹立于仙域之巅，俯瞰万古沉浮的最大底气。不到家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灭族危机，是绝对不可能去惊扰老祖沉睡的。上一次唤醒老祖，要数20万年前，顾家在宇宙海中搜寻到一座处于末期的大世界，费尽手段，总算是将之攻略下来。在准备采摘胜利果实时，有不朽的传承联合来犯，顾家当时的7大至尊都战至喋血，眼看就要山穷水尽，才不得已动用这最后的底牌。老祖出世，只用了一根手指，便将那几大不朽传承的联军一同从世间抹去。最后是这几位不朽传承身后的几位半仙共同付出无比巨大、沉重的代价，这才让老祖放弃剿灭他们。可老祖这一手依旧震慑整个太古仙域无数时代，从那以后，再也无人敢轻易挑衅顾家的威严。而那一座末期的大世界，为长生顾家带来了2位至尊境老祖。而今天，既无外敌入侵，家族也安然无恙。家主竟然要唤醒老祖，到底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2名护卫心神俱震，脑子里一片空白，一时间竟忘了回应。顾凌天眉头一皱，一股淡淡的威压散发开来。2名护卫顿时如遭雷击，从震惊中惊醒，连忙将头深深的埋下去，声音颤抖的应道：遵家主令。家主既然做出这个决定，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其中一名护卫颤抖着双手，从顾凌天手中接过那枚代表着家主最高权柄的天地令，然后2人不敢有丝毫耽搁，身形一闪，化作2道流光，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至尊殿，向着家族禁地的方向飞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的心也紧张的跳动起来。我操，老爹这也玩的太大了吧！我预想过自己那位天地老爹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很激动，会很重视，也想过家族可能会召开最高会议，商议出征异世界的事宜。但我万万没想到，老爹的反应会这么直接，这么给力，二话不说直接就去摇人了，而且摇的还是全家最牛逼的那个红尘真仙啊！那是什么概念？活着的传奇，行走在人世间的仙，一滴血便可压他万古，一根发丝便可斩断日月星辰。这种级别的存在，竟然因为我的一番话就要被从沉睡中唤醒，刺激！太他妈刺激了！我表面上维持着平静，但内心深处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激动，如同火山般喷发。这就是权势的味道吗？这就是顶级仙2代的体验吗？我只是不想去给系统当打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所以动了个小脑筋，想让家族帮忙。结果老爹直接把战略核武器给搬出来，这感觉爽，实在是太爽了。顾凌天显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儿子内心的想法，他此刻也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做出唤醒老祖的决定，对他而言同样需要巨大的魄力。但他想得很清楚，这件事太大了，一个全新的、资源丰富的世界，这坐标明确。对我顾家无异于一次新生，但这绝不是我一个天地境能完全掌控的。跨界征伐，谁知水有多深？那个后乱世间的强者，究竟是18境至尊，还是19境天地，又或是仙？不得不防啊！如果渊儿错了，大不了被老祖骂一顿，等回头再打一顿渊儿。对，没错，就是这样。他看着眼前的我，眼神越发柔和，充满自豪。渊儿，你过来。顾凌天走到大殿上首的宝座上坐下，对着我招了招手。坐。是，父亲。那是在他家主宝座之下唯一的一个座位，代表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通常只有家族最核心的几位至尊长老才有资格在这里落座。我没有推辞，坦然坐下。以前我是最受宠的嫡系子弟，是未来的继承人，而现在虽然还没听到真仙的确认，不过一位天帝几乎是不会看走眼的。顾凌天有90%的把握认定那是个新出的世界，那么我就是为家族立下不世之功的祥瑞，是开启顾家新纪元的关键人物。渊儿啊，为父一直以为你最大的天赋是修行，现在看来为父错了。你最大的天赋是你的气运，是上天对我们顾家的眷顾。生子当如顾渊呐！这位威压万古的天帝，此刻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我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很谦虚。父亲谬赞了，我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一切都是顾家气运昌盛，祖宗庇佑的结果。这话说的让顾凌天更加满意了。天赋绝顶，气运滔天，还不骄不躁，懂得将功劳归于家族，简直是完美的继承人。你不用谦虚，这是你应得的。顾凌天摆了摆手，随即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此事在老祖做出决断之前，绝不可外泄。你感应到异世界坐标这件事，暂时不要让第3个人知道。
我明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虽然我不认为顾家内部有谁敢打我的主意，但小心无大错。父子二人就在这至尊殿中开始低声交谈起来。顾凌天详细的询问着关于那个异世界的一切细节，我则半真半假将系统给出的信息用自己的语言润色加工后一一告知。就在父子俩规划着如何瓜分异世界的时候，整个顾家祖地突然剧烈的晃动一下，一股难以形容的苍茫、恐怖的气息从禁地的方向冲天而起。那气息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带着岁月的腐朽与不朽，瞬间笼罩整个仙域。天穹之上，万道哀鸣，法则退避，无数星辰在这一刻失去光彩，簌簌发抖。整个仙域所有闭关的老怪物，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修为多高，在这一刻都骇然地睁开双眼，齐齐望向顾家所在的方向，满脸的惊恐与不可思议。这是真仙的气息！天啊，老祖他竟然苏醒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至尊殿内，顾凌天猛地站起身，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知道这是老祖苏醒的征兆。他转头看向我，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云儿，走，随为父一起去拜见你老祖爷爷。顾家的神岛太庞大了，宛如一片悬浮在宇宙中的大陆。除了家主顾凌天所在的至尊殿，以及我等嫡系居住的核心区域，还分布着无数的修炼洞府、长老殿、功法阁、炼器坊。此刻，在这些地方，所有顾家的族人，无论是在闭关的，还是在处理事务的，全都停下手中的一切。此时，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盘膝在一块青石上，指点着几名年轻后辈修行。他是传功长老，专为家族核心弟子传授修炼之法，自身同样也是一位18境至尊境的强者。就在那股气息传来的瞬间，老者脸上的笑容猛地凝固，手中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豁然起身，浑身颤抖地望向禁地方向，眼中充满敬畏与狂热。这是老祖宗苏醒了！他身旁的几名年轻后辈修为尚浅，在那股气息下，直接被压得瘫软在地，脸色煞白，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老，发生了什么？闭嘴！此乃老祖仙威，尔等只需跪地叩拜，不可多言。说罢，他自己率先整理衣袍，对着禁地的方向恭恭敬敬地跪下去，行五体投地大礼。顾家后子子孙恭迎老祖苏醒。同样的一幕在顾家各处不断上演。一座金碧辉煌的议事大殿内，十几名气息恐怖的身影正襟危坐。他们是顾家的长老团，每一位都是18境至尊境级别的强者。平日里跺跺脚，整个仙域都要抖3抖，可现在他们却集体失态了。是老祖，家主竟然唤醒了老祖！天哪，究竟是何等大事，竟需要惊动老祖他老人家？一名脾气火爆的红发至尊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脸上满是震惊和不解。我顾家如今威震仙域，万族来朝，能有什么事需要唤醒老祖？难道是有外域的真仙打过来不成？坐在首位的一名灰袍老者睁开浑浊的双眼，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慎言，家主行事自有其深意，我等身为长老，只需静候家主谕令即可。那红发至尊被他一看，顿时缩了缩脖子，悻悻地坐回去。灰袍老者是长老团的大长老，辈分极高，实力在18境巅峰，距离19境天地境也只差一步。但即便是他，此刻心中也同样充满惊涛骇浪。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唤醒老祖意味着什么。他将目光投向大殿之外，眼神深邃。林天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对于外界的种种反应，身处风道中心的我，此刻却一无所知。我正跟在父亲顾凌天的身后，化作一道神虹，急速朝着禁地方向飞去。一路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整个顾家祖地都被一股无形的仙威所笼罩。平日里流转不息的大道法则，此刻都仿佛凝固一般，变得无比沉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让人从灵魂深处感到敬畏。这就是红尘真仙的威势吗？仅仅是苏醒的气息，就能让万道退避？我心中震撼不已。我现在对自家老祖的实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同时我心里也更加笃定了。有这么一尊大神坐镇，那个什么黑暗断老世界的至尊算个什么东西？怕是老祖吹口气就没了。很快，两人便来到顾家禁地的外围。这里是一片被混沌气笼罩的古老山脉，山脉深处隐约可见一座巨大无比的古老仙灵。仙灵周围时空错乱，大道崩塌，形成了一片绝对的生命禁区，即便是至尊强者也不敢轻易靠近。此刻，那2名奉命前来的准圣护卫正跪在禁区之外，身体瑟瑟发抖。在他们面前，那枚天地令正悬浮在半空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勉强抵御着从禁地深处弥漫出的恐怖仙威。看到顾凌天和我前来，两人如蒙大赦。家主、少主，起来吧。顾凌天挥挥手，目光凝重地望向禁地深处，那座古老的仙灵此刻正散发着淡淡的光辉。陵墓的大门之上，覆盖的尘埃与石块正在簌簌地往下掉落，轰隆隆，沉闷的响声从陵墓内部传来，仿佛一头沉睡万古的巨兽正在缓缓苏醒。顾凌天深吸一口气，整理一下衣袍，然后对着仙灵的方向深深地弯下了腰，行了一个大礼。顾凌天，邪子顾渊，有要事禀报，惊扰老祖清修，还望老祖恕罪。他的声音通过神念传入禁地深处，我见状也连忙有样学样，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顾家子孙顾渊拜见老祖。
虽然这位真仙是我的亲爷爷，不过到底是只在出生时见过一面，我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从仙灵深处悠悠传来，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响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林天，渊儿，何时饶我？当那苍老沙哑的声音响起的刹那，顾灵天的身体明显一颤。回禀老祖，非是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实乃我顾家迎来一场天大的机缘。此事关系到我顾家未来的万世气运，林天不敢擅专，故斗胆请老祖出关，亲自定夺。他的声音在神念的加持下，清晰地传入仙灵深处。仙灵内沉默片刻，似乎那位刚刚苏醒的老祖正在消化顾灵天话里的信息。天大的机缘，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天大的机缘，能让你用上天大二字，看来确非小事。也罢，你们进来吧。话音落下，笼罩在禁地前方的混沌气以及那些错乱的时空法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去，自动分开一条仅容数人通过的安全通道，径直通往仙灵的大门。谢老祖。顾灵天大喜过望，直起身子，对着我使了个眼色。渊儿，走吧，跟紧我。是，父亲。我跟在顾灵天身后，小心翼翼地踏上那条通道。一踏入其中，我便感觉到周围的景象瞬间变了，外界的天地法则在这里完全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纯粹、古老、至高无上的仙道气息。仅仅是呼吸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仙体都在欢呼雀跃。通道不长，很快，两人就来到那座巨大无比的仙灵大门前。大门高达万丈，由不知名的仙料铸成，上面布满岁月的斑驳痕迹。此刻，大门正缓缓地向内打开一条缝隙，一道璀璨而不刺眼的仙光从缝隙中照射出来。轰隆，随着一声巨响，大门彻底敞开。门后的景象并非想象中的阴暗陵墓，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无数的星辰在其中生灭，一条条大道法则所化的神链如同巨龙般在星空中穿梭，构建成一个独立于世外的完整而稳固的内宇宙。而在这片星空的中央，悬浮着一座古朴的青铜古棺，棺材上刻满密密麻麻的仙道符文，每一枚符文都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让人看一眼就神魂欲裂。棺材的盖子已经打开了一半，一股让时光长河都要静止的恐怖气息正是从那棺材中弥漫出来的。顾灵天领着我走到青铜古棺前方100丈处，便停下了脚步，再次深深的躬身行礼。子顾林天拜见老祖。子孙顾渊拜见老祖。我也跟着行礼，心中充满震撼。以一方宇宙为灵，以青铜仙棺为骨，这就是红尘真仙的排场吧？我偷偷抬眼，想要看看棺材里到底是什么样。只见棺材之中混沌气弥漫，仙光缭绕，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只能隐约看到一道枯瘦的身影正缓缓地从棺材中坐起。行了，又没什么外人，起来吧。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比刚才清晰许多。嘿嘿，刚不是有外人在吗？顾灵天直起身，脸上表情不似在外时严肃。我也终于看清棺中之人的模样，那是一个身穿灰色麻衣的老者，身形枯瘦，头发稀疏花白，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老者的目光浑浊而平静，他先是看了一眼顾灵天，然后便落在我的身上。他发出一声轻疑，渊儿的神魂比我第一次见他时要凝练许多。看来这些年灵天你没少花功夫吧？而且这小家伙身上似乎沾染一丝很有趣的气息，就连本仙都难以看透。我心里咯噔一下，有趣的气息，难道是系统留下的痕迹，还是说是那个黑暗动乱世界的气息？没等我想明白，一旁的顾灵天已经开口了：“爹，就是为了这事啊！”他上前一步，将我之前跟他说过的话原原本本的又向老祖复述一遍。从我血脉觉醒，神魂异变，到感应到异世界坐标，再到那个世界资源丰富，却正发生动乱。随着顾灵天的讲述，老祖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动容，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再次看向我，眼神变得不一样了。你说渊儿能清晰地定位那方世界的坐标？正是。顾灵天肯定地答道。孩儿已经亲自探查过，渊儿的神魂深处确实萦绕着一丝异界气息，与他所言分毫不差。老祖沉默了，他那双仿佛能洞穿万骨的眸子在我和顾灵天身上来回扫视。过了许久，久到我都觉得一个世纪过去了。老祖那枯瘦的手缓缓抬起，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嗡，一幅浩瀚无垠的星图瞬间在3人面前展开。那是整个仙域以及周边无尽混沌区域的立体地图，上面标注着无数的光点，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个世界或者一片星系。渊儿，老祖看向我，沙哑的开口，指出那个世界在何方。我点头，凭借着系统的导航，我只觉得眼前一花，在那片浩瀚的星图之中，一个极其微弱，几乎快要熄灭的暗红色光点被清晰地标记出来。那个光点位于一片远离仙域主航道荒芜的混沌区域，若非有系统标记，就算是真仙用神念扫荡亿万年，也未必能发现它的存在。找到了，我心中大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指向那个暗红色光点所在的位置。爷爷，父亲，请看，那方世界就在此处。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顾灵天和青铜古棺中的老祖目光齐齐汇聚在那浩瀚星图的一角。那是一个极其偏僻、被无尽混沌乱流包裹的区域，荒芜死寂，在整幅星图上毫不起眼。如果不是我精准的指出，就算是真仙神念扫过，也很容易将其当成一片毫无价值的混沌废墟而忽略掉。而在那片废墟之中，一个暗红色的光点正在微弱的闪烁，仿佛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彻底熄灭。就是那里。顾灵天屏住呼吸，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虽然是天地能俯瞰万古，但在他这位真仙父亲面前，
依旧像个等待成绩单的孩子。他已经信了9成9，可终究需要老祖的最终确认。青铜古关中，那位被称为老祖的枯瘦老者没有说话，他那双原本浑浊的眼睛，此刻却亮得吓人，仿佛有2轮太阳在其中燃烧。他的目光似乎穿透时空，跨越无尽的混沌，直接降临到那个暗红色的光点之上。嗡，一股无形却又至高无上的仙道意志，以星图上的坐标为引，瞬间跨越了亿万光年的距离。我只觉得脑海里的系统界面猛地一颤，发出了一阵急促的警报。警告，检测到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正在窥探任务世界。警告，世界坐标已暴露，系统正在启动最高级别隐匿协议，隐匿失败。警告，系统底层逻辑正在被解析。我心里咯噔一下，卧槽，老祖宗这么猛的吗？只是看一眼地图，人还在家里坐着呢，神念就直接摸到玄天大陆去了。这系统在我脑子里牛逼哄哄的，结果老祖一出手，直接就被干懵了，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顾凌天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大气都不敢喘。我则在心里疯狂祈祷，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1瞬，又或许是千万年。老祖那洞穿一切的目光终于从星图上收回来，他缓缓闭上眼睛，干瘪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回味着什么。呵呵，一声轻笑从青铜古关中传出，这笑声很轻，却让顾凌天和我同事松了一口气。笑了就代表有戏，有意思，真有意思。老祖再次睁开眼，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欣赏，而是多了一抹浓浓的惊奇和探究。怨气冲天，法则哀鸣，世界本源在哭泣，确实是一方即将走向毁灭的大劫。他先是肯定了我的说法。顾凌天闻言，拳头瞬间握紧，激动的身体都有些发抖。成了，是真的。但是老祖话锋一转，让顾凌天的心又提了起来。在那无尽的死寂与毁灭之中，我又闻到了一股无比甘甜的芬芳。老祖的脸上露出一丝陶醉的神情，那是世界本源成熟到极致，即将腐烂前所散发出的最后香气，就像最顶级的神果，在腐坏的前一刻，味道才是最完美的。那个发动动乱的家伙，手段虽然粗糙了些，但路子走对了。他在用亿万生灵的血与魂去催熟整个世界，想在世界彻底崩溃前，一口吞下所有的果实。这种等级的世界本源，若是能完整吞下，呵呵，凌天，你距离为父的境界，或许就能更进一步了。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顾凌天脑海中炸响。更进一步，他现在是天地境，再更进一步，那是什么？是父亲所在的红尘真仙之境，困扰他无数万年的瓶颈，竟然有了一丝松动的希望。父亲，顾凌天的声音都带上了颤音，激动的无以复加。先别高兴的太早，老祖摆了摆手，目光再次转向我。我更好奇的是，渊儿，你是如何隔着无尽混沌感应到这个世界的？来了，终于问到点子上了。我心里一紧，连忙按照早就准备好的说辞，不卑不亢的回答道：回爷爷的话，我也不甚清楚，只是在成人礼之后，感觉自己的长生仙体似乎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有一个声音指点着我，向我发起求救，希望我能去他们的世界，向你求救。老祖闻言，非但没有怀疑，反而抚掌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啊！不是你在感应他，而是世界在呼唤你。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老祖的笑声在整个内宇宙中回荡，星辰为之摇曳。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欣赏和满意。凌天，你之前说渊儿是我们顾家的麒麟儿，我看你说错了。顾凌天一愣，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只听老祖一字一句地说道：他不是麒麟，他是上天赐给我顾家的祥瑞，是应运而生的大气运者。那方世界为何会向他求救？因为他的长生仙体与那方世界的大道产生了共鸣，因为他的气运足以承载一个世界的最后希望。老祖越说越是兴奋，枯瘦的身体甚至从青铜古关中微微探出。好，太好了，我顾家沉寂百万年，终于等来一个大气运的后辈。我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父亲，您的意思是？老祖的目光扫过星图上那个暗红色的光点，眼神变得锐利无比，充满不容置疑的霸道。一个主动送上门的世界，一座即将成熟的无上道果，一个应运而生的家族祥瑞，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传我仙令。老祖的声音瞬间变得威严而肃杀，召集所有在族的长老，一刻钟内到至尊殿议事，告诉他们我顾家要出征了。当老祖那句我顾家要出征了说出口的瞬间，整个内宇宙的星空都为之静止，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杀伐之气从那具枯瘦的身体中轰然爆发。顾凌天浑身一震，只觉得体内的天地血脉都在沸腾。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自从他接任家主之位以来，顾家虽然依旧是仙域霸主，威压万族，但却像一头沉睡的雄狮，已经太久没有向诸天万界展露自己的獠牙了。孩儿遵命。顾凌天对着青铜古关深深一拜，他的眼神中是前所未有的狂热与兴奋。渊儿，老祖的目光再次落回我身上，变得柔和了许多。你这次为家族立下了不世之功，等仪式结束，爷爷我亲自为你筑基，亲自为我筑基。我的心脏猛地一跳，这可是红尘真仙啊，由一尊活着的仙人亲自为我这个尚未开始修炼的凡人筑基，这是何等逆天的待遇！传出去，恐怕整个仙域都要为之疯狂，就算是其他长生帝族的嫡子，也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殊荣。多谢爷爷，我压下心头的狂喜，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去吧，老祖挥了挥手，凌天，你带渊儿去至尊殿。我随后就道：是，父亲。顾凌天应了一声，然后拉起我的手，神情激动地转身向外走去。我知道，我这次赌对了，把系统上交家族，这步棋走得太妙了，不仅免去了九死一生的打工任务，还凭空为我换来一场天大的造化。这波叫反向薅系统羊毛。父子二人走出仙林，回到禁地之外，那股笼罩整个顾家祖地的恐怖仙威已经缓缓收敛，但所有顾家的族人依旧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之中，没有一个人敢随意走动。当他们看到家主顾凌天和少主顾渊从禁地的方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汇聚过来，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家主顾凌天脸上那抑制不住的激动和狂喜，
以及他紧紧拉着少主顾渊手的亲密姿态时，所有人的脑子里都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情况？家主唤醒老祖，竟然是为了少主？难道是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不对啊，看家主这表情，分明是天大的喜事。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喜事，需要惊动到老祖宗他老人家？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顾凌天那蕴含着无上威严，又夹杂着无比兴奋的声音传遍了整个顾家神岛。传家主令，所有在族的长老1刻钟内速至至尊殿议事，任何人不得缺席，违令者按族规处置。轰！这道命令瞬间在整个顾家掀起滔天巨浪，召集所有长老。这绝对是顾家最高规格的会议了。上一次召开这种级别的会议，还是在20万年前，决定是否要对那方末日大世界发动总攻的时候。难道一个惊人的猜测，在所有听到命令的顾家族人心中疯狂滋生？难道顾家又要对外征伐了？一时间，整个顾家神岛彻底沸腾了。无数闭关的强者从洞府中冲出，化作一道道神虹，向着至尊殿的方向急速飞去。那些正在处理家族事务的族人也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遥望着至尊殿的方向，脸上写满激动和期待。征伐一解，这4个字对于任何一个顾家族人来说，都代表着无上的荣耀和天大的机缘。那意味着海量的修炼资源，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机会，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实力将再次迎来一次飞跃。天啊，真的要打仗了吗？肯定是，不然家主不可能用这种语气下令，还把所有长老都叫过去了。太好了，我卡在14准圣境500年了，正愁没有资源突破，这机会不就来了吗？不知道这次的目标是哪个不开眼的势力，还是发现新的世界？议论声、欢呼声在顾家神岛的每一个角落响起，整个家族都像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在沉寂无数岁月之后，开始缓缓运转起来。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我正跟在父亲顾凌天的身后，不急不缓地朝着至尊殿飞去。一路上，所有见到我们的顾家族人，无论是辈分多高的长老，还是修为多强的护法，全都停下脚步，对着2人，尤其是对着我，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拜见家主，拜见少主。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敬畏、好奇，还有一丝狂热。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不是傻子。家主刚带着少主从禁地出来，就宣布如此重大的决定，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件事绝对和少主顾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然压根没必要带上顾渊，家主一个人去就行了。是少主，是这位年仅18岁，还未正式开始修炼的少主，引爆整个家族。我感受着4面8方投来的敬畏目光，听着耳边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拜见少主，心中也是感慨万千，爽，实在是太爽了。这就是权势的味道吗？这就是顶级仙2代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他们已经来到至尊殿前。大殿门口，10几道气息渊深如海的身影已经早早的等候在那里，正是之前在议事大殿里的那些长老团成员为首的，正是那位辈分极高的大长老顾凌江。当他们看到顾凌天和我的身影时，8名18境至尊境的强者竟然齐刷刷的对着我，深深的弯下了腰。显然，这些顾家刚顶强者已经收到我那真仙爷爷的消息，明白我为顾家立下不世之功这件事。我等恭迎少主，18境至尊境，平日里哪一个不是跺跺脚仙域都要抖3抖的任务？此刻，他们却集体对着一个年仅18岁连修炼都还没开始的少年行如此大礼。这一幕若是传出去，足以震惊整个仙域。顾凌天看着眼前的场景，脸上露出无比自豪的笑容。他没有阻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受得起这一拜。我心里也是微微一动，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我很清楚，这些长老拜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我为家族带来的那份天大的机缘。我上前一步，对着众位长老微微欠身还礼，语气谦逊地说道：“诸位恕拜不必多礼，顾渊愧不敢当。家族的荣耀离不开每一位族人的努力，顾渊只是恰逢其会，运气好罢了。”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表现出我的谦虚，又将功劳归于整个家族，让在场的长老们听了心里都舒服不少。哈哈，鱼儿谦虚了。那位脾气火爆的红发至尊顾血道，此刻脸上哪还有半点不解，满是激动和赞赏。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我顾家能有鱼儿这等气运加身的祥瑞，何愁万事不昌？没错，另一位长老也附和道：“少主此举，功在千秋，我等这一拜，心甘情愿。”大长老顾凌江那双浑浊的眼睛，此刻也闪烁着金光，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我，缓缓点头道：“少主心性沉稳，不骄不躁，乃家族之福。家主，你生了个好儿子啊！”哈哈哈哈！顾凌天放声大笑，心情畅快到极点，被家族里辈分最高的大长老当众夸奖自己。这比夸他自己还让他高兴。长老团里只有这位顾凌江是极高辈分的存在，其他人大多都算得上是我的叔伯辈。就比如红发至尊顾血道，顾家3长老就是我的3伯。好了，都别在外面站着了，进去说吧。顾凌天一挥手，率先走入至尊殿，我紧随其后。长老们则按照身份地位依次进入大殿之内，气氛庄严肃穆。顾凌天当仁不让地坐上最上首的家主宝座，而在他的左手边，那个代表着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却空了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看向了那个位置，又看了看站在大殿中央的我，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猜测，但谁也不敢说出来。顾凌天看着下方的长老们，沉声道：“想必大家心中都有疑惑，我为何会突然唤醒老祖，又为何会召开最高议事？”所有长老都屏住呼吸，神情肃穆地看着他，等待着答案的揭晓。不过最顶尖的那一批长老大多都已知晓情况。顾凌天没有卖关子，他目光扫过全场，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我顾家发现一方全新的、资源极其丰富，并且正处于内乱之中的高等玄幻世界。”轰！尽管心中早有猜测，但当顾凌天亲口说出这句话时，整个大殿之内还是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所有长老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和震惊。全新的世界，资源丰富，还在内乱，这3个词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那是一场泼天的富贵，是一场足以让顾家底蕴再次暴涨的天大机缘。大哥，不，家主，此事当真！红发至尊激动地站起来，声音都在颤抖。自然当真。顾凌天傲然道：“此事已经得到老祖的亲自确认，得到老祖的确认。”这6个字彻底打消所有人心中最后一丝疑虑。真仙是不会出错的。太好了，真是天佑我顾家啊！哈哈哈！沉寂20万年，终于又有机会让诸天万界再次感受我顾家的威名了。大殿之内瞬间炸开了锅，所有的长老都激动得面红耳赤，仿佛已经看到顾家大军踏平一角。
见满载而归的场景。顾凌天抬手，嘘嘘一压，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眼神中充满自豪和宠溺。而为我们顾家带来这份天大机缘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儿子顾渊。刷，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这一次，他们的眼神中除了敬畏和狂热，更增添一份发自内心的感激。我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神情平静，不卑不亢。这种日子以后常有，得先习惯着。渊儿，过来，坐到这里来。顾凌天对着我招招手，指了指自己身旁那个空着的位置。此话一出，全场皆惊。那个位置，在以往只有老祖亲临，或是家族面临生死存亡，有几位最古老的至尊长老共同决策时，才会有人落座。现在，家主竟然让还未正式修炼的少主坐到那个位置上，这已经不仅仅是看中了，这简直是把我当成和家主平起平坐的决策者。然而，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凭借着发现新世界这份不世之功，我完全有这个资格。是父亲，我也没有推辞。我知道这个时候谦虚就是虚伪了。我坦然地走到顾凌天身边，在那张由整块混沌神玉雕琢而成的宝座上坐下来。当我坐下的那一刻，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整个顾家的气运，仿佛都与我产生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就在这时，顾家那股无上气息降临了，整个至尊殿万道和鸣，法则显化，一朵朵金色的莲花在虚空中绽放。青铜古关中的老祖到了，所有人都神情一肃，包括家主顾凌天在内，齐齐起身，对着大殿上空恭敬地弯腰行礼，恭迎老祖。一道枯瘦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家主宝座之上，他仿佛一直就坐在那里，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正是顾家老祖。都起来吧！老祖沙哑的声音响起，他环视一圈下方站着的10几位至尊境长老，然后将目光定格在我的身上，浑浊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今日召集尔等前来，只为一事。老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自今日起，我顾家进入最高备战状态，所有在外游历的族人即刻传讯召回，所有必死关的太上长老全部唤醒，家族宝库全面开放，一切资源优先供应此次出征。一道道法旨从老祖口中发出，不容置疑，果决无比。顾凌江在，大长老顾凌江上前一步，恭敬地应道：由你负责，统筹家族所有炼器师、阵法师。7日之内，我要看到一座足以支撑我顾家大军稳定跨界的通天仙门。遵旨。大长老身体一震，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重重领命，血道在。红发至尊上前一步，战意高昂，由你负责，整合家族所有战部、天歌、神武、破军3大军团，100万战修，我要他们在7日内完成集结，随时可以出征，保证完成任务。顾血道兴奋地吼道，仿佛一头即将出笼的猛虎。老祖一道接着一道命令下达，将整个征伐异界的庞大计划有条不紊地分配下去。大殿内的所有长老都领到自己的任务，一个个摩拳擦掌，激动不已。最后，老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老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整个至尊殿若真可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就连家主顾凌天都带着几分好奇和期待，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他们都想知道老祖会给这位立下不世之功、被誉为家族祥瑞的少主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是封一个有名无实的征伐大元帅，以示荣耀，还是赐下无尽的修炼资源，让我安心修炼？亦或是直接将我确立为下一代家主的唯一继承人，昭告全族？我也有些紧张。我坐在那张混沌神域宝座上，屁股底下凉飕飕的，心里却火热一片。这次功劳这么大，爷爷怎么也得给点好东西吧？仙气、仙法，还是直接灌顶，让我一步登天？虽然知道一步登天不现实，长生世家最重根基，但幻想一下总不犯法。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老祖那苍老而威严的声音缓缓响起：顾渊，孙儿在。我连忙起身，恭敬地应道。老祖看着我，浑浊的眼中露出一丝笑意，他没有直接说什么任命，反而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渊儿，你可知我顾家为何要征伐异界？这个问题一出，不光我愣住了，下方的长老们也有些面面相觑。为何征伐？不就是为了资源，为了功法，为了世界本源，为了让家族更强盛吗？这是所有长生世家都在做的事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我虽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我知道老祖这么问，答案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我斟酌片刻，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回爷爷的话，孙儿以为是为了让我顾家能在这无尽的诸天万界中永远屹立于巅峰，是为了让我顾家的荣光能够照耀万古，永不熄灭。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也算是标准答案了。然而老祖却摇了摇头，你说对了一半。他伸出一根枯瘦的手指，指向大殿中的所有人，从家主顾凌天到大长老顾凌江，再到每一位至尊长老。我们征伐，我们掠夺，我们让家族变得强大，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老祖的声音顿了顿，目光最终回到我的身上，变得无比柔和，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不必像我们一样在血与火中挣扎求存，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更高更远的风景，是为了让我们的后辈生来就在罗马，并且可以决定谁是骡子谁是马。一番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整个至尊殿内，所有长老都浑身一震，眼神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原来如此，他们一直以为征伐是为了家族的延续，却没想到在老祖的眼中，征伐的最终目的竟然是为了后辈，是为了让像少主这样的天之骄子可以拥有肆意挥洒天赋的资格，可以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顾凌天更是虎目含泪，激动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他明白了，父亲这是在为渊儿铺路，是在用一场对外征伐来为渊儿的崛起献上最盛大的贺礼。我也彻底呆住了，我完全没想到老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我本以为我只是利用家族的力量去规避系统风险，为自己谋取利益，却没想到在家族这些顶尖存在的眼中，我
顾渊本身就是家族最大的利益，我的一切就是家族的一切。这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从心底涌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这就是家人吗？这就是背后有人的感觉吗？所以，渊儿，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将我从震撼中拉回现实。关于这次出征，你的任务不是去冲锋陷阵，也不是去运筹帷幄。老祖看着我，一字一句的说道：“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心修炼，成长起来，然后去享受这场为你准备的盛宴。那个世界的一切，它的资源，它的本源，它的法则，都将是你的囊中之物，是你踏上仙道之途的基石。至于那些所谓的黑暗至尊，所谓的动乱源头，老祖的语气变得轻描淡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我们会帮你扫清一切障碍。”只需要在战争结束后去接收胜利的果实就够了。轰！老祖的话如同一枚枚炸弹，在所有人心中炸响。疯了，这简直是疯了！举全族之力发动一场跨界战争，只是为了给一个还没开始修炼的少年当礼物，只是为了让我安心修炼，给我铺路。这是何等的宠溺，这是何等的霸道！下方的长老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他们想过老祖会重赏少主，但万万没想到会是这种方式。这已经不是赏赐了，这是把整个异世界打包起来，当成了少主的私有财产。红发至尊顾血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憋出一句：我操，还能这么玩！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想当年他为了突破至尊境，在域外战场九死一生，浑身骨头都断了好几回。现在倒好，这小子啥也不用干，就有人把一个世界送到他嘴边，还怕他噎着，先把骨头都给剔干净了。人比人，气死人啊！大长老顾临江也是长长的叹了口气，随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明白了老祖的深意，这不仅仅是宠溺，更是一种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整个家族的未来，用一个世界的资源去浇灌出一尊未来的仙，这笔买卖怎么算都血赚。顾凌天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猛地站起身，对着老祖深深一拜。父亲深谋远虑，孩儿替渊儿谢过父亲。他知道从今天起，顾渊在家族的地位将再也无人可以动摇，他将是名正言顺的唯一的未来的主人。而我此刻已经彻底懵了，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有点转不过弯来。我的任务是享受，闹呢，我辛辛苦苦又是编瞎话又是演戏，把全家都忽悠瘸了，结果到头来我的任务就是躺平，这也太爽了吧！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玩游戏开挂的玩家，刚想找客服举报自己，结果客服直接给他发了个邮件：亲爱的玩家，检测到您使用了外挂，我们决定将整个游戏都送给您当外挂，祝您游戏愉快。离谱，实在是太离谱了！怎么，渊儿你不愿意？老祖看着发呆的我，笑呵呵地问道：愿意，孙儿愿意。孙儿愿意的不能再愿意了。我一个机灵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哈腰，生怕老祖反悔。开玩笑，这种好事傻子才不愿意。我的这副模样引得大殿内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就连一向严肃的大长老顾临江都忍不住莞尔。好了，老祖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既然议定，那就各自去准备吧。他看了一眼我，眼中满是慈爱。渊儿，你留下，我答应过你要亲自为你筑基，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的我的地方来住，直到你踏入修行之路，亲自为少主筑基，并且要亲自教导。大殿内的长老们再一次被震惊了，这待遇别说顾家，就算是放眼整个仙域，从古至今都闻所未闻。一尊活着的真仙要当一个凡人的贴身家教，这传出去谁敢信？所有长老看向我的眼神已经从羡慕变成了彻底的敬畏，他们知道一颗未来的无上巨星正在他们眼前冉冉升起。是爷爷。随着老祖一声令下，至尊殿内的长老们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激动纷纷领命而去。整个顾家这台沉寂几十万年的古老战争机器开始以一种恐怖的效率疯狂运转起来，一道道命令从至尊殿发出，传遍神岛的每一个角落。无数闭关的族人被唤醒，无数在外游历的强者被召回，家族宝库的大门轰然敞开，海量的神晶、仙料、灵丹、宝药如同潮水般被运送出来，优先供应给负责建造通天仙门的炼器师和阵法师们。天歌、神武、破军三大军团的营地里，战鼓雷动，煞气冲天，无数身披甲胄的战修集结在演武场上，冰冷的兵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嗜血的光芒。整个顾家神岛都笼罩在一股肃杀而又狂热的氛围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风暴中心帝我，此刻却被我那位真仙爷爷带到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顾家禁地青铜仙关所在的内宇宙。当我再次来到这片浩瀚的星空下时，我的心情已经和上一次截然不同。爷爷，我们就在这里筑基吗？我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这片内宇宙大道法则显化，仙道气息浓郁到极点，确实是修炼的无上宝地。呵呵，当然不是在这里。老祖那枯瘦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我身旁，他指指那口悬浮在宇宙中心的青铜古棺，去那里啊，去棺材里。我傻眼了，有没有搞错？虽然知道您老人家不拘小节，但这毕竟是您的长眠之所吧？让我在您的棺材里筑基，这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做人了？别的仙二代都是在洞天福地、圣山神泉里筑基，我倒好，直接一步到位进棺材了。怎么又不愿意了？老祖斜了我一眼，愿意，当然愿意。我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开玩笑，这可是真仙的仙棺，里面肯定别有洞天，算你小子识相。老祖满意地点点头，他一挥手，那青铜仙棺的棺盖便无声无息地划开。我伸长脖子往里看，只见棺材里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一片混沌，灰蒙蒙的混沌气流在其中翻涌生灭，仿佛在开天辟地。在混沌气的最深处，隐约有一方不过3尺见方的青色莲台正在缓缓旋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这是我的眼睛瞬间直了，虽然我不认识，但我能感觉到那青色莲台绝对是逆天级别的宝物。仅仅是看一眼，我就觉得自己的神魂都仿佛要被洗涤净化一般。此乃混沌青莲的莲台，开天辟地之初便已存在。老祖的声音悠悠传来，带着一丝追忆。当年我正道成仙，游历混沌海时，无意中发现了它，费了9牛2虎之力
才弄到手。这无数年来，我便是躺在这莲台之上，以混沌之气温养仙躯，才能延缓生机的流逝。混沌青莲的莲台，开天辟地之初的至宝，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这种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东西，竟然真的存在，而且就在我眼前。爷爷，这也太贵重了，我的声音都有些发颤。用这种级别的宝物来筑基，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贵重！老祖嗤笑一声，再贵重的东西，若不能物尽其用，也不过是一件死物。他跟着我这把老骨头，在这里躺了无数万年，都快发霉了。今日正好用在你身上，也算不负了他的威名。去吧，坐到莲台上去。是，爷爷，我不再矫情。我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跳入青铜仙棺之中。一进入其中，我便被浓郁到化不开的混沌气流所包裹。这些混沌气，每一缕都重若山岳，若是换作寻常凡人，恐怕瞬间就会被压成齑粉。但我拥有长生仙体，肉身本就远超常人，再加上这些年用至尊血沐浴，根基无比夯实。我只是感觉身体微微一沉，便适应过来。我拨开混沌气，一步步走向那方青色莲台。越是靠近，那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就越是浓郁。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舒张，贪婪地吸收着这股气息。终于，我走到了莲台前，我学着老祖的样子，盘膝坐上去。嗡！就在我坐上莲台的刹那，整个莲台猛地一颤，绽放出亿万道青色神光，一股无法形容的玄妙道韵，瞬间将我笼罩。我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仿佛瞬间脱离肉身，来到一片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之中。在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上下四方，只有最原始、最纯粹的道。今日，我便以混沌为炉，以仙火为锤，为你重铸仙机，再造道体。老祖宏大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下一刻，无尽的混沌气流开始疯狂地向着我的身体涌来。轰！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撑爆了一般，那些混沌气霸道无比，冲入我的四肢百骸，经脉窍穴，疯狂地冲刷，改造着我的一切。剧痛，难以想象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我感觉自己的骨头仿佛一寸寸被碾碎，然后又重组。我的血肉在不断的消融，又不断的再生。我的经脉被一次次撕裂，又一次次被拓宽加固。饶是以我的心性，也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这比我想象中要痛苦10000倍。这哪里是筑基，这分明是把我回炉重造啊！忍住，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与天争，与地争，与己争，连这点痛苦都承受不住，还谈何超脱大道？老祖的声音如同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头，我猛地一咬舌尖，剧痛让我瞬间清醒几分。心性不错，老祖枯瘦的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一缕跳动着七彩光芒的火焰凭空出现，落入青铜仙棺之中。仙火，这是真仙才能掌控的本源之火，可焚尽万物，亦可造化众生。仙火一入混沌，便轰然暴涨，化作一片火海，将我和莲台彻底吞噬。滋啦！混沌气为心，仙火为锤，我的身体在仙火的煅烧下开始发出璀璨的光芒。我体内的杂质被一点点炼化，血液从鲜红慢慢变成了淡金色，每一滴血中都仿佛蕴含着一颗星辰的力量。而我丹田的位置，那个所有修士修行起点的地方，一个由混沌气和仙火交织而成的巨大漩涡，正在缓缓形成。搬血境，修士修行的第一个境界，便是淬炼周身精血，凝聚生命神息。寻常天台能凝聚数千道神息，便可称之为天骄。顶级妖孽，如那些弟子圣女，最多也就凝聚1万多道。而按照功法记载，此境的理论极限是凝聚108000道生命神息，便可肉身成圣，万法不侵。但那只是理论，从古至今，从未有人能够达到。而今天，这个神话即将在我身上被打破。在我的丹田漩涡之中，一道道金色的神息开始不断的凝聚，诞生1万道、3万道、5万道、108000道。当神息的数量达到理论极限的刹那，整个内宇宙都为之震动，万道合鸣，法则显化，仿佛在庆祝一个奇迹的诞生。然而，这还没完，那漩涡依旧在疯狂旋转，金色的神息依旧在源源不断的诞生。11万道、15万道、20万道。老祖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震撼之色。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他本以为用混沌青莲台和仙火为我筑基，最多也就是让我达到108000道的理论极限，却没想到我的潜力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这长生仙体配合着混沌青莲台，竟然产生某种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好，老祖不禁反喜，仰天大笑，不愧是我顾家的祥瑞，不愧是应运而生的大气运者。既然如此，那老夫今日便再助你一臂之力。他眼中金光一闪，猛地张口，吐出一滴嫣红如血钻的液体，真仙精血，这是他一身修为的精华所在，一滴便足以压他一片心域。去，他屈指一弹，那滴真仙精血便化作一道血光，瞬间没入我的眉心。轰！我的身体如同被投入了一颗核弹的太阳，瞬间爆发出亿万丈神光。我丹田内的神息数量开始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疯狂增长，30万、50万、80万、100万。当神息的数量最终定格在100万道的时候，所有的神息猛地向内一缩，凝聚成一尊金色的神奇。那神奇盘坐在漩涡中央，宝相庄严，面容与我一般无二。万古滴，搬血境，凝聚100万神息，化生本命神奇。这已经不是打破神话了，这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神话，一个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神话。老祖看着这一幕，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他知道自己亲手为顾家创造出一尊真正的怪物。青铜仙棺内，混沌气渐渐平息，仙火也缓缓散去。我盘坐在青色莲台之上，双目紧闭，宝相庄严。在我的体内，100万道金色神息所化的本命神奇，静静地盘坐在丹田之中，与我的心跳同频，与我的呼吸共振。每一缕呼吸都在吞吐着海量的天地精气，转化为最精纯的力量，流淌于四肢百骸。虽然我的修为仅仅是刚刚踏入人道领域的第一个境界，搬血境。呼，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那浊气离体之后，竟然化作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在虚空中盘旋一圈，才缓缓消散。这是我体内最后一丝被炼化出的杂质。从今往后，我便是无垢仙体，与道合真。我缓缓睁开双眼，轰，2道金色的神芒从眼中爆射而出，洞穿层层混沌气，直接射在内宇宙的界壁之上。卧槽，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尼玛是我的眼
眼睛，简直比激光炮还猛。我赶紧收敛心神，那两道骇人的神芒才缓缓隐去。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体内那股仿佛可以撕裂天地的爆炸性力量，整个人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修行的力量吗？我喃喃自语。仅仅是第一个境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后面的辟巧、合一、速灵，乃至最终的仙境，又该是何等的光景？感觉如何？老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连忙从莲台上站起，对着棺材外的老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多谢爷爷为我筑基，此等再造之恩，孙儿永世不忘。这一拜，我拜得心甘情愿，发自肺腑。老祖不仅给了我一场天大的造化，更让我明白了家人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呵呵，起来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老祖笑呵呵地扶起我，浑浊的眼中满是满意之色。你这小子倒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斑血镜凝聚百万神息，化生本命神奇。啧，这种事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老祖上下打量着我，越看越是满意。从今天起，你便是我顾家当之无愧的万古第一天骄。我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都是爷爷教导的好。行了，少拍马屁。老祖笑骂一句，根基已经打下，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去走了。记住，戒骄戒躁，道途漫漫，斑血镜只是一个开始。孙儿明白。我重重点头。我知道自己虽然起点高的离谱，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过我心里还是忍不住美滋滋的。万古第一天骄哀这名头听着就带劲。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兀的在我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生命层次发生跃迁性改变，正在重新评估宿主潜力，评估中。警告，警告，检测到未知错误，宿主根基数据溢出，超出系统可计算上限，系统模块发生未知冲突，正在尝试重启，重启失败。叮叮叮，一连串急促的警报音和乱码一样的信息流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刷屏。我愣住了，系统，我都快把这玩意给忘了，没想到它竟然在这个时候冒出来了。新手任务已更新，主线任务1，在黑暗动乱中存活下来已完成，奖励至尊骨可分配3个。主线任务2，杀死一尊黑暗至尊已变更。新任务，见证一尊黑暗至尊的陨落，奖励大地本源完整1个。终极任务，终结此次动乱已变更。新任务，见证此次动乱的终结，任务奖励随机仙体本源1份，混沌仙钟，失败惩罚无。系统啊系统，你总算是活明白了。我在心里给系统点了个赞，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辅助系统该有的样子嘛。之前定义太高了，太不懂事了。叮，新手任务奖励至尊骨3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可随时提取。奖励都直接发了，我心里一动，意识沉入所谓的系统空间。只见3块晶莹剔透、散发着无上神威、布满玄奥符文的骨头，正静静地悬浮在一片虚无的空间中。这就是至尊骨，看起来确实很牛逼。不过我撇了撇嘴，我现在自己身上的骨头都是被仙火和混沌气煅烧过的，上面天然生成了仙道符文，比这至尊骨不知道高级到哪里去了。这玩意对我来说还真就跟鸡肋差不多。渊儿，怎么了？可是修行上遇到什么不解之处？老祖见我站在原地出神，关切地问道。没什么，爷爷，我回过神，笑了笑，就是刚才巩固修为时，脑子里突然蹦出点小玩意。说着，我心念一动，摊开手掌，嗡，3块至尊骨凭空出现，悬浮在我的掌心之上，每一块都神光湛湛，道音隆隆，蕴含着一种天地之理，若是放在外界，足以让圣人抢破头。老祖看了一眼，略感诧异，天生道骨，而且还是3块，你这气运倒真是奇特。在他看来，这更像是我气运太过鼎盛，在突破时天地大道主动馈赠的祥瑞，还行吧，就是感觉有点多余。我掂掂手里的3块骨头，随口说道，多余。老祖听到这2个字，眼角不禁抽了抽。天生道骨乃是天地宠的象征，无数天骄梦寐以求的东西，到了你这就成多余的了。得知1块便可称之为初代，初代生灵是有机会开宗立派的存在。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孙儿是以混沌青莲台为基，以真仙仙火和精血淬体凝聚百万神息的怪物，他自身的骨骼早已超越了所谓的道骨、神骨，这几块至尊骨对他而言，勉勉强强算得上是锦上添花吧。我走出仙林，回到了老祖为我安排的清修之地。这里原本是老祖偶尔闭关悟道的地方，仙气氤氲，瑞兽成群，比家主顾凌天的至尊殿还要气派。2名容貌清丽、气质出尘的侍女早已在此等候，她们是顾家精心培养的道士，修为都在14境，平日里负责照料老祖起居，现在则被派来专门服侍我。恭迎少主。见到我前来，2名侍女连忙躬身行礼，眼中满是敬畏与好奇。她们是亲眼看着我被老祖带进禁地深处的，自然也知道这几天家族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因眼前这位少主而起。起来吧，不必多礼。我摆摆手，姿态很是随和。我打量一下这处洞府，仙泉叮咚，神药遍地，随手摘下一颗果子，都蕴含着磅礴的生命精气。以后你们就叫青儿和珠儿吧。我随口赐下名字，然后将那3块至尊骨随手丢了过去。这个赏你们了，拿去当个摆件，或者磨成粉泡水喝，随便你们。那3块神光璀璨的至尊骨在空中划出3道优美的弧线，轻飘飘地落在2名侍女面前。青儿和珠儿彻底傻眼了，她们呆呆地看着地上那3块还在嗡嗡作响、散发着恐怖道韵的骨头，大脑一片空白。至尊骨，赏给我们了，当摆件，磨成粉。这位少主是不是对宝物有什么误解？2人身体僵硬，一动不敢动，只觉得那3块骨头比3座太古神山还要沉重。少主，这太贵重了，奴婢万万不敢收。青儿的声音都在发颤，有什么不敢收的？几块破骨头而已。我浑不在意地说道，我留着也没用，还占地方，你们不要就扔了吧。扔了。青儿和珠儿感觉自己的道心都快要崩碎了。我懒得理会他们，盘膝坐下，开始细细体悟斑血镜百万神息的
的奥妙。心念一动，丹田内的那尊金色神旗便睁开双眼，百万道神息之力瞬间遍布全身。我轻轻一握拳，周围的空间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浮现出细密的黑色裂缝，好强的力量！我心中震撼，这还只是纯粹的肉身之力，若是配合功法神通，威力又该何等恐怖！7天时间，对于凡人而言不过匆匆一瞬，对于长生世家来说更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此刻的顾家，这7天足以让整个仙域都为之震动。顾家神岛的上空，一座横跨万里的巨大门户，散发着不朽的仙光，巍然屹立于宇宙星海之间。仙门周围空间扭曲，时光紊乱，形成一片尽绝万法的领域。而在仙门之下，广阔无垠的演武场上，黑压压的大军早已集结完毕，百万战修鸦雀无声。他们每一个人最低都是神道领域，也就是7境修为，其中的校尉、都统更是圣人、至尊的强者。这股力量集结在一起，那冲天的杀伐之气几乎将仙域的天穹都染成了一片血色，无数星辰为之颤抖，大道法则都在哀鸣退避。如此巨大的动静根本无法掩饰，整个仙域所有不朽的势力全都被惊动了。东海之滨，祖龙巢，一座由万丈龙骨搭建而成的古老宫殿内，龙吟阵阵，一名头生金色龙角、身披地袍的威严中年人正端坐于龙椅之上，他的双眸中仿佛有日月在轮转。他就是当今祖龙族族长，一尊货真价实的龙皇，18境至尊强者。你说不朽仙族顾家集结3大军团，龙帝的声音低沉，却蕴含着压抑不住的震惊。下方一名瑟瑟发抖的斥候将自己冒死探查到的情景一五一十的禀报上来。族长，千真万确，那杀气隔着亿万里星域都让小的神魂欲裂，还有那座仙门，太可怕了，比我们龙族的化龙门还要宏伟万倍。龙帝沉默了，整个大殿的气氛压抑到极点。难道他们是要开启不朽战？一名龙族长老失声说道，声音里满是惊恐。不朽战这2个字如同禁忌一般，让在场所有龙族高层脸色煞白。上一次仙域爆发不朽战还是100万年前，数个长生世家围攻顾家，那一战打得天崩地裂，星海破碎，无数世界化为尘埃，最后仍旧由顾家胜出，一举奠定他太古仙域霸主地位。顾家已经沉寂太久了，久到让一些势力都快忘了那头沉睡的雄狮究竟有多么可怕的獠牙，是哪个不开眼的惹到顾家那群疯子？查，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顾家的目标是谁，传我命令，所有在外的龙族子弟立刻收缩势力，不得与任何势力发生冲突，尤其是顾家的人。龙帝猛地一拍龙椅，下达命令。他心里很清楚，在这等风暴面前，即便是强如龙族，也只能选择暂避锋芒。另一边，古皇山，这是一座悬浮在仙域之巅的金色神山，传闻是某位半仙的道场。山顶的古皇殿内，几道笼罩在混沌气中的模糊身影正在进行神念交流。顾家动了，动静太大了，想不知道都难。顾家想干什么不知，但能让他们摆出这等阵仗，所图必定不小。我更好奇的是，他们为何要在这个时间点动手？难道不怕上苍之上那些东西复苏吗？谁知道呢？顾家的那个老怪物还活着1天，他们做事就没人能看懂，静观其变吧。吩咐下去，约束族人不要去触顾家的眉头。一时间，整个仙域风声鹤唳，无数的目光或敬畏，或恐惧，或好奇，都投向顾家神岛的方向。而作为风暴的中心，顾家却显得异常平静。家主顾凌天身着地袍，屹立于至尊殿前，目光睥睨，俯瞰着下方集结完毕的100万大军。对于外界的窥探，他心知肚明，却毫不在意。突然，他冷哼一声，天地威压轰然爆发。这一声冷哼如同大道天音，瞬间传遍整个仙域。那些隐藏在虚空深处，试图窥探顾家虚实的无数神念，在这一瞬间，如同被一柄无形的天锤砸中，纷纷发出惨叫，当场崩碎。无数不朽势力的密室中，负责窥探的强者齐齐口喷鲜血，神魂受创，骇然欲绝。顾家演武、闲杂人等退避。顾凌天霸道无匹的声音响彻仙域，昭告四方：演武，鬼才信你的演武！谁家演武要出动3大军团，还要建一座通天仙门？但没有人敢反驳，因为那是顾家家主顾凌天，他的话就是真理。一言出，万法随。仙域之内，所有窥探的目光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顾凌天这才满意的收回目光，转身看向身后，我和老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父亲，渊儿。顾凌天躬身行礼，准备的不错。老祖点点头，目光扫过下方的大军，眼中露出一丝怀念。曾几何时，他也曾率领着这样的大军征战诸天。爷爷，父亲，我也想去。我看着那壮观的场面，只觉得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这可是跨界战争，这么刺激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怎么可能待得住？胡闹！顾凌天闻言，眉头一皱，下意识的就想拒绝。战场之上，刀剑无眼，哪怕只是先遣部队，也充满了未知的风险。渊儿才刚刚开始修行，万一出点什么意外，让他去。没等顾凌天说完，老祖却开口了。他笑呵呵地看着我，眼中满是宠溺。我辈修士当有横推一切敌的无畏之心。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既然他想看，就让他去看。可是父亲，渊儿的安全，顾凌天还是有些不放心。无妨，老祖一挥手，吼，9声震天动地的龙吟骤然响起。只见9条身长万丈，浑身覆盖着青金色鳞片，气息堪比圣境的真龙，拉着一架由整块沉香神木雕琢而成的华美车辇，从虚空中踏出，悬浮在我面前。9龙沉香辇，这是老祖年轻时所用的代步工具，本身就是一件顶级的准仙器，防御力惊人。9条拉车的真龙，更是老祖亲手降服的太古龙帝，有他在，除非仙人亲至，否则没人能伤到渊儿一根毫毛。老祖淡淡的说道。顾凌天看到这架车辇，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他看着自己儿子那跃跃欲试的兴奋表情，无奈的笑了笑，也罢，就当是带他提前去视察自己的领地了。血道，顾凌天高声喝道。在。红发至尊顾血道从军阵中一步跨出，战意昂扬。你率天歌军团1万人为先锋，先行探路，记住你们的任务是为少主扫清一切障碍。遵命。顾血道兴奋的大吼一声，随即转身对着天歌军团发出
震天的咆哮。天歌所属，随我出征，为少主开路，为少主开路！1万天歌军将士齐声怒吼，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冲入那巨大的通天仙门之中。云儿，去吧！老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点了点头，在无数族人狂热的注视下，一步踏上那架奢华到极致的九龙沉香辇。当车辇即将跨过仙门界限的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一股与仙域截然不同、充满腐朽与绝望的法则气息扑面而来。玄天大陆、中州、古城洛阳，曾经繁华鼎盛、人烟稠密的千万人口巨城，此刻却已化作一片人间炼狱。黑色的雾气笼罩着整座城池，隔绝了天光，城内听不到任何声音，死寂的可怕。无数的凡人、修士保持着生前最后的姿势，僵立在原地，他们的脸上还残留着极致的恐惧和绝望，但他们的双眼已经失去所有神采，变得灰败空洞，生命精气、神魂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抽取出来，汇聚到城市的上空。美味，真是美味啊！黑暗中传出令人神魂战栗的低语，再来多一点，再多一点，只要吞噬这片地区的生灵，本座就能踏出那最后一步，成为真正不朽的存在，超越那不死山的禁忌。这团黑暗便是此次发起动乱的源头之一，自号是魂至尊的禁区主宰，他已经吞噬北域和西漠，现在他的目标是整个中州，意图借助亿万生灵来极尽升华，寻求突破不朽，成为与各大禁忌一样的存在。城墙的角落里，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女死死地抱着怀中早已冰冷的弟弟，身体因为恐惧而剧烈地颤抖着。她是这座城里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一种特殊的血脉让她暂时抵御那恐怖的吞噬之力，但也仅此而已。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一点点流逝。少女绝望地抬起头，看向那片被黑暗笼罩的天空，眼中流下2行血泪。神佛何在？天道何在？谁能来救救这个即将毁灭的世界？就在她彻底陷入绝望，意识即将消散的刹那，咔嚓一声清脆的如同玻璃碎裂般的声音突兀地在天空响起。少女迷茫地抬起头，只见那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天幕毫无征兆地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那不是乌云散去，而是整个空间被一股无法想象的稳定硬生生撕裂了。一道璀璨、神圣、霸道到极致的仙光从裂缝中照射进来，如同利剑一般，瞬间刺穿笼罩全城的黑雾。久违的阳光洒落在少女苍白的小脸上，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紧接着，在那道空间裂缝之后，一扇宏伟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大门户缓缓浮现，一对身披金色神甲、骑着狰狞异兽的骑士沉默地从门户中走出。他们只有1万人，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铁血、冷酷、视万物为刍狗的杀伐气息汇聚在一起，竟然比那所谓的噬魂至尊还要恐怖万倍。什么东西？城池上空，那团蠕动的黑暗中传出一声惊疑不定的低语。噬魂至尊感受到威胁，一股前所未有的让他从本源深处感到战栗的威胁。不管你们是什么东西，既然来了，就成为本座的养料吧。短暂的惊愕之后，噬人至尊被无尽的怒火所取代，他不容许任何存在来挑衅他的威严。轰！无尽的黑雾翻涌，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黑暗巨手，朝着那1万名金甲骑士狠狠地拍下去。这一掌蕴含着他吞噬亿万生灵所得的愿力与死气，足以拍碎星辰，磨灭大道。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为首的那名红发金甲将领脸上却露出一抹不屑的嗤笑。顾血道，顾家3长老，18境至尊境强者，他甚至都懒得亲自出手。他身后的一名校尉策马上前一步，这名校尉不过是天歌军团中一名普通的百夫长，修为也仅仅是14境准圣境。他看着那只拍来的黑暗巨手，眼神平静的像是在看一只挥舞着爪子的蝼蚁。他缓缓举起手中的天歌，嗡！天歌之上，金色的神芒亮起，一道道玄奥的法则符文在歌刃上流转。破！一个冰冷的字从校尉口中吐出，他随手一掷，修！那天歌化作一道撕裂天地的金色流光，没有带起任何惊天动地的威势，就那么轻飘飘的与那只黑暗巨手撞在一起，没有爆炸，没有轰鸣，那只足以让这个世界所有生灵绝望的黑暗巨手无声无息的消融。金色流光去势不减，瞬间洞穿层层黑雾，精准地定在那团蠕动的黑暗核心之上。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从黑暗中爆发出来，那团笼罩了整座城市的黑雾剧烈的翻涌、扭曲，最后猛地向内一缩，凝聚成一个面容枯槁、身穿黑袍的道人，正是噬魂至尊的本体。此刻，他的胸口被一杆金色天歌死死地定在虚空中，金色的火焰顺着伤口，正在疯狂地焚烧他的神魂与本源。仙人，你们居然是仙人！噬魂至尊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天歌，又抬头看着那群气息渊深如海的金甲骑士，眼中充满极致的恐惧。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境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然而那位校尉根本就懒得管他，对着身旁的顾血道拱手：长老，所谓的黑暗至尊，实力也就13境神王境的水准。一位仙人居然对旁边的老者如此恭敬，他居然说自己也就13境，再往上还有什么境界？噬魂至尊很想知道，可他的神魂、本源，一切存在过的痕迹，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净化，化为虚无。一位让整个玄天大陆陷入黑暗动乱的禁区至尊，就这么死了，死得悄无声息，干脆利落。城墙角落里，那名幸存的少女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张大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而对于天歌军团的将士们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顾血道看着噬魂至尊消散的地方，撇了撇嘴，这就是动乱源头，也太弱了吧，连让老子热身的资格都没有。他神念一扫，瞬间覆盖整个玄天大陆。嘿，不过这东西的数量还挺多。他咧嘴一笑，眼中冒出绿光。东荒有3个，南海有2个，还有几个藏在所谓的禁区里。嚯，
加一起有4、50个呢。这是把这片世界当猪宰啊！弟兄们，都听到了吗？听到了，哈哈哈！这哪里是什么黑暗动乱？这分明是老祖宗赏给我们的一场泼天富贵啊！这都是行走的军功，都是修炼的资源啊！那个南边的归我了，谁都别跟我抢，滚！老子先看上的。一时间，天歌军团的通讯频道里响起一片兴奋的叫嚷声。他们看着这满世界的黑暗源头，就像是饿了3天3夜的狼看到一片肥美的羊圈。这哪里是来平定动乱的？这分明是来吃自助餐的。就在天歌军团的将士们准备四散开来，开始狩猎的时候，吼！9声威严浩荡的龙吟从那巨大的仙门中传出，瞬间压下所有的喧嚣。一架由9条15敬圣新晋级真龙拉着的华美到极致的沉香车辇，缓缓驶出仙门，降临到这座残破的古城上空。整个世界的法则都在为之颤抖、臣服。车辇的帘幕被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掀开，我身着一袭白衣，从车辇中走出。我居高临下的俯瞰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感受着空气中那股充满毁灭与新生交织的奇特气息。这就是我的世界，我轻声自语。就在这时，我脑海中那已经彻底认命的系统小心翼翼地弹出了一个新的提示：丁，检测到宿主已降临任务事件，触发场景任务，主人的巡视。任务内容，请以胜利者的姿态欣赏为您准备的烟火。任务奖励，专属 BGM 无敌是多么寂寞一首。我坐在9龙沉香辇里，姿态要多惬意有多惬意。车辇内部的空间极大，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行宫。一张由万年暖玉制成的软榻摆在中央，旁边的小几上，青儿和珠儿2个俏丽的侍女正小心翼翼地为我包着灵果。温着神酿，这灵果是顾家神岛上特产的珠果，一颗就能让凡人脱胎换骨，延寿100年。这神酿更是用上百种神药酿造，普通修士喝上一口都足以省去100年苦修。可现在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就跟寻常的葡萄果汁没什么两样。我半躺在软榻上，听着耳边系统的提示，看都懒得看，视线透过掀开的珠帘，看着下方那片已经化为废墟的古城，还有城外那些如同饿狼般嗷嗷叫着四散而去的天歌军将士，嘴角忍不住勾了勾。三伯他们这干劲可真是足啊！我心里清楚的很，这些所谓的黑暗至尊，在顾家这群真正的至尊面前，连盘菜都算不上，顶多就是些餐后甜点。此刻，随着天歌军团的将士们四散而去，整个玄天大陆的天空开始绽放出一朵朵璀璨烟花，每一朵烟花都代表着一尊黑暗源头的陨落。东荒，一头由怨气凝聚而成的万丈魔猿，刚刚从沉睡中苏醒，仰天咆哮，还没来得及展现自己的神威，就被一名天歌军的都统一枪从天灵盖灌入，定死在山脉之上。庞大的身躯轰然爆开，化作漫天精纯的本源之气。南海，一座由无数尸骨堆积而成的岛屿上，2尊气息恐怖的黑暗至尊正在瓜分一片大陆的生灵气运。突然，一道剑光从天而降，直接将整座岛屿连同他们一起一分为二。剑气中蕴含的法则之力，瞬间将他们的一切都彻底抹除。北原冰封的雪域之下，一尊自以为隐藏得很好的古代至尊，被一名天歌军将士硬生生从地底万丈深处给揪出来，像拎小鸡一样拎在手里，在对方惊恐求饶的目光中，一巴掌拍成血舞。这些在玄天大陆土著眼中，如同天灾末日般不可战胜的禁区主宰，在顾家的军队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一样。这根本就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真是赏心悦目啊！我靠在软榻上，由衷的感叹道。就在我欣赏着这场盛大的烟火秀时，神念微动，忽然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洛阳古城废墟的东方，约莫1000里之外的一处山谷里，正有10几道狼狈的身影在仓皇逃窜，而在他们身后，几头从刚才那是魂至尊的黑雾中逃逸出来的魔物正紧追不舍。这10几个人修为都不高，最强的也不过是问道境，但他们身上却都带着一股不屈的意志，尤其是为首的一个少年，明明已经身受重伤，却依旧死死地护在众人身前。他身上流淌的血液竟然是金色的，有点意思，竟然是人皇体。我来了点兴趣，人皇体在仙域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体质了，虽然比不上我自己的长生仙体，但若是成长起来，一尊圣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没想到在这种小地方还能碰到一个，也罢，相见就是有缘。今天本少主心情好，就随手结个善缘吧。我心里想着，随手从旁边果盘里拿起一颗没吃完的珠果，屈指一弹，咻，那半颗珠果化作一道流光，瞬间跨越千里之遥，精准地出现在那名人皇体少年的面前。山谷中，少主，你快走，我们来殿后。一名忠心耿耿的护卫挡在少年身前，怒吼着引爆自己的神魂，化作一片火海，暂时阻挡住魔物的脚步。王叔，少年目眦欲裂，双眼血红，他们是中州一个古老世家的传人。黑暗动乱爆发，家族覆灭，他们是仅存的火种，一路从尸山血海中逃亡至此，可如今似乎也要走到尽头了。少主，不能让王护卫白白牺牲，我们走。剩下的人拉着少年就想继续逃，可就在这时，一道红光从天而降，悬浮在少年面前，那是一颗啃了一半的果子。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天上掉馅饼，不掉果子。少年也是一脸茫然，但当他闻到那果子散发出的那股磅礴到让他神魂都在站立的生命精气时，他整个人都傻了。他能感觉到，只要吃下这半颗果子，伤势不仅能瞬间痊愈，修为甚至能直接突破。这是神果，绝对是神人赐下的神果。他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抓住果子，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塞进嘴里。轰！一股恐怖的能量在他体内炸开，他那原本重伤垂死的身躯瞬间恢复如初，金色的气血冲天而起，修为节节攀升。问道境中期，问道境后期，巅峰7境，燃星火之灯。神迹啊！是哪位神人出手救了我们？他们齐齐朝着果子飞来的方向，也就是洛阳城的方向，跪了下去，激动的磕头，多谢神人救命之恩，晚辈李成，日后若能平定动乱，必为神人立庙塑身，日夜供奉。9龙沉香辇内，我听到这声嘶力竭的感谢，只是淡淡一笑，立庙塑身倒也不必，举手之劳罢了。对我来说，这真的只是举手之劳，就像一个亿万富翁随手丢给路边乞丐1块钱。
前一样，甚至都懒得去记对方长什么样。然而，整个玄天大陆突然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一下，一股比之前所有黑暗至尊加起来还要恐怖千万倍的气息，从玄天大陆最深处的一片生命禁区藏天谷地之中冲天而起。那气息让整个世界的大道都在哀鸣，法则都在退避，就连正在四处扫荡的天歌军将士们都纷纷停下动作，脸色凝重地望向藏天谷地的方向。车辇外，一直闭目养神的三长老顾血道也猛地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战意。总算来了个像样点的家伙，一个17至圣境的黑暗至尊吗？有意思，这下总算能好好活动活动筋骨了。藏天谷地，玄天大陆7大生命禁区之首，传闻这里是上一个纪元的神魔战场，埋葬着不止一尊真正的神魔，怨气与死气交织，形成整个大陆最恐怖的绝地。即便是黑暗动乱爆发之前，这里也是所有修士的噩梦，圣人进入都有陨落的风险。而此刻，随着那股恐怖气息的苏醒，整个藏天谷地都在剧烈的颤抖，一座座由神魔骸骨堆砌而成的万丈巨山轰然崩塌，干涸的血色大地上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深渊，无尽的黑暗死气如同井喷一般从深渊中疯狂涌出。是谁唤醒本皇？那声音仿佛拥有某种魔力，仅仅是响起，就让整个中州乃至整个玄天大陆所有幸存的生灵都感到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刚刚因为天歌军团的降临而看到一丝希望曙光的玄天大陆土著们，再一次陷入无尽的绝望。天啊，那是什么？藏天谷地禁区最深处的东西苏醒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刚出狼窝又入虎口，无数修士面如死灰，甚至一些心智不坚者直接被这股气息压迫的神魂崩溃，当场暴毙。就连刚刚得到神果修为大进的人黄体少年李成，此刻也是脸色煞白，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好可怕的气息，这绝对是超越仙人的存在。他身边的护卫们更是直接瘫软在地，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股气息面前，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可能被倾覆。轰隆隆，在无数生灵惊恐的注视下，藏天谷地的中央，一座巨大无比的黑色石棺缓缓从地底升起，石棺之上烙印着日月星辰、宇宙生灭的景象，一股股浓郁到化不开的恐怖气息从中弥漫而出，压得整个世界的天道都在哀鸣。是黑暗古皇，沉睡在藏天谷地最深处的无上存在。传闻他曾是上个纪元一统玄天大陆的皇者，为了求长生，不惜自斩一刀，堕入黑暗。他竟然还活着，一些活了无数岁月，知道一些上古新秘的老怪物发出绝望的哀嚎，准地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物出世，整个玄天大陆将再无任何一丝生机。咔嚓，石棺的棺盖缓缓打开，一只干枯苍白、指甲漆黑如墨的手从棺材里伸出来，搭在棺材的边缘。紧接着，一道身穿残破黄袍、头戴地冠、面容枯槁的身影缓缓从石棺中坐起。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坐起动作，整个玄天大陆的虚空便如同镜面一般，寸寸碎裂，无数的法则神链在他周身显化，然后又瞬间崩断。他那双空洞的眼眶中，两团幽蓝色的魂火缓缓燃起，目光似乎洞穿时空，瞬间就锁定在洛阳古城上空那群气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金甲骑士身上。外来者，黑暗古皇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疑惑。有意思，竟然能撕裂世界壁垒，降临到本皇的沉睡之地。你们也是为了这方世界成熟的本人而来吗？他缓缓站起身，一股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恐怖气势轰然爆发。可惜你们来晚了，这方世界的本源是属于本皇的。既然来了，就和这个世界一起化作本皇登仙路上的资粮吧。话音落下，他抬起那只干枯的手掌，朝着洛阳城的方向轻轻一按，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也没有毁天灭地的异象，但这一按之下，整个中州的天地都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所有的一切，空间、时间、法则、元气都在向内坍塌湮灭，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然而，就在所有玄天大陆土著都以为末日降临的时刻，一声充满狂热与兴奋的大笑骤然从那天歌军团的阵中响起，直接盖过黑暗古皇那装逼的气势。区区一个圣境，也配称之为帝？顾血道一步从军阵中跨出，浑身的战意如同火山般喷发。他看着那只按来的黑暗大手，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兴奋的浑身都在发抖。下一刻，他的身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涨，1000丈、万丈、10万丈，眨眼之间，顾血道便化作一尊头顶苍穹、脚踏大地的万丈法身。他浑身燃烧着金色的气血火焰，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恐怖的至尊威压冲天而起，直接将黑暗古皇那引以为傲的气势冲得七零八落。什么？黑暗古皇那空洞的眼眶中，两团魂火剧烈的跳动了一下，显然是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到了。同级别的强者，而且对方的气血之旺盛，法则之凝练，似乎还在他之上。这怎么可能？他是最强的，外界怎么可能诞生出这等强者？没等他想明白，顾血道那比山岳还要巨大的拳头，已经带着撕裂天地的恐怖威势轰了过来，给老子破！一声暴喝，响彻天地。轰！两股至强的力量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想象中天崩地裂的场景并没有发生。黑暗古皇那足以湮灭一方天地的黑暗大手，在顾血道那纯粹到极致的暴力拳头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被摧枯拉朽般一拳打爆。金色的拳锋去势不减，直接轰在黑暗古皇的身上。17至圣境与18至尊境，别看只差了一境，那是圣道领域与仙道领域的巨大差距。更何况顾血道在至尊中都不是弱者。噗！黑暗古皇那坚不可摧的准地之躯，如同破麻袋一般，直接倒飞出去，狠狠地砸进藏天谷地的深处，将无数神魔骸骨堆成的巨山都撞得粉碎。一拳，仅仅一拳，一尊让整个玄天大陆都为之绝望的黑暗古皇就被打飞了。整个玄天大陆所有关注着这一战的生灵全都傻了。李成张大着嘴巴
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那些刚刚还面如死灰的老怪物们，此刻也是一脸的呆滞。这是什么情况？剧本不是这么演的。九龙沉香碾内，我看着这一幕也是撇了撇嘴。三伯还是这么暴力，明明可以用法则神通解决，非要用拳头。我心里吐槽着，顺手又拿起一颗灵果，咬了一口。你是什么人？藏天谷地的废墟中，黑暗古皇狼狈地爬起来，他胸口塌陷下去一个巨大的拳印，黄袍破碎，头上的地冠都歪了。他那双幽蓝色的魂火死死地盯着顾穴道那顶天立地的法身，声音里充满惊怒和不可思议。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的法则，你的大道都与此界格格不入。你们是仙域的人，你们为何要跨界而来？他终于反应过来了，这群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废话真多。顾穴道掏掏耳朵，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黑暗古皇，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鸡。别叫了，赶紧给老子现出原形！我家少主正好缺个拉车的坐骑，我看你就挺合适。缺个拉车的坐骑。当顾穴道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黑暗古皇那空洞的眼眶中，两团魂火疯狂地跳动着，仿佛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堂堂黑暗古皇，上个纪元的无上主宰，现在竟然有人说要让他去当坐骑，这是何等的羞辱！找死！一字一句，如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蕴含着无尽的愤怒和杀意。轰！一股比之前还要恐怖数倍的黑暗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整个藏天谷地所有的死气、怨气，在这一刻仿佛受到召唤一般，疯狂地向着他的身体汇聚而来。他的身躯开始膨胀，干枯的血肉重新变得充盈，一条条漆黑的魔纹在他身上浮现，散发着不祥与毁灭的气息。本皇要将你碎尸万段！黑暗古皇仰天咆哮，声音震动9天10地。然而，面对他这副拼命的架势，顾穴道只是不屑地撇了撇嘴。生气了，正好老子还没打过瘾呢。他扭了扭脖子，发出嘎嘣嘎嘣的脆响，那双比太阳还要璀璨的眸子中，战意越发高昂。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力量！顾穴道暴喝一声，万丈法身之上，金色的气血火焰冲天而起，直接将天穹都烧出一个巨大的窟窿。他再次挥动拳头，这一次他的拳头上缠绕着一道道由法则凝聚而成的神链，每一道神链都仿佛蕴含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益，霸道刚猛，一力破万法。给我躺下！轰！这一拳直接打得时空崩塌，大道磨灭。黑暗古皇瞳孔猛缩，他从这一拳中感受到一股让他神魂都在战栗的死亡威胁。他想躲，却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被那股恐怖的权益彻底锁定，根本无处可逃。不，他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将全身所有的黑暗本源之力都汇聚在身前，形成一面厚重无比的黑暗神盾。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咔嚓，那面足以抵挡普通至尊全力一击的黑暗神盾，在顾穴道的拳头面前，连一息都没能撑住，轰然碎裂。金色的拳头长驱直入，结结实实的印在黑暗古皇的胸膛之上。噗！黑暗古皇再次喷出一口黑色的血液，整个胸膛连带着里面的骨骼、内脏都被这一拳彻底打成虚无。他的身体将藏天谷地本就破碎的大地离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这一次他没能再爬起来，他躺在深渊的尽头，只剩下半截身子，气息萎靡到极点，那双幽蓝色的魂火也变得忽明忽暗，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他败了，败得彻彻底底，毫无悬念。从始至终，他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没能碰到。为什么？同为准地，差距为何会如此之大？黑暗古皇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不甘和迷茫。顾穴道那万丈法身一步跨出，瞬间就来到深渊之上，低头俯视着他，冷笑道：准地，你一个圣境，谁跟你同为准地？老子可是至尊，正儿八经的18境至尊，你这种靠着吞噬世界本源走了捷径的伪帝，也配跟老子相提并论？也就是在这个破地方，法则不全，压制老子90%的实力，不然你连老子一根手指头都接不住。顾穴道的话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敲在黑暗古皇的心头。至尊18境，这都是什么境界？他只知道自己所在的准地境已经是这个世界修行的终点，再往上便是传说中的仙。难道仙域的境界划分与这里完全不同？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行了，别装死了。顾穴道伸出大手，像抓小虫子一样将黑暗古皇那残破的身躯从深渊中抓出来，给你2个选择。现在就现出原形，乖乖给我家少主当坐骑，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说不定还能跟着混个长生。2，老子现在就把你捏死，抽出你的本源，炼成大丹，自己选吧。顾穴道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黑暗古皇沉默了，他那仅剩的半截身子在顾穴道的手中微微颤抖。尊严在绝对的实力和死亡面前，尊严又算得了什么？他为了长生，可以自斩一刀，堕入黑暗，苟延残喘数个纪元。现在一个活下去，甚至可能真正长生的机会就摆在面前，他还有得选吗？我选一。一个屈辱而又艰涩的声音从黑暗古皇的口中传出：算你识相。顾穴道满意地点点头。只见黑暗古皇那残破的人形身躯开始剧烈的扭曲变化，最终在一阵刺眼的光芒过后，一头体型庞大，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甲，头生独角，背生双翼，外形酷似麒麟，却又更加狰狞霸气的一手出现在半空中。这便是黑暗古皇的本体，一头上古时期的黑暗麒麟。只是此刻，这头曾经威震一个纪元的黑暗麒麟眼中再无半分霸气，只剩下无尽的屈辱和一丝对未来的迷茫。不错，长得还挺威风。顾穴道打量一下，然后随手在他身上打下数10道禁制，彻底掌控他的生死。做完这一切，他才拎着这头新收的坐骑回到九龙沉香眼前，一脸献宝似的对着车辇里的我喊道：云儿，你看
三伯给你抓的这头坐骑怎么样？以后出门就让他拉车，比那9条长虫可威风多了。车辇里，我放下手中的玉杯，有些无语的看着那头一脸生无可恋的黑暗麒麟。三伯，我已经有9龙沉香辇了，再弄个坐骑，是不是有点多余？不多余，不多余。顾穴道把胸脯拍得梆梆响，这可是至圣级别的坐骑，虽然咱家也有几头，不过这种变异麒麟还是没有几头的。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久违的声音：检测到主线任务2，杀死一尊黑暗至尊，已变更；见证一尊黑暗至尊的陨落，已完成；检测到终极任务，终结此次动乱，已变更；见证此次动乱的终结，已完成。正在发放任务奖励，奖励大地本源完整1，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奖励随机仙体本源1份，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奖励混沌仙钟，已发放至系统空间。新手任务已全部完成，诸天打工人系统正式更名为诸天度假系统。系统精灵小爱竭诚为您服务。尊敬的宿主，请问您现在需要什么服务吗？需要小爱为您播放一首 BGM 吗？我还没来得及吐槽系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就被那一连串的奖励给吸引了。大地本源、随机仙体本源、混沌仙钟，好家伙，这奖励一个比一个顶。系统，哦不，小爱是吧？我在心里试探性的问道。把奖励都拿出来我看看。好的呢，尊敬的宿主。系统精灵小爱那甜的发腻的声音响起。下一刻，我的系统空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那片虚无的空间瞬间变成一间装修奢华的总统套房。正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3样物品，一团散发着无上地威，仿佛蕴含着一个完整宇宙生灭的金色光团，正是那大地本源。一团被混沌气包裹，看不清具体模样，但却散发着与我自身长生仙体同源又有所不同的气息的光团，这应该就是随机仙体本源了。最后则是一口古朴厚重通体由不知名神金铸就，上面烙印着日月星辰混沌神魔图案的青铜大钟，正是混沌仙钟。我的目光瞬间就被那口混沌仙钟给吸引了，我能感觉到这口钟与我爷爷那口青铜仙棺以及我筑基用的混沌青莲台似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带着同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古老气息，这绝对是逆天级别的宝贝。小爱，这混沌仙钟有什么来头？我好奇地问道。回宿主的话，混沌仙钟乃是与混沌青莲台伴生的先天至宝，主杀法钟声一响，可镇压万古时空，磨灭大道法则，威能无穷。主杀法的先天至宝，我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我现在正缺一件趁手的兵器呢，这混沌仙钟来的正是时候。至于那大地本源，对我来说也用处不小。我父亲顾灵天就是天地境，若是能将这团本源炼化，再加上此方世界本源，说不定真能像爷爷说的那样，窥探到真仙之境的奥秘。而那随机仙体本源，我看了一眼，发现那是一团不灭仙体的本源。不灭仙体主张肉身不朽，万劫不磨，号称滴血重生，也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仙体。不过我自己已经是长生仙体了，仙体之间存在本源冲突，我无法再融合第二种。这玩意倒是可以给老爹或者爷爷。我心里盘算着，渊儿，想什么呢？顾穴道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拉回来。没什么，三伯，我回过神，看着眼前这位一脸兴奋的三伯，还有他手里拎着的那头已经彻底认命的黑暗麒麟，说道：“这坐骑我就收下了，多谢三伯。虽然我觉得自己用不上，但毕竟是三伯的一片心意，不好拒绝。哈哈，你喜欢就好。”顾穴道大喜，随手将黑暗麒麟丢到九龙沉香辇前。那黑暗麒麟落地，庞大的身躯让大地都震了震。他看了一眼拉着车辇的那9条气息恐怖的真龙，又看了看车辇上那个平平无奇的少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想不通，自己堂堂准帝，哦不，现在是至圣了，怎么就沦落到要跟9条爬虫一样，去给一个搬血镜的小屁孩拉车的地步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长老，所有禁区已全部肃清，禀告长老，东荒余孽已尽数剿灭，南海平定。就在这时，一道道神念传音从玄天大陆各处汇聚而来，向顾穴道汇报着战况。仅仅是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肆虐整个玄天大陆数百年的黑暗动乱就被天歌军团这支先锋部队给彻底平定了。那些在玄天大陆土著眼中不可战胜、高高在上的黑暗至尊们，连朵像样的浪花都没翻起来，就被全部拍死。干得不错！顾穴道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转身对我说道：“渊儿，这方世界已经打扫干净了，你看，接下来是直接开始抽取世界本源，还是……”他的意思很明显，这方世界已经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想了想，说道：“不急，反正也跑不了，我还没好好逛逛呢，先带我四处看看吧。我现在对这个世界还是挺好奇的，毕竟这可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总得视察一下自己的产业不是？”好嘞，没问题。顾穴道一口答应下来。你想去哪？三伯带你去，就先去那些所谓的生命禁区看看吧，听说里面有不少好东西。我说道：“我可是听系统介绍过，这些生命禁区都是上个纪元甚至更古老时代的遗迹，里面藏着不少秘密和宝藏，现在这些都信故了。走，我们这就去藏天谷地。”顾穴道大手一挥，亲自驾驭着九龙沉香辇，那头刚刚上任的黑暗麒麟也被临时充当护卫，跟在车辇旁边，一同朝着藏天谷地的方向飞去。一路上，玄天大陆的景象可谓是满目疮痍，大地之上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和残破的尸骸，无数的城池化为废墟。曾经繁华的人间，如今只剩下死寂。虽然黑暗动乱的源头被清除了，但这场浩劫带来的创伤，恐怕需要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才能慢慢恢复。不过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来接收胜利果实的胜利者，不是来当救世主的。很快，九龙沉香辇便降临在藏天谷地的上空。此刻的藏天谷地已经被天歌军团彻底离了一遍，所有的黑暗生物，所有的怨气死气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原本那股让人神魂战栗的死寂气息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老
苍茫的气息。我从车辇中走出，踏上这片由神魔骸骨铺就的大地，我能感觉到这片土地之下蕴含着极为庞大的能量。三伯，这下面说不定有好东西呢。懂的。顾穴道嘿嘿一笑，雁过拔毛，寸草不留，是顾家一贯的传统。他对着身后的天歌军将士一挥手，都听到了吗？开挖，把这地底3万尺都给老子翻过来，所有宝贝都归少主所有。遵命。数千名天歌军将士齐声应和，然后便如同辛勤的工兵一般，开始在这片藏天谷地中展开地毯式的挖掘。有的将士直接显化出万丈法身，双手如同巨大的挖土机，一抓就是一座山；有的将士祭出自己的法宝，化作一道道神光，深入地底，探寻着宝物的气息。一时间，整个藏天谷地都响起哐当哐当的挖掘声。我则背着手，像个监工一样在旁边溜达。少主，您看这个。不一会儿，一名校尉兴冲冲地跑过来，手里捧着一截金色的骨头，这是从地底挖出来的，似乎是一头上古神猿的指骨，上面还残留着一丝不朽的神性，是炼器的绝佳材料。我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还行吧，赏你了，谢少主。校尉兴高采烈，跟着少主果然有肉吃。少主，您再看这个。又一名都统跑了过来，手里托着一株流光溢彩的神药，这是一株至少有10万年份的圣药，九转还魂草，有生死人，肉白骨质奇效。我闻了闻，点点头，味道不错，你拿去泡茶吧。少主，少主，我这里挖到一座神经矿脉。少主，我发现一口沉睡着神魔残魂的血池。少主，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战利品被源源不断的送到我面前，这些在玄天大陆，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腥风血雨的至宝，在我眼中却都显得平平无奇。这些东西，顾家都有，我从小用到大，还不如赏赐给这些追随我、日后为我所用的顾家将士呢。就在我感觉有些无聊，准备回车辇上继续躺着的时候，远处一道流光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飞来。那流光中是一道身穿残破凤袍、面容绝美，但却带着一丝英气和疲惫的女子身影。她的气息赫然达到了14境准圣境，流光划破长空，最终停在了藏天谷地的边缘。光芒散去，露出一道高挑而决绝的身影，正是玄天大陆人族最后一位擎天之柱，苦苦支撑着残存势力的玄天女帝骆冰瑶。她身穿的凤袍早已在连年的征战中变得残破不堪，上面沾满了干涸的血迹，有敌人的，也有她自己的。那张本该风华绝代的脸上，此刻也写了疲惫与憔悴，唯有那双凤眸之中还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她来了。在感知到藏天谷地那股17境气息苏醒的刹那，她便没有任何犹豫，告别追随自己的部下，独自一人赶赴此地。她知道自己此行有死无生，麒麟古皇那是她无法想象更无法抗衡的存在，但她必须来。作为人族最后的女帝，她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人族的存续流尽最后一滴血，哪怕只是为了给那些幸存的子民多争取一丝微不足道的生机，她也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当她真正抵达藏天谷地时，眼前的景象却让她整个人都愣住了。想象中那毁天灭地的准帝之威并未出现，笼罩此地万古岁月的死寂与不祥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宫地。只见那片传说中圣人都不敢踏足的禁区核心，此刻正有数千名身穿金色神甲、气息恐怖到让他神魂都在站立的骑士在挖地。他们有的化身万丈巨人，双手并用，将一座座神魔骸骨堆成的山峰当成土堆一样轻松推平；有的祭出各种他闻所未闻的法宝，将大地钻出一个个深不见底的窟窿。哐当哐当，挖掘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喂，那边的，你挖到我这边来了，滚蛋！这块地明明是我先看上的，这块神魔头盖骨是我的，都别抢，所有东西都是少主的，谁敢私藏，军法处置。骆冰瑶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了。这是什么情况？藏天谷地被强拆了，那些金甲骑士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他们口中的少主又是谁？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荒诞离奇的景象。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一道身影晃晃悠悠地从那片工地中走出来，那是一个看起来不过18、19岁的少年，身穿一袭简单的白衣，黑发披肩，面容俊美的不像话。他背着双手，像个巡视领地的地主老财，脸上还带着一丝百无聊赖的神情。骆冰瑶的瞳孔在看到那名少年的瞬间猛地一缩，他看不透，以他准圣的修为，竟然完全看不透我的深浅。我就那么普普通通地站在那里，身上没有任何法力波动，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但是骆冰瑶的直觉却在疯狂地向他报警：我是谁？骆冰瑶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而另一边，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我打量了骆冰瑶一眼，心里也是微微有些诧异。准圣还是个女的，长得倒还不错，就是穿得破了点，跟个要饭的似的。不过她手里那把剑有点意思。我的目光落在了骆冰瑶紧握在手中的那把古朴长剑上，那把剑剑身布满裂纹，剑刃也多有残缺，看起来就像一块废铁。但是我却能从那把剑的内部感受到一丝微弱的却又精纯无比的仙荡气息，半仙气，而且还是剑胚形态的。我来了兴趣，这种东西在仙域也不多见，虽然只是残破的，但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材料将其修复，再由顶级的炼器大师出手，说不定能炼制出一件真正的仙器来。仙器这东西放在顾家也不嫌多，毕竟还可以让老祖浑身上下武装到牙齿嘛。喂，那个要饭的，我冲着骆冰瑶懒洋洋地招了招手。骆冰瑶身体一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饭的，他是在叫我堂堂玄天女帝，人族最后的希望，在他眼里竟然是个要饭的。一股屈辱感瞬间涌上心头，但他不敢发作，因为随着我开口，周围那数千名正在施工的金甲骑士齐刷刷地停下手中的动作，一道道冰冷锐利足以撕裂天地的目光瞬间锁定在他的身上。骆冰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
直冲天灵盖。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有任何移动，下一秒就会被这些恐怖的目光撕成碎片。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屈辱和惊惧，迈开脚步，小心翼翼地朝着我走来，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仿佛他脚下踩的不是神魔的骸骨，而是刀山火海。过来，我见他磨磨蹭蹭的，有些不耐烦地勾了勾手指。骆冰瑶心中一凛，不敢再有丝毫怠慢，加快脚步。终于，他走到我面前，离得近了，他才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我身上那股若有若无，却又仿佛与天地大道融为一体的恐怖气息。他甚至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我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方天地的化身，世道的巨献。您是？骆冰瑶艰难地开口，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伸手指了指他手里的剑，你那把破剑，给我看看。我的语气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一种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命令。骆冰瑶的心猛地一沉，这把诛仙剑是他师门传承了无数万年的至宝，也是他如今最大的依仗。虽然他已经残破，威能十不存一，但依旧是整个玄天大陆最顶尖的神兵之一。现在这个神秘的少年竟然一开口就要他的剑，这是我师门传承之物，恕难从命。骆冰瑶咬着牙，鼓起此生最大的勇气拒绝道。然而他话音刚落，轰！一股恐怖的杀气骤然从他身后爆发。只见一名手持天戈的金甲骑士，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那冰冷的戈刃就悬在他的后颈之上，只要轻轻一划，他的头颅便会瞬间落地。少主让你拿你就拿，哪来那么多废话？那名骑士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在骆冰瑶耳边响起。骆冰瑶的身体瞬间僵硬，冷汗浸湿了他的后背。他毫不怀疑对方话里的真实性，他能感觉到自己只要再敢说一个不字，下一秒就会神形俱灭。骆冰瑶感觉自己的脖子凉飕飕的，那杆金色天戈上传来的锋锐气息让他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再多说一个字，脖子上的这玩意儿就会毫不留情地滑下来。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骆冰瑶的心沉到谷底。他本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对抗藏天谷地的黑暗古皇的，没想到古皇没见到，反而遇上了一群更加恐怖也更加不讲道理的存在。我看着眼前这个浑身僵硬、脸色煞白，但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倔强的女人，心里觉得有点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犟呢？我摆了摆手，示意身后的护卫退下。那名天歌军的骑士见状，冷哼一声，收回天歌，但那股锁定骆冰瑶的杀气却丝毫未减。行了，别吓着人家小姑娘，我懒洋洋地说道。虽然这个世界是我的了，但本少主不是强盗，不会白拿你的东西。听到这话，骆冰瑶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了一些。不是强盗，那就是可以谈。我这把剑名为诛仙，是我师门传承的信物，对我意义重大，还望阁下能够理解。骆冰瑶深吸一口气，语气尽量保持着平静，不卑不亢地解释道：诛仙，我眉毛一挑，口气倒是不小，一把破破烂烂的半仙器剑胚，也敢叫这个名字？骆冰瑶心中一震，半仙器剑胚，他竟然一眼就看穿诛仙剑的本质。这把剑的来历，在玄天大陆是绝对的秘密，除了历代女帝，无人知晓，就连他自己，也是在继承大统之后，才从师门的古籍中了解到，这把剑并非凡品，而是一件超越圣兵的存在。可眼前这个少年，竟然随口就道出他的根底，还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行了，别废话了。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的思绪，本少主看上你这把剑了，开个价吧，要什么东西来换？我现在对这把剑的兴趣越来越大了，一个只能诞生出17境至圣境，而且还是走错路的伪帝，竟然能孕育出半仙器剑胚，这本身就很不寻常。换！骆冰瑶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提出交易，一时间他的大脑有些转不过弯来。换什么？怎么想不出来？我看着他那副呆呆的样子，撇了撇嘴，算了，看你这穷酸样，估计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我随手从自己的储物戒指里摸索起来，这个储物戒指是我18岁成人礼时我那位瑶池圣主老妈送的礼物，里面的空间大得吓人，装了几十个宝库都绰绰有余。这个要不要？9转金丹，至圣境强者受了伤，吃一颗也能立马活蹦乱跳。我拿出一个玉瓶，在骆冰瑶面前晃了晃，骆冰瑶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9转金丹，那不是传说中只有仙人才能炼制出的无上神丹吗？还是给至圣境强者用的。至圣境又是什么境界？他感觉自己的认知正在被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不要！我看他没反应，随手又把玉瓶丢回去，继续在戒指里翻找。那这个呢？悟道古茶树的茶叶，喝一口能让人陷入顿悟状态，参悟大道法则，效果还行。我又拿出一包用神蚕丝包裹的茶叶，骆冰瑶的呼吸都快停滞了。悟道古茶树，这个他知道，那不是只存在于最古老神话中的天地灵根吗？传闻中喝上一口它的叶子泡的茶就能立地成圣，他竟然有一包，还用效果还行来形容，还不要？我见他还是呆若木鸡，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算了算了，本少主懒得跟你废话了。我有些烦躁的在储物戒指里划了一下，摸出一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玉瓶，直接丢到骆冰瑶的怀里。这个给你，里面有10颗破圣丹，圣境之下的人吃了能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没什么副作用，就是味道不怎么好。你那把破剑，本少主就当是买了。说完，我也不等骆冰瑶反应，直接伸出手，一股无形的力量卷起，骆冰瑶手中的诛仙剑便不受控制的脱手而出，轻飘飘的落入我手中。骆冰瑶下意识的抱住怀里的玉瓶，整个人都傻了。他低头看了看怀里那散发着浓郁丹香的玉瓶，又抬头看了看那个已经开始把玩自己佩剑的少年，大脑彻底宕机。破圣丹，圣境之下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还没什么副作用。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这种逆天的丹药，他就这么随手丢过来了，还一给就是10颗，就为了换自己这把残破的诛仙剑。这哪里是交易，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施舍。一股前所未有的荒谬感和冲击感在骆冰瑶的心中炸开。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玄天大陆最顶尖的存在，是人族的守护神，是无数生灵仰望的女帝。可直到今天，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贫穷。在这些人面前，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那么不值一提。剑倒是不错，就是破了点。我拿着诛仙剑掂了掂，入手微沉，剑身上那股不屈的剑意让我颇为满意。三伯，我回头喊了一声：“哎，渊儿，啥事？”一直像门神一样戳在旁边的顾血道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这把剑麻烦帮我找个炼器师给我修修，再加点好料，弄得漂亮点。我随手将诛仙剑丢给顾血道，好嘞。顾血道接过剑，看了一眼，点点头，是块好胚子。回头我让家族里最好的炼器大宗师给你弄，保证弄得漂漂亮亮的，让你带出去有面子。说着，他瞥了一眼旁边还处于石化状态的骆冰瑶，嘿嘿一笑：“渊儿，这小妞怎么处置？我看她根骨还行，要不也给你抓回去当个侍女。”侍女？骆冰瑶浑身一震，从石化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看着眼前这个一脸坏笑的红发壮汉，又看了看那个一脸无所谓的少年，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我堂堂玄天女帝，竟然要沦落到给人当侍女的地步吗？她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屈辱、不甘、愤怒，种种情绪在她心中交织，但最终都化作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反抗？拿什么反抗？对方一个眼神就能让她神形俱灭。她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侍女？我看了一眼骆冰瑶，不得不说，这女人虽然穿得破了点，但底子确实不错，身材高挑，容貌绝美，尤其是那股清冷又倔强的气质，在仙域那些娇生惯养的圣女公主里还真不多见。不过我身边的侍女已经够多了，青儿和珠儿两个都是圣人境的道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暖床叠被更是一绝，伺候得我舒舒服服的，暂时也不想再加人了。算了，我那不缺人。我摆了摆手，兴趣缺缺。我看着骆冰瑶，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件可有可无的物品。不过我话锋一转，摸了摸下巴，似乎想到了什么。这个世界现在被打得破破烂烂的，连个能管事的人都没有。我看你好像是这个世界土著里修为最高的了。骆冰瑶心中一紧，不知道这位神秘的少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回阁下的话，小女子骆冰瑶是玄天大陆人族的帝。说到最后那个帝字，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在这些人面前，她实在没脸自称为帝。女帝啊，我点点头，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行吧，既然你是女帝，那以后这个世界就交给你来管了。我随口说道，就像是在安排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什么？骆冰瑶再次愣住，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说什么？把这个世界交给我来管？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从今天起，骆冰瑶就是我顾渊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我看着他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些不耐烦地解释道：“你的任务就是帮我管理好这个世界，恢复秩序，安抚生灵，顺便帮我搜集一下这个世界有什么天才地宝、好玩的东西之类的。当然，你也不是白干，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有我罩着你，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横着走，谁要是不服，你就报我的名字。”我双手抱胸，下巴微抬，姿态拿捏得足足的，给你个机会，当我的追随者，怎么样？干不干？追随者、代理人，骆冰瑶的大脑已经彻底无法思考了。幸福不是震撼，来得太突然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最好的下场就是被抓去当个卑微的侍女，从此失去自由，任人摆布，却没想到对方非但没有伤害他，反而给了他一个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承诺，成为他的追随者，管理整个玄天大陆。这是真的吗？他看着眼前这个少年，他虽然语气轻佻，神态倨傲，但那双清澈的眼眸中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容置疑的威严。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说出口的承诺就一定会实现，这是一种源于绝对实力和至高地位的自信。怎么还不愿意？我看他半天没反应，眉头皱了起来。我告诉你，想当我顾渊追随者的人，从仙域南天门能排到北天门去，给你这个机会，是看你还算顺眼，别不识抬举。旁边的顾穴道也帮腔道：“就是小妞，你可想清楚了，这可是天大的造化。我们少主是谁？那可是……嗨，总之是我们顾家最尊贵的存在，能当他的追随者，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骆冰瑶浑身一颤，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看着我，那双原本充满绝望和警惕的凤眸中，此刻只剩下无尽的激动和狂热。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是他自己，也是整个玄天大陆唯一的机会，抱上这条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腿。别说重建玄天大陆，就是让玄天大陆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也并非不可能。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对着我单膝跪地，右手抚胸，行了一个玄天大陆最古老也最庄重的骑士礼。骆冰瑶愿追随少主，誓死效忠，永不背叛。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苦苦支撑、孤立无援的玄天女帝，她是长生帝族、万古第一天骄、顾渊少主的追随者。很好，我满意地点点头，总算找了个免费的劳动力，以后这个世界的杂事就不用自己操心了。我从储物戒指里又掏出一块刻着顾字的令牌，丢给骆冰瑶，这是我的身份令牌，你拿着，以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捏碎它，我会派人来帮你。另外，别叫我少主了，听着别扭，叫我公子就行。是公子。骆冰瑶双手接过令牌，如获至宝，他能感觉到这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令牌上蕴含着一股让他心悸的力量，仿佛与冥冥中的某个伟大存在建立了联系。行了，没什么事你就先去忙吧。我挥了挥手，像是在打发一个下人。对了，记得把你手下那些残兵败将都召集起来，我三伯他们挖出来的这些垃圾，哦不是战利品，还得找人搬呢。骆冰瑶他看了一眼那片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藏天土地，以及周围堆积如山的任何一件拿出去都足以让圣人疯狂的神采宝样，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些都是垃圾。这位公子对垃圾的定义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不过他不敢多问，只能恭恭敬敬地应道：“是公子。”冰瑶这就去办。说完，他便起身，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飞去。只是这一次，他的背影不再是决绝和悲壮，而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干劲。看着骆冰瑶离去的背影，顾穴道凑到我身边，嘿嘿笑道：“渊儿，你这招高啊，兵不血刃就收服一个准圣当打手。
还顺便解决了这个世界的管理问题。有你爹当年的风范，我白了他一眼。什么叫打手？这叫人才引进。走吧，三伯，这里也挖得差不多了，带我去下一个禁区看看。骆冰瑶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人族最后的聚集地天玄圣地。这里原本是中州一个顶尖的修炼圣地，但在黑暗动乱中早已覆灭，如今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被骆冰瑶当成了临时的大本营。当他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天玄圣地上空时，下方留守的数万名人族修士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是女帝，女帝回来了，太好了！女帝安然无恙。一名白发苍苍、修为已至14准圣境的老者颤颤巍巍地飞上前来，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他是天玄圣地上一代的老圣主，也是如今骆冰瑶身边辈分最高、实力最强的宿老。陛下，您终于回来了。藏天谷地那边，老圣主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和恐惧。不久前，那股从藏天谷地传来的恐怖气息，几乎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女帝此去必死无疑。骆冰瑶看着眼前这些追随自己、满脸关切的子民，心中百感交集。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朗声宣布道：“诸位，听我说，从藏天谷地苏醒的黑暗古皇已经被天外神人镇压，肆虐我们玄天大陆数百年的黑暗动乱已经结束了。”轰！他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整个天玄圣地先是陷入一片死寂，紧接着爆发出比之前强烈千万倍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什么？黑暗动乱结束了？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得救了！无数人相拥而泣，喜极而泣。他们被黑暗压迫了太久太久，久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希望是什么滋味。而现在，希望以一种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从天而降。老圣主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他抓住骆冰瑶的手，语无伦次地问道：“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外神人又是何方神圣？”骆冰瑶看着众人激动的样子，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将自己在藏天谷地的所见所闻，除了自己成为顾渊追随者这件事之外，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众人。当听到那些足以毁灭世界、让无数生灵绝望的黑暗至尊，在那群金甲骑士面前脆弱的如同蝼蚁，被砍瓜切菜一般轻松剿灭时，所有人都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当听到连传说中的黑暗古皇都被其中一名红发神将一拳打爆，最后被抓去当坐骑时，他们更是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震碎了。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那到底是怎样一群伟大的存在？陛下，您的意思是我们玄天大陆被那些天外神人拯救了？老圣主消化了许久，才勉强理解了骆冰瑶话里的意思。可以这么说。骆冰瑶点点头，神情变得无比庄重。但他们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他们是来征服的。从现在起，玄天大陆已经易主，他的新主人是一位名叫顾渊的公子，而我骆冰瑶已经宣誓效忠于公子。从今往后，我将作为公子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负责管理玄天大陆的一切事务。这番话一出，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众人再次愣住了。世界易主了，女帝陛下向别人效忠了。这个消息比黑暗动乱结束还要让他们感到震惊。陛下，这怎么可以？一名性格刚烈的年轻将领忍不住站出来反对。我们人族好不容易才摆脱黑暗动乱，怎么能又屈居人下？您是我们玄天大陆的女帝，怎能向外人效忠？放肆！老圣主脸色一变，厉声喝道：“陛下这么做，自有他的深意，岂容你在此智慧？”那名年轻将领被喝得缩了缩脖子，但脸上依旧写满了不服。不只是他，在场的很多人心中都有类似的想法，他们敬佩女帝的为人，也感激天外神人的救命之恩。但是让他们将自己世界的统治权拱手让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外人，他们从感情上一时间难以接受。骆冰瑶看着众人的反应，似乎早有预料，他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看着那名年轻将领，问道：“张将军，我问你，若非公子和他麾下的神兵天将，我们能战胜黑暗古皇吗？”张将军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我们能平定黑暗动乱吗？张将军的头埋得更低。我们能让这个满目疮痍、法则破碎的世界恢复生机吗？张将军沉默了。骆冰瑶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声音变得高昂而有力：“都不能，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滑向毁灭的深渊，看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在一次又一次如同轮回的黑暗动乱中一个个死去。是公子给了我们希望，是他给了这个世界新生的机会。你们觉得向他效忠是屈辱吗？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屈辱，这是荣耀。能够追随在公子那样的伟大存在身后，是我们整个玄天大陆8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他的声音在整个天玄圣地回荡，振聋发聩。所有人都被他话里的情绪所感染，一个个都低下头，脸上露出羞愧之色。是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女帝的决定？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挑剔拯救了他们的神人？能活着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骆冰瑶看着沉默的众人，语气缓和下来。他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我赐下的那个玉瓶。我知道大家心里可能还有疑虑，但当我让你们看到公子随手赐下的小玩意时，你们就会明白我们与他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他打开玉瓶的瓶塞，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浓郁丹香瞬间从玉瓶中喷薄而出，化作一道道祥云瑞彩，笼罩了整个天玄圣地。所有闻到这股丹香的人，无论修为高低，无论伤势多重，都在这一刻感觉自己体内的伤势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一些卡在瓶颈多年的修士，甚至感觉自己的修为都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这是什么神丹？老圣主离得最近，感受也最清晰。他只是吸了一口丹香，就感觉自己那早已干涸的气血竟然重新变得充盈起来。他死死地盯着骆冰瑶手中的玉瓶，眼中充满骇然。骆冰瑶倒出一粒龙眼大小、通体流光溢彩、布满玄奥丹纹的丹药，托在掌心。此丹名为破圣丹。公子说，圣境之下服用一颗，便可无视瓶颈，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什么？这一次就连老圣主都再也无法保持镇定，失声惊呼出来。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这怎么可能？这完全违背了修行的常理。陛下，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一名长老颤声问道。骆冰瑶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落在了那名刚刚站
出来反对他的年轻将领身上。张将军，你如今是13境神王境，距离圣境只有一步之遥，却迟迟无法勘破，对吗？张将军点点头，脸上有些惭愧。这颗丹药便赐予你。骆冰瑶将手中的破圣丹递了过去，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服下它吗？张将军看着骆冰瑶递过来的那枚丹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他叫张成，是人族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将领，追随女帝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天资卓越，年纪轻轻就修炼到13境巅峰，被誉为最有希望在100年内踏入圣境的天才。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步之遥对他来说如同天堑。他被困在这个瓶颈已经足足50年了，50年里，他尝试无数方法，避过死关，闯过绝地，甚至9死1生才得到一株圣药，可都无济于事。圣境那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门槛，死死地将他挡在门外。而现在，女帝告诉他，眼前这颗小小的丹药能让他直接跨过这道门槛，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不信女帝，而是不敢信，这世上竟有如此逆天之物。怎么，张将军，你不敢吗？骆冰瑶看着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还是说，你觉得我会用一枚毒药来害你？末将不敢。张成浑身一激灵，连忙单膝跪地。末将只是觉得太过匪夷所思。末将愿为陛下一试。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就算这是一枚毒药又如何？他的命本就是陛下救的，能为陛下验证丹药真伪，死而无憾。更何况，万一是真的呢？那可是圣境啊，他梦寐以求的境界。想到这里，张成不再有任何犹豫，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骆冰瑶掌心接过那枚破圣丹。他没有丝毫迟疑，在数万道目光的注视下，仰头将丹药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和的暖流，瞬间流遍他的4肢百骸，没有想象中的狂暴能量，也没有任何痛苦。张成甚至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仿佛只是喝一口温水。他愣住了，难道是假的？周围的众人也都屏住呼吸，一个个伸长脖子，死死地盯着张成，想看看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1吸2吸3吸，什么都没有发生。张成依旧是那个13境巅峰的张成。人群中响起一声微不可察的叹息，不少人脸上都露出失望之色。果然，这世上哪有那么神奇的丹药？看来女帝陛下也是被那天外神人给骗了。就在那名年轻将领的脸上也露出一丝苦涩笑容，准备向女帝请罪的时候，轰！一股恐怖绝伦的气息毫无征兆地从张成体内轰然爆发，金色的圣光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而起，直接将天玄圣地上空的云层都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天地间的法则在这一刻仿佛受到召唤，疯狂地向着张成的身体汇聚而来，一道道玄奥的圣道符文在他的周身显化环绕，发出阵阵大道和鸣之音。这是成圣之兆。老圣主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瞪大双眼，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指着被圣光笼罩的张成，声音都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起来。他真的要突破了。所有人都傻了，前一刻还毫无动静，下一刻就直接引动成圣意象，这也太快了吧，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正常人突破圣境，哪个不是要提前准备数十年，沐浴斋戒，调整状态，然后闭关数年甚至数十年，在9死1生之中才有可能勘破那一丝玄机。可张成呢？他就吃了一颗丹药，站在这里，前后不过几息的功夫就要成圣了，这哪里是突破，这分明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中，张成缓缓升空，他闭着双眼，感受着体内那股源源不断仿佛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困扰他50年的瓶颈，在那股药力面前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捅破。神魂在升华，肉身在蜕变，他对天地大道的感悟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涨。圣境，这就是圣境的力量啊！张成仰天发出一声长啸，笑声如龙吟，震动九霄。他猛地睁开双眼，2道实质般的金色神芒爆射而出，整个天玄圣地都在他的圣威之下微微颤抖。他成功了，他真的踏入14境准圣境，而且他的气息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稳定攀升。准圣境初期，准圣境中期，直到准圣境后期才缓缓停下。一颗丹药不仅让他直接跨过神道领域到圣道领域的天堑，还让他连破3个小境界，直接达到圣境后期的修为。整个天玄圣地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如同被施定身术一般，呆呆地看着天空中那道散发着滔天圣威的身影，大脑一片空白。神迹，这已经不是神迹了，这是神话，是足以颠覆他们所有人认知和3观的神话。扑通，张成从空中落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着骆冰瑶，对着他身后空无一人的方向五体投地，重重地磕下去。罪将张成，叩谢公子再造之恩，从今往后，张成这条命就是公子的。公子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公子让我杀谁，我绝不皱一下眉头。他的声音不再有半分不服，只剩下无尽的狂热和虔诚。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骆冰瑶那句这不是屈辱，这是荣耀的真正含义。能追随这样的存在，何止是荣耀，这简直是天道降下的无上恩赐。看着跪在地上的新晋圣人张成，在场所有的人族修士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们的眼神齐刷刷地看向骆冰瑶，看向他手中的那个玉瓶，充满和张成一样的狂热。扑通扑通，以老圣主为首，在场数万名人族修士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我等愿追随女帝陛下，我等愿为公子效死。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云霄。骆冰瑶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也是激荡不已。他知道，从这一刻起，玄天大陆将彻底凝成一股绳，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敢于质疑他的决定，敢于质疑那位公子的意志。都起来吧！骆冰瑶抬了抬手，声音恢复女帝的威严与平静。老圣主、张将军、臣在，末将在。2人齐声应道：你们立刻整合所有
有还能一战的将士，清点所有能用的物资。天亮之前，随我出发，前往藏天谷地。遵命。两人没有任何犹豫，立刻领命而去。陛下，我们去藏天谷地做什么？一名长老好奇地问道。骆冰瑶看了一眼那片被挖得坑坑洼洼的禁区方向，嘴角勾起一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苦笑。去帮公子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当骆冰瑶带着浩浩荡荡的人族修士大军赶到藏天谷地时，看到的是更加震撼的一幕。原本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藏天谷地，此刻已经被彻底翻了个底朝天。一个深不见底，仿佛直通地心的巨坑出现在禁区原来的位置。巨坑边缘堆放着小山一般的各种神材、仙骨、古宝，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几乎要将人的眼睛都给闪瞎。而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张由神经打造的椅子上，脚边是那头已经彻底认命、乖巧的像只大黑狗的黑暗麒麟。公子，您要的人手我给您带来了。骆冰瑶硬着头皮上前行礼。他身后以老圣主和新晋圣人张成为首的数万名人族修士，在看到眼前这幅景象时集体失声。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堆积如山的圣药、神经、道骨，任何一件都足以在玄天大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可在这里却被当成垃圾一样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尤其是张成，他刚刚成圣，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可看到那群金甲骑士，每一个气息都不比他之前低，甚至有不少都带着让他心惊肉跳的压迫感时，那点刚刚升起的傲气瞬间就被浇灭得干干净净。他这才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圣境，在这些人眼中或许真的不算什么。我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瞥了一眼骆冰瑶带来的这群残兵败将，修为最高的不过是一个刚刚踏入圣境的张成和一个气血干涸的老圣人，剩下的连神王境都寥寥无几。我撇了撇嘴，有些嫌弃，但想到这个世界已经被打残了，能凑出这么点人也不容易，便没再多说什么。行了，来了就行。我指了指旁边那几座宝物堆成的小山，看到没？那些东西都是赏给你们的。什么？骆冰瑶和他身后的人族修士们再次集体懵逼。赏给我们了？那可是堆积如山的至宝啊，其中不乏一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就这么全给我们了。公子，这太贵重了，我们受之有愧。老圣主颤声说道。少废话，让你们拿着就拿着。我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本公子看不上这些破烂，留着还嫌占地方，你们拿去，赶紧恢复实力，把这个世界给我管好，别一天到晚给我添麻烦。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位公子也太大方了吧。骆冰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是我在扶持他，也是在扶持整个人族。他没有再推辞，对着我深深一拜。冰瑶，待玄天大陆亿万生灵，谢公子厚赐，谢公子厚赐。身后数万人齐刷刷的跪下，声音中充满发自肺腑的感激与狂热。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干活。我摆摆手，把剩下的这些东西都给我分门别类装好，然后送到我的车辇上去。是公子。有了那几座宝山的激励，人族修士们瞬间干劲十足，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上去，开始当起了快乐的搬运工。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我满意地点点头。免费的劳动力就是好用。三伯，调查好了吗？下一个禁区是哪？我们走。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下一个是不死山。顾穴道从巨坑里飞出来，脸上带着兴奋。渊儿，我刚刚审问那头黑麒麟的残魂，听说那不死山里藏着一株长生仙药，传闻吃了能让人立地成仙呢。长生仙药，我来了点兴趣。我自己就是长生仙体，对于长生二字有关的东西都比较敏感。那他为什么自己不进去吃，还要搞什么黑暗动乱？据说是因为里面的存在让他感到心悸，想着等突破到仙境，也就是我们的18境至尊境后再进去寻找。走，去看看。我一声令下，九龙沉香辇再次启动，那头黑暗麒麟也尽职尽责地跟在旁边当护卫。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不死山的方向飞去，只留下骆冰瑶和一群人族修士，看着被彻底搬空的藏天谷地，面面相觑，心中五味杂陈。一个传承了数个纪元，让无数圣人闻之色变的生命禁区，就这么没了。不死山，玄天大陆另一处齐名的生命禁区。传说此山之中有神权不老，有仙药长生，但也盘踞着禁忌的存在。凡是擅自闯入者，无论修为多高，最终都会被剥夺寿元，化作山中的一捧枯骨。当九龙沉香辇降临在不死山外围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与藏天谷地截然不同的气息。如果说藏天谷地是死寂与不祥，那么不死山便是一种诡异的生机。这里古木参天，藤蔓如龙，各种外界早已绝迹的奇花异草在这里随处可见。浓郁的生命精气几乎化为实质的雾气，在山间流淌。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之下，却隐藏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死意，仿佛所有的生命都只是这座大山的养料。有意思，我走出车辇，能感觉到自己的长生仙体对这里的气息产生一丝若有若无的排斥感，就好像遇到一个同类，但却是走了歪路的同类，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顾穴道对着身后的天歌军将士们大喝一声，这地方有点邪门，别着了道。遵命。数千名天歌军将士齐声应和，一个个煞气冲天，金色的气血之力如同烘炉，将周围那些诡异的生命雾气都驱散得干干净净。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跟在九龙沉香辇之后，踏入了不死山。刚一进山，异变陡生，周围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古树藤蔓，仿佛活过来一般，化作一条条粗壮无比的触手，朝着天歌军的阵营疯狂抽打而来。每一条藤蔓之上都闪烁着圣道符文，其威力足以轻易绞杀一尊普通的圣人。雕虫小技！一名天歌军的校尉冷哼一声，手中天歌一扫，一道长达1000丈的金色歌芒横扫而出，瞬间就将数以万计的藤蔓斩成齑粉。然而那些被斩断的藤蔓却在落地的瞬间又重新化作生命精气，融入大地。紧接着更多的藤蔓从地底钻出，仿佛无穷无尽。与此同时，山林深处响起一阵阵诡异的嘶吼，一头头由山石、古木凝聚而成的石人、树妖从沉睡中苏醒，他们双眼猩红，身上散发着堪比圣人的恐怖气息，悍不畏死地朝着天歌军冲来。杀！天歌军的将士们没有丝毫慌乱，他们组成战阵，
气血相连，化作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金色的战戈挥舞，将一头头扑上来的怪物撕成碎片。但这些怪物和那些藤蔓一样，被打碎之后，很快又会重新凝聚，仿佛根本杀不死。三伯，这地方有点古怪。我看着这一幕，微微皱眉，确实邪门。顾血道也面色凝重，这些怪物似乎与整座不死山连为一体，只要山的本源不灭，他们就能无限重生。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在不断的吸收我们将士散发出的生命力。他指了指那些看似浓郁的生命雾气，这些雾气有问题，他们在盗取生机，盗取生机。我听到三伯顾血道的分析，眉头皱得更紧了。我自己的长生仙体对生命气息的感知远超常人，从一踏入这座不死山开始，我就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舒服，就像是有人在你旁边拿着一根吸管，虽然还没插到你身上，但那股子一吐已经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了。这不死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它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一种对生命的贪婪和渴望。渊儿，这地方太诡异了，不能再让将士们这么耗下去了。顾血道看着前方战阵中，虽然将士们气血依旧旺盛，10年8年都不会有事，但身上那股生命精气确实在以一种微不可察的速度流失。天歌军的将士那可都是顾家的宝贝疙瘩，每一个都是用海量资源堆出来的战争机器，要是折损在这里，他回去非得被大哥扒了皮不可。这些鬼东西杀又杀不死，还会吸人阳气，跟个吸血的蚊子窝一样，烦死人了。顾血道越说越火大，浑身的至尊气息不受控制的迸发出来。月儿，你退后，看三伯我一拳把这破山给轰平了，我倒要看看把山打没了，这些鬼东西还能不能活。说着，他就要显化出万丈法身，准备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拳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拳。等等，三伯，我连忙出声制止，蚊子再烦也不能把房子给点了，而且万一里面的存在就是在等他出手怎么办？月儿，怎么了？你放心，三伯有分寸，保证不会波及到你的车辇。顾血道还以为我是怕被误伤，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有些无语的看着自己这位脑子里都是肌肉的三伯，我是说，这山既然叫不死山，肯定有他的门道，就这么一拳打没了，多可惜啊！我背着手走到车辇前方，看着远处那些悍不畏死、不断重生的怪物大军，眼神里非但没有畏惧，反而充满了好奇和审视。一个能自我循环，还能盗取生机的生态系统，这玩意要是研究透了，说不定比直接打爆它价值更大。我摸着下巴，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不死山的运作模式，简直就是一个另类的永动机啊！虽然路子走歪了，变成掠夺模式，但其核心的法则肯定有可取之处。要是能把这套法则解析出来，融入到家族的护山大阵里，那顾家的防御岂不是又能上一个台阶？这可比单纯找到一株长生仙药要有意思多了。渊儿，你的意思是？顾血道有些没明白我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种邪门歪道的东西直接毁了就是，还研究它干嘛？我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我指着山脉深处说道：“这些小怪杀不完的，他们的源头肯定在山里面。我们直接进去，把他的老巢给端了，不就一了百了了？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把这座山的价值最大化，里面的宝贝咱们也能完完整整的拿到手。”顾血道听完愣了一下，随即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渊儿你脑子好使，不像我就知道打打杀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随即脸上又露出兴奋的战意：“行，那咱们就直接杀进去，我倒要看看这山里头到底藏着个什么牛鬼蛇神。”顾血道转过身，对着天歌军团发出一声暴喝：“所有将士听令，结玄天战阵，给老子一路撵过去！目标不死山核心，遵命！”数千名天歌军将士齐声怒吼，身上的气息瞬间连成一片。他们不再各自为战，而是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箭头，以一名修为达到17境至圣境的都统威风，狠狠地朝着不死山深处凿过去。轰！战阵所过之处，无论是那些坚不可摧的石人，还是诡异莫测的藤蔓，全都在瞬间被碾成齑粉。金色的气血之力汇聚成的洪流，将一切邪祟都净化得干干净净。那些被碾碎的怪物，虽然依旧在尝试着吸收生命精气重生，但他们重生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战阵推进的速度。一条由毁灭和净化铺就的康庄大道，就这么硬生生的在不死山中被开出来。九龙沉香辇则不紧不慢地跟在战阵后方。我悠哉地回到车辇里，重新躺回我那张万年暖玉软榻上。青儿和珠儿2个侍女连忙又给我递上包好的灵果。公子，您尝尝这个，是刚从不死山里摘的长生果，听说吃了能增寿600年呢。青儿柔声说道。我拿起那颗看起来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清香的果子，看了一眼，又随手丢到一边。一股子偷来的2手生命力，味道能好到哪去？我撇了撇嘴，一脸嫌弃。拥有长生仙体的我，对这种通过掠夺而来的生有种本能的厌恶。一旁的黑暗麒麟看到这一幕，眼皮子忍不住跳了跳。长生果啊，那可是不死山里最顶级的神物之一，他当年也吃过，对圣人都有奇效。当初如果不是好运捡到过10枚，延寿6000年，恐怕自己还没今天呢。可现在这位小祖宗竟然嫌弃它味道不好，还说是什么2手生命力，能活下来不就好了吗？就在黑暗麒麟怀疑人生的时候，九龙沉香辇猛地一震，停了下来。怎么停了？我坐起身，朝外面看去，只见前方的天歌军战阵也被迫停下来。在他们前方出现一片广阔的湖泊，湖水并非清澈，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乳白色。湖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散发着比之前浓郁100倍的生命气息。而在湖泊的中央，有一座不过100米方圆的小岛，岛上生长着一棵通体碧绿、流光溢彩，仿佛由翡翠雕琢而成的小树，树上结着一枚拳头大小、形似婴儿的果子，那果子还在微微的呼吸着。每一次呼吸，整个湖泊的湖水都会随之涨落，一股让我都感到心惊的生命气息，正是从那枚果子上传来的。长生仙药，顾血道那充满震惊和狂喜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那就是长生仙药。我站在车辇上，眯着眼睛打量着湖心岛上那棵小树和树上那枚形似婴儿的果子，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枚果子中蕴含的生命能量庞大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比我爷爷给我的那滴真仙精血还要精纯磅礴。就算是我，恐怕也要
踏入圣道领域才有这般生机，不知道这是积攒多久，多少人的生机才能铸就的一枚长生仙药啊！发了，发了！渊儿，我们这次真的发了！顾穴道搓着手，激动得满脸通红，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死死地盯着那枚果子，那眼神就像是馋了800年的色狼看到绝世美女。这绝对是传说中的人形仙药，而且看样子已经彻底成熟了。这药力给一位至尊服用，恐怕都能摸到天地境门槛。顾穴道越说越兴奋，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那果子摘下来一口吞了。不只是他身后的那些天歌军将士，一个个也都呼吸急促，眼神狂热。长生仙药啊，这可是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东西。他们征伐过无数世界，见过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但这种级别的仙药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没想到，这种连至尊都没有的世界，居然有如此重宝！都给老子冷静点！顾穴道到底是至尊强者，心性非凡，很快就从狂喜中冷静下来。他一嗓子吼过去，让那些有些上头的天歌军将士们都打了个激灵。越是这种宝贝，旁边就越有厉害的家伙守着，都别给老子大意了！他目光凝重地扫视着那片诡异的乳白色湖泊，这湖水给他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三伯说的没错，我也开口了，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这湖水有问题！我指着那片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乳白色湖泊，这湖水里蕴含的根本不是什么生命精气，而是最精纯的寿元。这座不死山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他用这些看似生机勃勃的景象引诱外来者进入，然后无声无息地盗取他们的寿元，最终都汇聚到这片湖里，用来浇灌这株仙药。我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盗取寿元，这比直接杀了他们还要可怕。修士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死亡，而是寿元耗尽，在无尽的绝望和不甘中化作一捧黄土。他娘的，好恶毒的手段！顾穴道听完也是一脸后怕，他刚才光顾着激动了，差点就着了道。要是他真的不管不顾冲过去，就算他是至尊强者，在这片专门盗取寿元的湖泊里，恐怕也得被扒掉一层皮。而以他至尊的寿元，恐怕眨眼间就能彻底催熟这株长生仙药，然后幕后之人就可以带着他跑路，或者是称帝，正道天地。渊儿，还是你观察得仔细。顾穴道心有余悸地说道：“这长生仙体果然是门道多啊！他现在对我这个侄子是越来越佩服了，不仅气运逆天，这眼力见也比他这个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老家伙要毒辣。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顾穴道问道。“要不我直接用法力把这湖水给他蒸干了？”“别！”我再次制止他这位暴力三伯。这湖水可是好东西啊！我看着那片乳白色的湖泊，眼睛里冒着金光，这可是最精纯的寿元精华，虽然是偷来的，但只要想办法把里面的杂质和怨念净化掉，那就是最顶级的延寿神物。拿回去分给家族里那些寿元将近的老祖们，一人一口，起码能让他们多活几万年。这玩意对我自己没用，但我家大业大，顾家那些沉睡在禁地里的老怪物，哪个不是寿元将尽，只能靠沉睡来延缓生机流逝。要是有了这壶寿元精华，那顾家的底蕴岂不是又能暴涨一截？对啊，顾穴道一听，眼睛也亮了，这玩意简直就是为我们顾家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壶里就写着顾字呢。我点点头，三伯，还是先把那株仙药弄到手再说，这事交给我。顾穴道拍着胸脯，自告奋勇，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装神弄鬼。他一步跨出，来到湖泊边上，恐怖的至尊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朝着湖心岛碾压而去。给老子滚出来！轰！整个湖泊在顾穴道的威压之下，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然而湖心岛上却依旧一片平静，那棵小树，那枚果子，仿佛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还不出来？顾穴道眉头一皱，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他冷哼一声，抬起手，一掌拍向湖面。这一掌，他虽然没有用全力，但也足以拍碎一颗星辰。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足以毁天灭地的一掌，在接触到乳白色湖水的瞬间，竟然无声无息地消融了，仿佛泥牛入海，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什么？顾穴道愣住了，他这一掌竟然被化解了，有古怪。他脸色一沉，正准备动用更强的力量。就在这时，那平静的湖心岛上终于有了动静，那棵通体碧绿的小树开始无风自动，树叶沙沙作响。紧接着，一道苍老、疲惫却又带着一股看透世事沧桑的悠远声音从岛上传来：“哎，多少年了，又有人来打扰我的清静，外来者离开吧，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长生不是你们能够窥探的境界。”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响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顾穴道听到这声音，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战意更加高昂，藏头露尾的鼠辈，给老子滚出来受死！他暴喝一声，就要再次出手。三伯，等等！我却再次拦住了他。我看着湖心岛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出来聊聊吧，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朗声说道。湖心岛上沉默了片刻。交易？那苍老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不屑。你能有什么？是无需要的，我能给你真正的长生。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这话一出，不光是湖心岛上的存在，就连顾穴道和那头黑暗麒麟都愣住了。给对方真正的长生，渊儿他是不是有点吹过头了？长生那是连真仙都在苦苦追寻的终极大道，我一个搬血境的小修士，凭什么敢说这种大话？然而我却是一脸的自信，因为我知道对方这种靠着苟延残喘、掠夺寿元维持存在的状态，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长生，那只是一种可悲的续命手段罢了。而我顾家，我背后的力量却有希望让对方看到真正的长生之路。果然，在我这句话说出口后，湖心岛上的那个存在沉默了更久，似乎是在思考，也似乎是在判断我话里的真假。许久之后，呵呵，一声轻笑传来：“有意思的小家伙，进来吧，就在这里等你。”话音落下，那片乳白色的湖泊竟然自动从中间分开，让出一条直通湖心岛的通道。渊儿，不可！看到湖水自动分开，
顾血道脸色一变，立刻拦在我身前。这老怪物明显没安好心，谁知道这湖里有什么陷阱？太危险了！在他看来，这就是鸿门宴，对方肯定是在岛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我自投罗网。三伯，你慌什么？我却是一脸无所谓，轻轻推开挡在身前的顾血道，有你这位至尊强者在这儿给我保驾护航，还有什么危险的？再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拍了拍顾血道的肩膀，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顾血道看着我那淡定的样子，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啊，有自己在这里，谁能伤到我？除非是仙人亲至，可这破地方鸟不拉屎的，怎么可能会有仙人？那你小心点，跟紧我。顾血道想了半天，也只能这么说了。决定了，待会儿只要那老怪物敢有任何异动，他就第一时间出手，管他什么仙药不仙药的，先把他挫骨扬灰了再说。好，我点点头，然后迈开步子，悠哉悠哉地踏上那条由湖水让开的通道。顾血道连忙跟上，浑身肌肉紧绷，至尊之力在体内疯狂运转，随时准备雷霆一击。那头黑暗麒麟犹豫一下，也跟了上去。他现在跟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出了事，他也活不了。更何况他也很好奇，这不死山里到底藏着个什么东西，竟然连他当年都不敢轻易踏足。一行人就这么在天歌军团数千名将士紧张的注视下，走进湖泊深处。一踏上通道，我就感觉到周围那股盗取兽源的力量瞬间强烈千百倍，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撕扯着我的灵魂，想要将我的生命本源从身体里抽离出去。不过这些手又受限于主人的吩咐，只敢远观而不敢靠前。我粗略感受一番，若是寻常的神道领域的修士来到这里，恐怕不出3息就会被吸成人干。甚至我能感觉到这股力量的本源与我自己的长生仙体似乎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源性，这或许就是一开始那种熟悉亲切又厌恶的感觉，有点意思。我心里更加好奇了。通道不长，很快我就走到湖心岛上。岛上很小，除了那棵流光溢彩的人形仙药小树，就只有一块青色的巨石。一个身穿灰色道袍、白发苍苍、面容枯槁的老道正盘膝坐在青石之上，他的气息若有若无，仿佛随时都会随风散去。他的双眼紧闭，身上缠绕着一道道由兽源之力凝聚而成的法则锁链，另一端则深深地扎根在脚下的不死山之中。他仿佛与整座不死山融为了一体，他就是山，山就是他。18境巅峰的至尊顾血道在看到老道的瞬间，瞳孔就是一缩。这老东西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不是说那麒麟才是这片世界的最强者吗？怎么又冒出来个？而且他身上那股与不死山融为一体的气息，让他感觉非常棘手，甚至还有天道。你来了！老道缓缓睁开双眼，那是一双怎样浑浊的眼睛啊！里面看不到任何神采，只有无尽的岁月沧桑和死寂。他的目光越过顾血道，直接落在我的身上。长生仙体，呵呵，真是怀念的气息啊！老道看着我，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的神情，有怀念，有羡慕，还有一丝嫉妒。果然是你！我看着老道也笑了，我就说嘛，这股力量怎么那么熟悉？自我介绍一下，老夫道号长生，乃是上上的纪元，这方世界初诞生时第一位正道者。老道缓缓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傲然。长生道人啊，我点点头，名字倒是不错，就是有点名不副实。你管你现在这副半死不活，靠着偷人兽源苟延残喘的样子叫长生，我毫不客气地嘲讽道，你这哪是长生，你这叫活受罪。长生道人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怒意，他活了数个纪元，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小辈休得无礼！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朝着我碾压而去。然而我身旁的顾血道只是冷哼一声，至尊威压轰然爆发，直接将长生道人的威压冲得七零八落。老东西，在我家少主面前你也敢放肆？顾血道往前一步，挡在我身前，满脸煞气地盯着长生道人。长生道人脸色一变，这才重新审视起我身旁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红发壮汉。至尊，他从顾血道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不弱于他的恐怖力量。又一位至尊。长生道人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忌惮，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红发壮汉虽然与他同为18境巅峰，但那股凝练如烘炉、纯粹为战而生的气血之力，却比他这个靠着外物苟延残喘的老家伙要强盛太多。更让他心惊的是，如此强者竟对那个搬血境的小子摆出如此低的姿态，一副忠心护主的模样。我的来头怕是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三伯，别激动！我的声音从顾血道身后传来，我悠哉地绕过自己三伯高大的身躯，重新站到长生道人面前。我就是来聊聊，又不是来打架的。道长，你说是吧？长生道人压下心中的波澜，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也不在意。我绕着那棵人形仙药小树转了一圈，啧啧称奇，真是个天才的设计，以自身长生体为阵眼，与整座不死山的地脉相连，再布下道天之阵，窃取天地万物的寿元，最终汇聚于此，浇灌出一株续命仙药，一饮一啄，自成循环。只要这方世界不灭，你就能一直这样活下去。我背着手，像个在自家后花园里散步的少年，点评着长生道人引以为傲的杰作。你管这个叫长生？我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直视着长生道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轻蔑。真是笑死我了！你这不叫长生，你这叫坐牢。你把自己变成这方天地法则的囚徒，你看看你，与山脉相连，与地气相通，与天道相存，听起来很厉害，但你敢离开这座山一步吗？你敢离开这方世界一步吗？你不敢，因为你一旦离开，这套窃取寿元的体系就会崩溃，你那腐朽的身躯会在瞬间化为飞灰。我的话如同一柄柄尖刀，精准地刺入长生道人最脆弱的地方。
长生道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一派胡言。他厉声呵斥，但声音里却透着一股底气不足的虚弱。胡言！我笑了，笑声里满是讥讽。真正的长生是超脱，是逍遥，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天地法则如无，是岁月长河如泡影。而你呢？你把自己和这个小破世界的法则捆绑在一起，像个寄生虫一样，靠吸食它的血液为生。世界生，你才能活；世界灭，你就得跟着一起完蛋。你这叫哪门子的长生？你这是给天地当看门狗啊！你住口！长生道人浑身剧烈颤抖，他身上那一条条寿元法则锁链都开始疯狂晃动，整座不死山都因此而震颤。他被彻底激怒了，我的话每一个字都戳中他的痛处。他活了漫长的岁月，自以为走在一条通往永恒的大道上，只要时间足够，他迟早能踏入那梦寐以求的19天地境，甚至他有预感，距离那个境界只差半步，只要等长生仙药成熟就好。可今天却被一个毛头小子贬得一文不值，说他是寄生虫，是看门狗，这让他如何能忍？小辈，你懂什么？长生道人怒吼，你不过是仗着天生一副好皮囊，得了长生仙体，就敢在此大放厥词，评判老夫的道。老夫正道之时，你祖宗的祖宗都还没出生呢，是吗？我眉毛一挑，脸上的嘲弄之色更浓了。活得久不代表你走的路就对了。一头活了1万年的猪，他还是猪，变不成龙。噗！旁边的黑暗麒麟一个没忍住，差点笑出声。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而是继续说道：你不仅路走错了，你还为了你这条错路，把整个世界的路都给带歪了。长生道人瞳孔一缩，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冷笑一声，你真以为你做的那些手脚能瞒过所有人？我缓缓抬起手，指向沉默不语的黑暗麒麟，你问问他，他当年冲击至尊境，是不是总感觉自己的大道有缺，法则不全，仿佛有一层无形的枷锁，死死地限制着他。黑暗麒麟闻言，巨大的身躯猛地一震，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惊疑不定地看向长生道人。我说的没错，他当年在藏天谷地修行，吞噬万灵，凝聚至尊道果，但那个过程异常艰难。他本以为是自己血脉不够纯粹，所以他尝试开启黑暗动乱，以万物生灵来延寿。可现在听我的意思，这竟然是人为的。你再想想，我的声音如同魔鬼的低语，在麒麟和长生道人的耳边回响。你每一次发动黑暗动乱，席卷大陆，吞噬无尽生灵，是不是都在冥冥之中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引导你，在暗中帮助你，让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宿命，是你的道？黑暗麒麟的眼神从惊疑逐渐变成骇然，他想起来了，每一次动乱，当他吞噬生灵到一定程度，都会陷入一种奇妙的境界，仿佛与这方世界的天道意志相合，实力暴涨，所以他愈发钟爱这种感觉，认为只要吞噬的足够多，就能踏入18境。没人说明或许还没感觉，可现在被挑破，一旦回想起来，那股感觉更像是一种被操控的木偶。是你！黑暗麒麟猛地转头，死死地盯着长生道人，猩红的眼中爆发出无尽的怒火与杀意。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长生道人看着壮若疯狂的黑暗麒麟，那张枯槁的老脸第一次彻底失去了平静，他那古井无波的面具被我3言2语撕得粉碎。他沉默了，而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哈哈哈哈哈哈！我看着这一幕，放声大笑。好一个长生道人，好一个上古正道者，自己走了歪路，无法超脱，就想出这么一个歹毒的计策。你故意篡改这方世界流传的修炼法门，让所有生灵从踏上修行之路开始，根基就是有缺的，特别是通往圣境和至尊境的道路，更是被你埋下致命的陷阱。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一头最完美的虎。本少主就觉得奇怪，这头废物怎么说也是至圣境，怎么几万年就需要开启一起黑暗动乱？这不修真！我的目光如同2道神剑，刺向长生道人。你需要一个天资绝世、气运无双，能走到至尊巅峰，但根基却存在致命缺陷的完美之躯。然后你在最关键的时刻将他吞噬、夺舍，以他那磅礴的生命精元和潜力为柴薪，点燃你的道火，助你斩断与这方世界的联系，弥补你自身的缺陷，从而一步登天，踏入那传说中的天地之境。而你选中的这头就是他。本少主说的对吗？我的话如同9天惊雷，在湖心岛上轰然炸响。黑暗麒麟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他看着长生道人，眼神中充满难以置信的恐惧和滔天的恨意。原来是这样，原来他引以为傲的实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道路，都只是别人设计好的一个骗局。他不是什么黑暗古皇，只是一头被圈养的牲畜。噗！心神巨震之下，黑暗麒麟一口紫黑色的逆血狂喷而出，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他的道心在这一刻被我的话彻底击碎了。而长生道人在我说完那最后一句话后，反而平静了下来。他那张枯槁的老脸上，怒意、震惊、不甘，种种情绪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冷到极点的平静。他看着我，缓缓地咧开了嘴，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呵呵呵呵呵，你说的都对。他竟然就这么坦然承认了，不愧是长生仙体，老夫的长生体的上位不仅生来尊贵，这眼界和智慧也远非这等凡尘俗物可比。他瞥了一眼地上吐血的黑暗麒麟，眼神里满是鄙夷，就像在看一堆没用的垃圾。没错，那头蠢兽的确是老夫准备几十万年的炉鼎，可惜终究是血脉驳杂，不堪大用。老夫还在愁上哪再去找一个更好的。他的目光重新落回到我的身上，那眼神不再有任何掩饰，只剩下赤裸裸的如同饿狼般的贪婪与狂热。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老天待我不薄，天道终究是站在我这边的。正当老夫以为心血白费，道途无望之时，
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从青石上缓缓站起，血脉驳杂的凶手，哪比得上一具完美无瑕、与老夫大道完全契合的长生仙体？比起你那头麒麟，连给老夫塞牙缝都不配。小辈，老夫要谢谢你，谢谢你点醒了老夫，也谢谢你为老夫送来正道天地的无上阶梯。轰！随着他话音落下，整座不死山，整个寿元之湖都在这一刻彻底沸腾了。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息从长生道人身上轰然爆发，他图穷匕现了。长生道人图穷匕现，那双浑浊的眼眸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贪婪与狂热。他从青石上缓缓站起，随着他的动作，整座不死山，整个寿元之湖都在这一刻彻底沸腾。轰隆隆，无尽的乳白色寿元精华如同受到召唤的百川，疯狂地倒灌入他的体内。他那原本枯槁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充盈饱满，花白的头发迅速转黑，脸上的皱纹也尽数褪去。转眼间，就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道变成一个面容阴冷、气息渊深的中年道人。他身上那一条条由寿元法则凝聚的锁链，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凝实，与整座不死山乃至整个玄天大陆的天地法则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那股气息已经无限逼近真正的天地之境。哈哈哈，小辈，老夫还要多谢你，若不是你点醒了老夫，老夫还真准备在那头蠢兽身上浪费时间。现在看来，你才是上天赐予老夫的无上道果。长生道人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发出得意而张狂的大笑。他谋划了数个纪元，为的就是今天，只要吞噬掉眼前这具完美无瑕的长生仙体，他就能斩断与这个世界的因果，弥补自身大道的缺陷，一步登天，成为真正的天地。即便这小子背后有至尊又如何？此方世界，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哪里去不得？老东西，你高兴得太早了。顾血道怒吼一声，再也按捺不住，他浑身气血冲天，金色的至尊法则如同岩浆般在体表流淌，一拳轰出，虚空都为之塌陷，米粒之珠也放光华。长生道人看着顾血道那霸道绝伦的一拳，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他只是轻轻一抬手，嗡，整座不死山都为之震动，无尽的寿元之力在他面前汇聚成一面巨大无比的乳白色盾牌。轰！顾血道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盾牌之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遍整个玄天大陆，恐怖的能量风暴以湖心岛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然而，让顾血道震惊的是，他这足以打爆星辰的一拳，竟然只是让那面盾牌晃了晃，上面连一丝裂纹都没有出现。怎么可能？顾血道瞪大眼睛，在本座的长生界里，老夫就是无敌的。长生道人阴冷地笑道：“你所有的攻击都会被这方世界积攒了数个纪元的寿元之力化解，而你只会在这里被慢慢耗尽生机，最终成为老夫的养料。”话音落下，那片沸腾的寿元之湖中冲出成千上万条乳白色的锁链，如同毒蛇一般从四面八方缠向顾血道。滚开！顾血道怒吼，至尊之力爆发，将那些锁链震得粉碎。但那些锁链仿佛无穷无尽，碎裂之后又瞬间凝聚，再次缠绕上来。一时间，即便是强如顾血道，也被这些凡人的锁链拖住，难以脱身。三伯说了让你别激动，我看着这一幕，非但没有丝毫紧张，反而摇了摇头。我心里门清，这老东西就是个地头蛇，而且是和整个房子都连在一起的地头蛇。三伯现在就跟个愣头青一样，对着墙一顿猛锤，墙势震动了，可人家根本不疼不痒。小辈，现在轮到你了。长生道人解决了顾血道这个麻烦，目光再次锁定在我身上。在他看来，我就是个移动的宝库，是这场盛宴最关键的主菜。只要拿下我，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身形一晃，瞬间就跨越空间，出现在我面前。一只缠绕着寿元法则的大手朝着我的天灵盖狠狠抓下。你的身体是我的了。长生道人的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和贪婪。成了，马上就要成了。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夺舍这具完美道体，正道天地，俯瞰万古的场景。然而，他预想中我惊恐求饶的画面并没有出现。那个俊美的不像话的少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还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演完了吗？我撇了撇嘴，说实话，你的表演挺拙劣的。长生道人心中一怒，手上力道更增3分。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我头发的刹那，他整个人连带着他引以为傲的长生界都毫无征兆地凝固了，空间也仿佛在这一刻冻结，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无法用神魂感知，超越这方世界所有法则理解的无上威压悄无声息地降临。那股威压并非霸道，也非凌厉，它就像是天，是道，是宇宙诞生之初便存在的至高规则。在这股威压面前，长生道人那引以为傲、堪比天地境的力量，渺小得如同尘埃。他那只抓向我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动弹不得，脸上的狂喜和贪婪也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茫然和一种发自灵魂最深处前所未有的恐惧。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动不了？长生道人那活了数个纪元、早已古井无波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他疯狂地催动体内的力量，想要挣脱这股束缚，但他骇然地发现，他与不死山与整个世界的连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而易举地掐断了。谁？是谁？他想咆哮，想怒吼，却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就在这时，一道平静、温和却又蕴含着言出法随、执掌万道威严的声音在天地间悠悠响起：“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儿子？”这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玄天大陆每一个生灵的耳中。紧接着，在长生道人那充满惊骇的目光中，我面前的虚空如同水波一般荡漾开来，一道身穿白色长袍、黑发披肩、面容英武的身影缓步从中走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也没有毁天灭地的威压，他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走出来，却仿佛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万道的源头。他只是站在那里，整个玄天大陆的法则都在为之哀鸣臣服。来人，正是顾家当代家主，当世天帝顾凌天。爹，你可算来了。我看到来人，脸上没有
没有丝毫意外，还得是老爹啊！你第一次出门还找了顾穴道这个蠢货，我当然得看着。顾凌天看都没看那已经吓傻的长生道人，目光温和的落在我身上，还伸手帮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角。大哥，另一边被寿元锁链困住的顾穴道，在顾凌天出现的一瞬间，身上的束缚便烟消云散。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凑过来喊了一声：“我刚才就是跟他玩玩，还没认真呢。”在自己这位威严的大哥面前，他这个在外人面前霸道无比的至尊强者，就像个犯了错的小老弟。事实也的确如此，对谁都蛮横的顾穴道最怕他这个大哥。无他，从小被打到大。完，顾凌天瞥了他一眼，差点让云儿陷入险境。这也叫完，回去自己去刑法堂领罚。顾穴道脸一垮，但也不敢反驳，只能苦着脸应道：“是大哥。”他心里委屈啊，我哪知道这破地方还藏着这么个老阴逼啊！再说了，不是云儿要进来的吗？我劝过他呀，你这分明就是找个借口罚我。父子兄弟三人在这旁若无人的聊着家常，而被彻底无视的长生道人，此刻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和恐惧中回过神来。他死死地盯着顾凌天，那双浑浊的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天地，这绝对是一尊货真价实的、超越至尊境的无上天地，而且还是那种根基雄厚、战力滔天的真正天地。自己在他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完了，一切都完了。他谋划了数个纪元，眼看就要成功，却没想到在最后关头，竟然招惹到这样一尊无法想象的恐怖存在。他到底是什么来头？长生道人的心中充满无尽的悔恨和不甘。想夺舍我的儿子。终于，顾凌天处理完家事，将目光落在长生道人身上，他的眼神依旧平静，但那平静之下却隐藏着足以冰封整个宇宙的无尽寒意。被他这么一看，长生道人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仿佛都要被冻结撕裂。他想求饶，想解释，但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也罢，顾凌天似乎失去兴趣，淡淡的说道：“你不是想求长生吗？我便赐你永生。”话音落下，他缓缓抬起一根手指，朝着长生道人轻轻一点。顾凌天那一指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着一种言出法随、逆转乾坤的无上伟力。一指点出，整个玄天大陆的天道都在轰鸣，仿佛在畏惧，又仿佛在臣服。不，长生道人发出一声绝望到极点的嘶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不死山、与寿元之湖、与这方世界天道之间那牢不可破的联系，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硬生生一寸寸的剥离。他引以为傲的长生剑，在他面前如同沙滩上的城堡，被轻易的抹去。积攒数个纪元的寿元之力，如同开了闸的洪水，疯狂地从他体内宣泄而出，重新回归到那片乳白色的湖泊之中。他那刚刚恢复到巅峰的中年道人模样，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槁衰老。他的修为也从无限接近天地境的巅峰至尊，一路狂跌，至尊后期、至尊中期、至尊初期、圣境、神王境，最终他的修为跌落到连一个普通的凡人都不如的地步。他变成一个真正风烛残年，连站都站不稳的糟老头子，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死气。我的力量，我的寿元。长生道人瘫倒在地上，感受着体内那无尽的空虚和衰败，那双浑浊的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死寂和绝望。他数个纪元的谋划，数个纪元的苦修，在这一指之下化为乌有。扑通，他再也支撑不住，跪倒在地，朝着顾凌天，朝着我疯狂地磕头：“天地饶命，少主饶命啊！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天地和少主，小老儿罪该万死，求天地开恩，饶我一条狗命吧！”他现在什么尊严，什么傲骨都不要了，他只想活下去，哪怕是像狗一样活下去。我看着他这副卑微到极点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的波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缓步走到长生道人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说实话，你的计划虽然蠢了点，但你搞出来的这个系统还挺有意思的。我摸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座不死山和寿元之湖，以自身为阵眼，窃取天地寿元，反哺自身。这套循环系统虽然路子走歪了，但核心的法则运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听到这话，跪在地上的长生道人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希冀，难道我还有利用价值？爹！我忽然回头看向顾凌天，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杀了吧，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管理就够了。长生道人还想说什么，只见顾凌天抬起一根手指，又是那根手指。然而出乎意料，顾凌天伸出手指点在我的额头上。不急，他这身皮囊虽然现在废了，但毕竟是天生的长生体，对这个世界的生命法则有着天生的亲和力。顾凌天指了指不死山，把他练成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傀儡，让他和这座不死山彻底融合，成为这座山的山神，或者说世界之灵。这样一来，他既能继续维持这套寿元循环系统的运转，帮我们源源不断的生产寿元精华。虽然你有了一个管理，可总得有一个园丁吧？月儿，你以前和我说过什么？哦对，这叫废物利用，可持续发展。我点点头，给自己的爹比了个大拇指。我爹有真仙之姿。旁边的顾穴道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还能这么玩，把一个至尊巅峰的强者练成园丁？既然月儿你也同意，那为父就出手了。顾凌天笑着说道。他再次抬起手，这一次他的掌心之中浮现出无数玄奥无比的仙道符文，这些符文化作一条条金色的锁链，瞬间没入长生道人的眉心。长生道人发出一声比之前还要凄厉100倍的惨叫，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自己的记忆、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在被那些金色的符文一点点地磨灭、分解、重组。他想反抗，却根本做不到，眼中闪过无尽的悔恨和恐惧。现在他终于明白顾凌天那句赐你永生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他的永生，以一种没有自我、没有思想，如同傀儡一般的姿态，永远的被囚禁在这座他亲手打造的牢笼里，为别人打工，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残忍10000倍。在他最后的意识即将彻底消散的刹那，他看到那个俊美的少年正微笑着看着他，那笑容在他眼中比世间最恶毒的魔鬼还要可怕。
很快，惨叫声停止了，长生道人那枯槁的身躯重新站了起来。只是此刻，他的眼中再无任何神采，只剩下一片空洞和麻木。他对着我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动作标准的像个提线木偶。拜见主人。不错，我满意地点点头。顾凌天一挥手，那具傀儡身躯便化作一道流光，融入到不死山的地脉深处。从今往后，他便是这座不死山的器灵，是这方世界的园丁，将永生永世为我服务，解决这个最大的麻烦。顾凌天的心情也好了不少，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整个玄天大陆，那双仿佛蕴含着宇宙生灭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炽热。好了，渊儿，开胃小菜吃完了，接下来该上正餐了。整个世界打包带走。随着顾凌天话音落下，他身上那股属于天地的无上威压不再有任何收敛，轰然席卷整个玄天大陆。天穹之上，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世界的大道法则都在这股威压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仿佛随时都会彻底崩碎。这方世界的世界本源，经过那老东西数个纪元的催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再不摘取就要烂掉了。顾凌天背着手，语气平淡地评价道：“他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省去我们不少功夫。传我谕令。”他对着虚空淡淡的开口，声音不大，却通过某种玄奥的联系，瞬间传回亿万时空之外的顾家祖地。大军开拔，准备炼界，遵命。遥远的仙域，顾家神岛之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下一刻，玄天大陆的天穹之上，那座由顾家炼器大宗师们联手打造的横跨万里的通天仙门，光芒大盛，宏伟的门户彻底洞开。紧接着，让玄天大陆所有幸存生灵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一对又一对身披神甲，气息渊深如海的顾家修士，如同过江之鲫，源源不断的从仙门中走出。这一次来的不仅仅是天歌军团的战修，还有身穿阵法道袍，手持阵旗罗盘的阵法师军团，有背着巨大熔炉，浑身肌肉虬结的炼器师军团，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搜刮资源、探寻矿脉的地师、药师，数以万计，甚至10万计的顾家精英，在短短片刻之间便降临到这方世界。他们的修为最低都是神道领域，圣境强者在这里也只是一个领队的小头目。这股力量足以轻易踏平仙域任何一个不朽传承。而现在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炼化这个世界。我的天，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啊？遥远的藏天谷地之外，正在打扫战场的骆冰瑶，在看到这如同神兵天降的恐怖军团时，整个人都傻了。他身后老圣主张成以及那数万名人族修士更是集体失声，一个个呆若木鸡，如同看到神花降临。他们刚刚才因为诞生了一位圣人而激动不已，可现在他们看到圣人在那群人里好像连个小队长都算不上。他们看到一对对阵法师有条不紊地飞向玄天大陆的四极八荒天地中央，他们手中那看似小巧的阵旗在抛向空中的瞬间便迎风暴涨，化作一根根高达万丈直插云霄的擎天巨柱。每一根阵旗之上都烙印着他们完全看不懂的仙道符文，散发着镇压万古封锁时空的可怕气息。轰轰轰，一根根巨大的阵旗被精准地打入玄天大陆的地脉节点之中，整个大地都在剧烈的颤抖。他们看到那些炼器师们祭出自己的熔炉，直接以虚空为材料，以法则为新柴，开始炼制一条条粗大无比、闪烁着不朽神光的法则锁链。这是他们在干什么？老圣主看着眼前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声音都在发颤。我不知道。骆冰瑶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俏脸煞白，感觉他们像是在给我们的世界套上枷锁。他心中那股因为成为顾渊追随者而升起的激动和庆幸，在这一刻被无尽的震撼和敬畏所取代。他本以为顾渊的家族只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势力，可现在他才明白，他错了，错得离谱。这已经不是强大二字可以形容的了，他们根本就不是来征服世界的，他们是在像拆解一件精密的机械一样，在拆解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或许真的就只是一份战利品，而自己这个所谓的女帝，在他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渺小感涌上骆冰瑶的心头。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玄天大陆的天空开始出现更加惊人的变化。随着那一根根阵旗落地，一条条法则锁链成型，一张由无数仙道符文构成的遮天蔽日的金色大网开始在天穹之上缓缓浮现。那张大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蔓延扩张，很快就将整个玄天大陆都笼罩其中。炼界大阵成了。顾穴道看着这一幕，兴奋的大喊：“我也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就是长生地族的底蕴吗？征伐一解都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了，专业，实在是太专业了。”我心里忍不住给自家点了个赞。渊儿，看好了！顾凌天平静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抽离本源。随着炼界大阵的彻底成型，整个玄天大陆都仿佛被装进一个巨大的透明罩子里。顾凌天负手立于虚空，衣袍在能量的激荡下猎猎作响，他那双深邃的眼眸此刻亮得惊人，仿佛有日月星辰在其中轮转。渊儿，这方世界是你的战利品，为父第一次来你的地盘，总不能空着手。顾凌天转过头，微笑着对我说道。紧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下方那片广阔无垠的乳白色湖泊之上。这片寿元之湖虽然是那老东西用旁门左道之法窃取而来，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杂质与怨念，但其本质却是最精纯的生命本源。寻常人若是沾染一丝，便会道心失手，沦为只知杀戮的魔头，但对长生仙体而言，却是大补之物。顾凌天说着，缓缓伸出一只手，今日为父便为你将这湖污秽炼成一池琼浆。话音落下，他掌心之中仙光大盛，一道道
道超越这方世界理解极限的天地法则，从他掌心飞出，化作一枚枚玄奥无比的仙道符文，落入寿元之湖中。滋啦，一缕缕肉眼可见的黑色怨气从湖水中被强行剥离出来，在空中发出凄厉的嘶吼，然后被那些仙道符文彻底净化，化为虚无。原本乳白色的湖水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得清澈透亮，紧接着一抹璀璨的七彩霞光从湖底升起，整个湖泊都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短短片刻之间，那片充满污秽与怨念的寿元之湖竟然变成一池流光溢彩，仿佛由无数水晶和宝石融化而成的神圣液体，此乃生命原液。顾凌天收回手，淡淡的介绍道：一滴便可让圣人断肢重生，活死人，肉白骨。以后这片湖便作为你未来开辟的那天地的根基吧。我看着眼前这片美轮美奂的生命原液之湖，眼睛都直了，这也太牛逼了吧！就这么随手一练，就把一个充满剧毒的垃圾场变成了无上神物。天地境的强者都这么豪横的吗？多谢父亲！我连忙道谢，心里美滋滋的。这只是开胃菜。顾凌天笑了笑，目光又转向那座巍峨的不死山。这座山被那老东西经营数个纪元，其山体早已与这方世界的大地本源融为一体，坚固无比，倒是个不错的炼器材料。正好你还缺一座随身的洞府，为父便将它炼成一座行宫，赠与你。说着，顾凌天并指成剑，对着不死山凌空一划，哧啦，一道看似纤细，却蕴含着斩断万古之力的剑光一闪而逝，整座庞大无比、连绵数万里的不死山山脉，竟然被这一剑从大地上硬生生的斩断剥离起。顾凌天轻喝一声，轰隆隆，整座不死山连带着地底深处那庞大的地脉都开始剧烈的颤抖，然后缓缓的从大地上升起。这一幕看得远处的骆冰瑶等人再次头皮发麻。拔山，这可是真正意义上将一座大陆级别的山脉连根拔起啊！练！顾凌天双手结印，无尽的仙火从他掌心喷涌而出，将整座不死山都包裹其中。在仙火的煅烧之下，庞大的不死山开始以一种违反物理法则的方式飞速缩小，山体中的杂质被炼化，法则被重组，地脉被压缩，最终那座巍峨的不死山竟然变成一座不过巴掌大小、通体晶莹剔透，仿佛由翡翠雕琢而成的精致山峰模型悬浮在我的面前。山峰之上，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甚至还能看到被炼成器灵的长生道人正在里面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此为不死行宫，乃是一件顶尖地兵，内蕴空间，可随身携带，其防御力足以抵挡天地境强者一击。顾凌天将这座行宫递给我，以后出门在外也算有个安身之所。我接过这座精致的行宫，感受着其中那股磅礴的力量，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谢谢爹，爹你对我太好了，呵呵，这些都只是些小玩意儿。顾凌天看着我那副没出息的样子，无奈地笑了笑。炼界大阵起，一声令下，遍布大陆四极八荒的无数阵旗齐齐嗡鸣，一道道粗大如山脉的法则锁链从阵旗中延伸而出，如同巨龙般在天穹之上穿梭交织，最终汇聚于大陆的中心。玄天大陆开始剧烈的颤抖，大地在开裂，海洋在蒸发，天空在崩塌。对于这方世界残存的生灵而言，这无疑是末日降临的景象。天啊，世界要毁灭了吗？神人这是要做什么？骆冰瑶麾下的那些人族修士一个个脸色煞白，惊恐地看着这天崩地裂的一幕。只有骆冰瑶和少数几位高层虽然心中同样震撼，但却强行保持着镇定，因为他们看到那位顾渊公子还有他身边的天帝神情没有丝毫变化，这说明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别慌！骆冰瑶对着骚动的人群厉声喝道：“这是公子在施展无上神通，为我界重塑乾坤，尔等只需静观，不可妄言。”他虽然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这个时候稳住人心最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表现出对新主人的绝对信任。我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啧啧称奇。爹，我们这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炼化掉？没错。顾凌天点点头，耐心地为我解释道：一个世界最有价值的便是它的世界本源，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果实，而整个世界的大地、山川、法则都只是承载果实的枝干和树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颗熟透了的果实完整的摘下来。他指着天空那张越来越密集的大网，这炼界大阵便是我们顾家特制的采摘工具，它能将整个世界的法则、灵脉、地气全部梳理、压缩，最终将所有的精华都汇聚到世界本源之中，让它的品质再上一个台阶。我听得连连点头。那摘完果子，这棵树不就死了吗？我又问。死了。顾凌天笑了，对我们顾家来说，没有什么是死的。他遥遥一指仙域的方向，等本源抽离之后，这方世界的残骸会由老祖亲自出手，将其拖拽回仙域，融入我们顾家的祖地神岛。到那时，它将成为我们顾家的一部分，重新焕发生机，甚至比以前更加稳固。至于这些万灵，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换了一个天道。天穹之上，那张由无数仙道符文构成的金色大网已经收缩到极致，整个玄天大陆此刻看上去就像一颗被金色丝线紧紧包裹的巨茧。您顾凌天口中吐出一个言简意赅的字，轰隆隆，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发出最后的哀鸣，大地彻底崩解，化作最原始的地火水风，海洋完全蒸发，只留下一片片巨大的盐碱结晶。天空塌陷，露出后面无尽的冰冷的混沌虚空，所有的一切物质都在炼界大阵的伟力之下被分解、被压缩、被炼化，一股股精纯到极点的能量洪流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向大陆的中心，那里是世界本源的所在地。远处的骆冰瑶等人已经完全看傻了，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眼前被活生生的杀死。
死了。这种亲眼目睹家园毁灭的场景带来的冲击力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不少修士道心不稳，直接口喷鲜血，昏死过去。就连骆冰瑶自己也感觉心头一痛，也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从自己生命中被剥离出去。他毕竟是这方世界土生土长的生灵，与世界本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在哀嚎，他也能感同身受，但他强忍着那股不适，死死地盯着大陆中心的方向。他想看看这个世界最后的果实到底是什么样子。要出来了，我也收起玩味的心态，神情变得专注起来。我能感觉到一股无比庞大、精纯的能量正在大陆的中心飞速凝聚，那股能量甚至让我的长生仙体都产生一丝渴望。终于，在炼界大阵的极限压缩之下，一颗约莫人头大小、通体呈混沌色、表面流转着亿万法则神链，仿佛一颗正在呼吸的心脏般不断搏动的晶体，从崩解的世界废墟中缓缓升起。世界本源，这就是玄天大陆，积攒数个纪元，又被长生道人催熟无数岁月，被他准备用于突破天地境的精华。在他出现的一瞬间，整个混沌虚空都为之静止，万道法则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好东西，就连顾穴道这样的至尊强者，在看到这颗世界本源的瞬间，都赞叹道：他能感觉到这颗本源之中蕴含的能量，若是让他炼化，足以让他的修为在现有基础上再精进一大截，甚至触摸到天地境的门槛，也并非不可能。顾凌天却显得很平静，他只是轻轻一招手，那颗散发着无上神威的世界本源便乖巧地飞到他的手中，静静地悬浮着，所有的光芒和威压都收敛得干干净净。顾凌天拖着这颗世界本源，就像拖着一颗普通的玻璃球，他看都没多看一眼，直接转身递到我的面前。渊儿，你的战利品。他的语气平淡的就像是在说：儿子，你的玩具。我看着眼前这颗还在微微搏动的世界本源，眨了眨眼，这就是一个世界的精华，看起来确实挺漂亮的。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这颗玻璃球，入手温润沉甸甸的，仿佛拖着一整个世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体内的长生仙体在疯狂地叫嚣着，想要将它一口吞下。爹，这玩意能量好庞大。我由衷的感叹。那是自然。顾凌天笑道：这可是一方高等玄幻世界的完整本源，而且还是被催熟到极致的，其价值不亚于一件半仙器。爹，这东西太贵重了。我想了想，还是把世界本源递了回去。您不是说这玩意能帮您突破到真仙之境吗？还是您留着用吧。我虽然也眼馋这颗本源，但我更希望自己的老爹能变得更强。老爹强了，我这个仙二代才能当得更安稳，不是？这叫长线投资。顾凌天听到我的话，先是一愣，随即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和自豪。他没有立刻去接那颗世界本源，而是伸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没白疼你，知道孝敬老子了。顾凌天的心里暖洋洋的，他本以为我从小被宠到大，性格难免会有些骄纵自私，却没想到在如此重宝面前，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自己，这比他自己突破到真仙之境还要让他感到高兴。哈哈哈！旁边的顾穴道也是放声大笑。大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渊儿这孩子随你懂事。他看着我的眼神也充满了赞赏，不愧是我顾家的麒麟儿，天赋、气运、心性，样样都是顶级。爹，您就收下吧。我再次把本源往前递了递，我才刚开始修炼，用这么好的东西太浪费了。您用了，我们顾家就多一尊真仙，那才是最大的好事。顾凌天看着我那真诚的眼神，心中感动，但还是摇了摇头。渊儿，你的心意为父心领了，但这颗本源你必须收下。他将我的手推了回去，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你发现的世界，按照家族规矩，这颗本源本就该归你所有，无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我，也不能坏了规矩。第二，为父想要突破，光靠这一颗世界本源还远远不够。不过为父出手也不会白出手，届时我会窥探他的一丝契机，尝试突破。但想要真迈出那一步，还需要漫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而你不一样。顾凌天的目光变得无比炽热，你是长生仙体，你的未来注定是要超越为父，超越你爷爷的。这颗世界本源将是你踏上无上仙道之路最重要也是最坚实的一块基石。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如何让为父突破，而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只有你变得足够强，强到能俯瞰万古，执掌诸天，那才是对为父，对整个家族最好的回报。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看着自己父亲那充满期盼的眼神，知道自己在推辞就是矫情了。好，爹，我明白了。我重重的点头，不再犹豫，将世界本源收入自己的储物戒指中。我暗暗发誓，自己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不就是变强吗？有这么好的条件，有这妖牛逼的家人，我要是不修炼成诸天万界第一扛把子，都对不起我这顶级仙二代的身份。看到我收下本源，顾凌天欣慰的笑了，他转过身，看向那片已经彻底化为废墟，只剩下一片片大陆碎片的玄天大陆残骸。好了，果子摘完了，接下来该把这棵树也打包带走了。父亲，这还有用？我好奇地问道。当然有用。顾凌天背着手，一副你还年轻，不懂这里面的门道的表情。一方高等玄天世界的残骸，虽然本源被抽离，法则也近乎崩溃，但它本身依旧蕴含着海量的物质和能量。你看着是一堆废墟，但在老祖眼中，这就是最好的建筑材料。顾凌天遥遥指向仙域的方向，眼中露出一丝向往。我们顾家的祖地神岛虽然庞大，但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对外征伐、吞并一方世界，都是对我们祖地的一次扩充和升级。将这方世界的残骸融入到我们的神岛之中，不仅能扩大我们家族的领域，还能将这方世界残存的法则化为我们神岛的养分，让我们的护族大阵变得更加稳固。最重要的是，顾凌天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这方世界毕竟是你发现的，将它融入祖地以后，这片新扩充出来的疆域就划到你的名下，作为你的私人领地。等你以后开府建衙，总得有个
个像样的地盘不是？我听完，眼睛瞬间就亮了。卧槽，这相当于我的固定资产啊！顾凌天没理会我的震惊，转过身，对着那座依旧矗立在虚空中的通天仙门神念传音，恭请老祖出手。他的声音穿透亿万时空，直接响彻在顾家境地那方青铜仙关所在的内宇宙之中。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从仙门之后悠悠传来。下一刻，一股让整个混沌虚空都为之颤动，让万千大道都为之臣服的无上仙威降临了。一只由纯粹的仙光凝聚而成，大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手，缓缓从通天仙门中探出。那只手太大了，仿佛能一手托起一片宇宙，一手捏碎一片星海。它只是静静的悬浮在那里，周围的混沌气流都仿佛被冻结一般，不敢有丝毫的流动。父亲出手了！顾血道在看到那只巨手的瞬间，浑身一震，脸上露出无比狂热和敬畏的神情，当即单膝跪地。他身后的天歌军团以及那些刚刚降临的顾家大军，更是齐刷刷的跪了下去。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混沌，恭迎老祖！远处的骆冰瑶等人在看到那只巨手的瞬间，已经彻底失去思考的能力，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如果说顾凌天的天地之威已经让他们感到如渊如玉，无法抗衡，那么眼前这只巨手所散发出的气息，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生命层次上的碾压。在那只手面前，他们感觉自己连尘埃都算不上，仿佛只要对方一个念头，他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去，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这才是真正的仙吗？骆冰瑶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他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准圣修为，在这一刻显得是那么的可笑和可悲。我看着那只熟悉又陌生的巨手，心里也是震撼不已。这就是红尘真仙的力量吗？仅仅是一只手，就让整个混沌虚空都在颤抖，太强了，强的简直不讲道理。就在所有人为之震撼之际，那只仙光巨手动了，它以一种看似缓慢，实则快到极致的速度，朝着玄天大陆那些漂浮在混沌中的残骸缓缓抓去。那动作轻柔的就像是在捞起水中的落叶，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让周围的时空都发生剧烈的扭曲。无数的法则锁链从巨手的五指间延伸而出，如同渔网一般，将所有的大陆碎片，无论大小，无论远近，全都精准地笼罩其中。收！随着老祖那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张由法则锁链构成的大网猛地向内一收，轰隆隆，整个玄天大陆的残骸，那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大陆碎片，在这一刻仿佛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牵引力，开始朝着仙光巨手的掌心疯狂汇聚。他们在汇聚的过程中不断的碰撞、挤压、融合，最终在仙光巨手那无上伟力的作用下，所有的大陆碎片竟然重新拼接融合，化作一块完整而巨大的菱形的陆地。做完这一切，那只仙光巨手拖着这块巨大的陆地，缓缓地朝着通天仙门的方向拖拽而去。这一幕彻底击碎了骆冰瑶等人的最后一丝侥幸，他们终于明白顾家或者说顾渊到底是一个怎样伟大的存在。征伐、掠夺、炼化、打包，这已经不是凡人，甚至不是他们理解中的神明能够拥有的手段了。这是创世，是灭世，是执掌一个世界生死的无上权柄。公子骆冰瑶看着不远处那个一脸平静，仿佛早就对这一切司空见惯的少年，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杂念，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和一种能够追随这样一位存在而产生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庆幸与荣耀。我并不知道骆冰瑶心里的想法，我现在正忙着跟自己老爹聊天呢。爹，爷爷这一手可真帅啊！我由衷的赞叹道，这比什么神通法术看起来带劲多了。等你到了爷爷那个境界，你也可以。顾凌天笑着说道，语气中满是自豪。那是他的父亲，是他们顾家真正的定海神针。很快，那只仙光巨手便拖着玄天大陆的残骸彻底消失在通天仙门之后，笼罩在混沌虚空中的仙威也随之散去。好了，此间事了。顾凌天转过身，对着下方还处于呆滞状态的顾家大军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所有军团分批次撤离，帝师、药师留下，将这方世界残存的有用之物全部搜刮干净，一件不留。遵命！10万大军再次齐声应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扫除就此展开。我看着那些如同蝗虫过境一般的族人，嘴角抽了抽。爹，我们家是不是有点太节俭了？这叫不浪费。顾凌天一本正经的纠正，我们顾家能有今天的家业，靠的就是这股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你以为炼界大阵保护万灵是做什么用的？当然是因为这些万灵以后也能为我顾家所用。死了多可惜啊！我看着那些如同打了鸡血，嗷嗷叫着冲上去搬运资源的顾家修士，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我现在有点理解自己老爹那种勤俭持家的作风了。感情这玩意是家族遗传的。好了，此间事了，我们也该回去了。顾凌天看着下方已经开始有条不紊撤离的顾家大军，满意地点点头。这次出征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不仅得到一座世界，增强家族底蕴，又为儿子拿到一份天大的机缘，还顺手敲打了仙域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一举多得。渊儿，你先上车辇，为父去交代几句。好的，父亲。我点点头，转身准备登上九龙沉香辇。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急匆匆地从下方飞了上来，正是刚刚安排完搬运工作的骆冰瑶。她此刻已经换下那身残破的凤袍，穿上一件干净的素色长裙，虽然依旧掩盖不住眉宇间的疲惫，但却多了几分清丽脱俗的气质。公子，请留步。骆冰瑶鼓起勇气拦在我面前。还有事。我停下脚步，有些好奇地看着他。公子，冰瑶有一事相求。骆冰瑶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玄天大陆如今百废待兴，生灵涂炭，单凭冰瑶一人之力，恐怕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秩序。所以呢，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所以冰瑶恳请公子能留下一些人手，助我一臂之力。骆冰瑶说完，便深深地弯下腰，几乎要将头埋到胸口。他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对方刚刚才帮他们平定动乱，现在又要让人家留下当苦力，这简直是得寸进尺。但他没办法，玄天大陆现在就是一个烂摊子，各种妖魔鬼怪虽然被清剿一空，但各地残存的势力、人心惶惶的民众、破碎的法则、崩坏的灵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足以让他焦头烂额。他需要力量，需要足以镇压一切不服、
推行新政的绝对力量。而眼前这位公子和他身后的家族是他唯一的希望。我沉思几秒，如果让玄天大陆自己恢复，还不知道需要多久。于是我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铜罗盘，丢给骆冰瑶。这是我们顾家炼制的微型传送阵，我已经让人在上面设定好我们家族神岛的坐标，一滴一滴写上去就能激活它。以后你每个纪元需要向我顾家上缴这个世界产出的30%资源作为管理费。当然，如果你遇到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可以通过这个传送阵向我求援。至于人手嘛，我想了想，回头冲着不远处的顾穴道喊了一声：“三伯，哎，元儿，又啥事？”顾穴道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天歌君里，帮我挑100个机灵点的修为在圣境左右的，留下来帮这位洛女帝维持一下秩序。”我随口吩咐道：“100个圣境。”顾穴道愣了一下，随即大手一挥：“小事一桩，我给你留一个都统，再配100个百夫长，保证把这地方给你管得服服帖帖的。”圣境当百夫长，一个都统，又是什么境界？骆冰瑶捧着手里的传送阵，听着他们的对话，感觉自己的脑子又不够用了。好了，就这样吧。我挥了挥手，像是打发一个下人，以后按时交租，别给我惹麻烦就行。说完，我便头也不回地登上九龙沉香辇。顾凌天和顾穴道也相继跟上，庞大的顾家军团如同潮水般有序地退入那座巨大的通天仙门之中。很快，这片混沌虚空便只剩下骆冰瑶和他身后那群还在勤勤恳恳搬运顾家修士。骆冰瑶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座缓缓关闭的通天仙门，又低头看了看手中那沉甸甸的青铜罗盘，以及远处那几座依旧堆积如山的赏赐，心中五味杂陈。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场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梦。陛下，我们真的得救了吗？老圣主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身边，声音里还带着一丝不确定。骆冰瑶重重地点了点头，那双美丽的凤眸中重新燃起前所未有的光芒。我们不仅得救了，而且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他紧紧握住手中的传送阵，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他知道，从今天起，玄天大陆的历史将由他，不是由那位顾渊公子来亲手书写，而他将是这个新时代最忠实的执行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传我命令！骆冰瑶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了女帝的威严与果决。所有修士立刻清点战利品，救治伤员，安抚民众。3日之后，我要在洛阳废墟之上重建皇城，昭告天下，玄天大陆永奉顾渊公子为主。他的目光透过虚空，仿佛能察觉到周遭的无数目光，每一道似乎都不比发起黑暗动乱的那些至尊古皇们乱。他心里隐约知道，这里是顾家领地，而这些目光也是属于顾家势力内的诸天万界。顾家在此方仙界到底有多强？仙域浩瀚无垠，广阔无边，无数的星系、大陆、秘境如同尘埃般漂浮在无尽的宇宙之中，共同构成这个辉煌鼎盛的修炼文明。在仙域的中心地带，有一片被混沌气笼罩，寻常修士终其一生也无法靠近的禁忌之地，那里便是长生世家，顾家的祖地，顾家神岛。这一日，整个仙域所有不朽传承、所有闭关的老怪物都仿佛心有所感，齐齐将目光投向顾家神岛所在的方向。嗡！顾家神岛上空，那座已经开启了10数日的通天仙门，在无数道神念的窥探之下，一艘艘散发着铁血煞气的船，身之上还沾染着异界法则气息的巨大战船，如同归巢的巨兽，缓缓从仙门中驶出。是顾家的征伐大军回来了。好恐怖的杀伐之气！这支军队比去的时候更强了。东海之滨，祖龙朝的龙帝通过一面水镜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顾家这支先锋军虽然人数没有变化，但每一个将士身上那股凝练如实质的煞气，以及那股隐而不发的血勇之气，都比之前强了不止一个档次。这说明他们在一前经历了真正的血战，而且他们赢了。快看，那是什么？就在所有人都为顾家大军的凯旋而震撼时，一声惊呼从古皇山上传来。只见通天仙门之中，一只由纯粹仙光凝聚、大到无法想象的巨手缓缓探出，在那只巨手的掌心竟然拖着一块巨大无比的菱形陆地。那块陆地虽然看起来死气沉沉、法则残破，但其上残留的那股高等玄幻世界特有的磅礴气息，以及那股若有若无的世界本源之欲，依旧让所有窥探到这一幕的至尊们心神俱震。那是一方世界的残骸。天啊，顾家竟然又找到一方失落的世界，这是何等逆天的运气啊！就算只是末法时代，其价值也无法估量。这只手是顾家那位老祖宗的，他竟然亲自出手了。一时间，整个仙域所有关注着此地的不朽势力全都炸开了锅。他们想过顾家这次出征可能会满载而归，但他们万万没想到，顾家的收获竟然会大到这种地步，直接搬回来一个大世界。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顾家的底蕴将再次迎来一次恐怖的暴涨。那大陆残骸中蕴含的无数矿脉、灵根、秘境就不用说了，百万年下来，几乎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最重要的是，一个世界的本源，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看到，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顾家不可能放过一个世界最珍贵的本源稻谷。一颗完整的高等玄天世界本源，足以让一尊天帝窥探到真仙之秘，足以让一个长生世家再添一尊19境天地强者。要知道，整个太古仙域一共才多少位天帝啊！疯了！顾家这群疯子！祖龙朝内，龙帝看着水镜中的景象，喃喃自语，眼中充满骇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他们龙族也曾征伐过异界，但最多也就是抢点资源，抓点奴隶。像顾家这样直接把整个世界连锅端走的操作，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不仅仅是要面对到的反抗，更重要的是，他们龙族没有真仙，做不到这种将世界都带走的手段。
至多只能是将世界分割成一块一块，采用温水煮青蛙形式慢慢消化，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浪费、抢夺、反抗等。传我命令！龙帝深吸一口气，声音无比凝重。从今日起，我龙族所有成员，但凡遇到顾家之人，一律退避三舍，不得有任何冲突。另外，备上一份厚礼，就说恭贺顾家凯旋，我祖龙朝愿与顾家永结同号。同样的一幕，也在仙域各大不朽传承中上演。古黄山、瑶池圣地、荒古姬家、太乙仙门，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俯瞰万古的庞然大物，此刻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低头。他们纷纷派出使者，带着最贵重的礼物，朝着顾家神岛的方向赶去，恭贺顾家凯旋。整个仙域因为顾家的这次凯旋而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暴，而作为风暴的中心，顾家神岛之上，此刻却是一片欢腾的海洋。当那块巨大的玄天大陆残骸被老祖的仙光巨手稳稳地安放在神岛最末处，新开辟出的虚空之中，所有顾家族人都知道此番胜出，大胜，赢了，我们赢了，哈哈哈！我就知道我顾家出征向来是无往不利。快看那块大陆，太大了，以后我们又有新的试炼之地了。我闻到了，是世界本源的味道，天啊，太香了！光是闻一口，我都感觉修为要突破了。欢呼声、呐喊声响彻整个神岛，无数的顾家族人从自己的洞府中，从自己的岗位上冲出来，涌向大军凯旋的广场，想要亲眼见证这一刻。他们看着那些身披金甲、煞气冲天的将士，眼神中充满崇拜和敬仰。他们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眼睛里冒着绿光。而当他们的目光最终汇聚到那艘由9条大地级真龙拉着的无比华美的沉香车辇上时，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无比的敬畏和狂热。在顾凌天提前的预热与造势下，他们都知道这一切的荣耀和收获都源于车辇上的那个人。他们顾家年仅18岁，才开始修炼不久的少主，是我为家族带来了这场天大的机缘，开启顾家一个新的辉煌时代。顾家神岛至尊殿前的巨大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不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放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人头，从白发苍苍、气息古老，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的庞细素老，到血气方刚、眼神锐利、一个个摩拳擦掌的年轻一辈，几乎所有在族的顾家子弟，无论嫡系还是旁系，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目光灼灼地望着广场中央那片为凯旋大军预留出的空地，脸上写满了激动和期待。来了，来了！我看到天歌军团的站起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人群瞬间就炸开了锅。果然，远处的天际，一艘艘庞大的战船正破开云层，缓缓向着广场驶来。为首的正是天歌军团那面绣着金色战歌的巨型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铁血煞气。快看，是三长老！三长老回来了！有人眼尖看到站在最前方一艘战船船头那个身形魁梧、一头红发如同火焰般燃烧的身影，正是顾家的三长老顾血道。三长老威武！三长老辛苦了！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顾血道显然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站在船头，咧着大嘴，冲着下方的人群得意地挥着手，那模样要多骚包有多骚包，哈哈哈！小场面，都坐下，基本操作。他心里美滋滋的。这次出征虽然没怎么打过瘾，但又是收坐骑，又是挖宝藏，最后还在侄子面前好好表现一把，简直是赚翻了。最重要的是，这份天大的功劳，他顾血道也占了一份。看这架势，回去之后，家族的赏赐肯定少不了，说不定能分到几缕世界本源，让他的修为再进一步。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他身旁的一名都统小声提醒道：“三长老，家主和少主还在后面呢，您是不是该低调点？”嗨嗨！顾血道闻言，老脸一红，连忙收起那副骚包的嘴脸，恢复成一副威严满满的至尊强者模样。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艘最华丽的9龙沉香辇正不紧不慢地跟在大军的最后方，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顾血道对着身后的天歌军将士们大喝一声：“待会儿献俘的时候，都把你们最精神的一面拿出来！谁要是敢在少主面前丢人，老子回去扒了他的皮！”遵命！1万天歌军将士齐声怒吼，一个个挺直腰杆，身上的煞气更加凝练。很快，凯旋的大军便缓缓降落在广场中央。顾血道第一个从战船上跳下来，大步流星地走到广场最前方的高台之下。高台之上，家主顾凌天以及大长老顾凌江等一众家族核心高层早已等候多时。启禀家主，大长老顾血道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如钟：“天歌军团先锋部队信不辱命，已成功扫平异界动乱，为我顾家开疆拓土。”好，顾凌天看着自己这个虽然有点莽，但战力彪悍的三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血道辛苦了，起来吧。谢家主。顾血道站起身，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得意。而此刻，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已经越过他，投向那艘缓缓降落的9龙沉香辇。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知道今天真正的主角要登场了。吼！9条圣境真龙发出震天动地的龙吟，拉着车辇稳稳地停在广场中央。但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在9龙沉香辇的前方，竟然还跟着一头他们从未见过的狰狞异兽。那异兽体型庞大如山岳，浑身覆盖着漆黑如墨的鳞甲，头生独角，背有双翼，四足之下燃烧着黑色的火焰，一股股恐怖的黑暗气息从他身上弥漫而出，让在场所有圣境之下的修士都感到一阵心悸。那是什么东西？好可怕的气息！我感觉我的神魂都在颤抖。这头异兽的实力绝对超越圣境。等等，你们看他的脖子，他脖子上好像套着一个项圈。人群中，一名眼尖的年轻子弟失声惊呼，众人闻言连忙凝神望去，果然在那头气息恐怖的黑暗异兽脖子上，赫然套着一个由神经打造的项圈。项圈的另一头竟然拴在9龙沉香辇的车辕之上。轰！这一幕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一头实力至少在圣境之上的恐怖异兽，竟然被当成拉车的牲口。虽然他们顾家是长生仙族，可
可拿踏入仙道领域的异兽来给少主拉车也太豪横了吧！高台之上，大长老顾临江等一众至尊长老在看到那头黑暗异兽的瞬间，瞳孔也是猛地一缩。那是17禁制圣境的黑暗麒麟，这玩意在太古仙域不是早就绝种了？血道这小子从哪儿弄来这么个玩意儿？他们这些至尊强者眼力何等毒辣，一眼就看穿黑暗麒麟的根底。正因为看穿了，他们才更加震惊。一尊17禁制圣境的强者，无论放在仙域哪个不朽传承，那都是老祖级别的存在。可现在他竟然沦为拉车的坐骑，他会甘心？原本黑暗麒麟肯定是不甘心的，可我展现出超绝的身份背景，又帮他报了仇，这还有什么好不甘心的？能抱上这条大腿，有多少人求而不得啊？就在众人心神俱震、议论纷纷之际，九龙沉香辇内由珠帘串成的车门被一只修长白皙的手缓缓掀开，一道身穿白衣、风神俊朗的身影从车辇中缓步走出，正是我。在我出现的一瞬间，整个喧闹的广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敬畏、狂热、崇拜、好奇。我迎着那数以万计的目光，神情平静，甚至还有点想打哈欠。我迈步走下车辇，那头原本还一脸生无可恋的黑暗麒麟，在看到我下来的瞬间，竟然无比乖巧地匍匐在地，巨大的头颅恭敬地低下，像是在迎接自己的主人。儿臣顾渊拜见父亲，拜见大长老，诸位叔伯。我走到高台之下，对着上方的长辈们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我的姿态谦逊有礼，没有丝毫因为立下不世之功而产生的骄纵。好。顾凌天看着自己这个完美的儿子，激动地连说3个好字。他一步从高台上跨下，亲自扶起我，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眼神中的骄傲和自豪毫不掩饰。我的好儿子，不愧是我顾家的麒麟，此番出征已当为首功，今日当着全族的面，为父要好好赏你。顾凌天那洪亮而充满喜悦的声音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赏这个字让在场所有顾家的族人都瞬间来了精神，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溜圆，好奇地看着高台上的家主和少主。他们都想知道，对于这位立下了不世之功，为家族带来一个全新世界的祥瑞少主，家主会拿出什么样的赏赐？是传说中的仙金宝典，还是无上功法的地兵仙器，又或者是直接将我确立为下一代家主的唯一继承人，昭告全族？大哥，这回你可得大方点，月儿可是立了天功。3长老顾血道在旁边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的喊道：就是家主少主此功当赏重赏。没错，我顾家向来赏罚分明，对有功之臣从不吝啬。长老团里的其他几位至尊也纷纷开口附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善意和欣赏。这个侄子太给他们长脸了。顾凌天哈哈大笑，他抬手虚压，示意众人安静。诸位放心，我顾凌天不是小气之人。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眼神中满是宠溺。月儿，你想要什么？尽管跟为父说，只要为父有的，只要我顾家有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为父也给你摘下来。这话一出，全场再次哗然。我的天，家主这是何等的宠爱啊！这简直是把少主宠上天了。只要你要，只要我有，这不就是最顶级的偏爱吗？无数年轻一辈的顾家子弟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人比人气死人啊！他们还在为了几块神元、几瓶丹药争得头破血流，人家倒好，直接就是整个家族的宝库，任君挑选。这就是嫡子和旁系的差距吗？不，这已经不是嫡子和旁系的差距了，这是人和神的差距。我听到自己老爹这番话，虽然早就已经知道会得到什么，不过戏还是得演足。我表面上还是保持着谦逊，对着顾凌天再次躬身一礼，不卑不亢地说道：父亲厚爱，儿臣感激不尽。但儿臣以为此次征伐之功，非儿臣一人之力，乃是老祖宗神威盖世，父亲运筹帷幄，三伯及诸位将士奋勇杀敌，全族上下同心协力的结果。儿臣只是恰逢其会，不敢居功。至于赏赐，儿臣如今刚刚踏入修行之路，根基未稳，不敢奢求太多，一切但凭父亲做主。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有理有据，既捧了老祖和老爹，又夸了三伯和将士，还把自己放在一个谦虚好学的位置上。高台之上，大长老顾临江听完，那双浑浊的老眼中金光一闪，抚着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好，说得好，不骄不躁，不贪功，不自傲，心性沉稳，顾全大局。家主，你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我顾家后继有人矣，能得到大长老如此高的评价，这在顾家的年轻一辈中是独一份的殊荣。顾凌天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看着自己这个完美的儿子，心里越发喜爱。你这小子倒是会说话。顾凌天笑骂一句，不过功是功，过是过，你说的没错。此次出征，所有人都功不可没。他转过身，面向全族，声音变得威严而肃穆，传我家主令，所有参与此次征伐的将士，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官升一级，赏赐翻倍，其直系亲属未来3代修炼资源由家族全额供给。轰！这个命令一出，下方的大军阵营中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那些刚刚凯旋的将士们，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官升一级，赏赐翻倍，这已经是天大的赏赐了。更重要的是，直系亲属3代修炼资源全包，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拥有一个远超旁人的起跑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谢家主，家主万岁！为顾家孝死，为少主孝死！无数将士齐刷刷的单膝跪地，声音中充满发自肺腑的狂热与忠诚。顾凌天满意地点点头，目光又落在大长老、3长老等一众高层身上。大长老、3长老以及所有参与此次计划的长老，功勋卓著，皆可入我顾家宝库，任选3件宝物，令每人赐予1缕世界本源，用以参悟大道。这个赏赐一出，就连那些见惯大场面的至尊长老们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宝库任选3件宝物，这已经是极高的荣誉了，更别说还有1缕世界本源，那可是新世界本源啊！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之处，虽然只是1缕，但其中蕴含的大道法则
对于他们这些卡在至尊境无数万年的老家伙来说，不亚于一盏指路的明灯，说不定就能从中窥探到一丝突破的契机。我等谢家主厚赐，以大长老顾临江为首，所有长老都对着顾凌天深深一拜，他们的心中对这位家主充满敬佩，赏罚分明，恩威并施，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家族领袖。安排完所有人的赏赐，广场上的气氛也达到一个顶点，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的身上，连将士和长老们都有如此丰厚的赏赐，那么作为守宫的少主，我的赏赐又该是何等的惊天动地！在所有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顾凌天深吸一口气，他缓缓伸出手，嗡，一颗人头大小、通体呈混沌色、表面流转着亿万法则神炼的晶体，凭空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正是那颗从玄天大陆抽离出来的完整的世界本源。在他出现的一瞬间，整个顾家神岛所有的灵气、所有的大道法则都仿佛被冻结一般，一股让所有人都感到神魂战栗的无上神威从那颗晶体中弥漫而出。世界本源是完整的世界本源道果，天啊，这就是一个世界的精华吗？太美了！我感觉多看一眼，我的道心都要崩溃了。所有人都被眼前这颗道果的威势给镇住了，就连那些至尊长老都呼吸急促，眼神中充满贪婪和渴望。他们知道，只要能得到这颗道果，他们就有90%的把握能够突破到天地之境。然而，在下一刻，顾凌天说出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都如遭雷击。他拖着那颗足以让整个仙域都为之疯狂的世界本源道果，缓步走到我的面前，然后在数以万计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将这颗道果亲手递给我。渊儿，这就是你的赏赐。当顾凌天将那颗完整的世界本源道果亲手递到我面前时，整个广场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呆呆地看着高台上的那对父子。他们的大脑已经彻底无法思考了。那可是一颗完整的、被催熟到极致的高等玄天世界本源，是足以让一尊18境至尊巅峰强者一步登天，踏入天地之境的无上道果，是足以让任何一个不朽传承都为之疯狂，不惜发动不朽战来争夺的逆天之宝。可现在，家主顾凌天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它当成赏赐，送给自己年仅18岁、修为不过斑血境的儿子。疯了，家主一定是疯了！家主，此事还望您三思。大长老顾凌江站出来，世界本源事关重大，渊儿虽然立下不世之功，但这赏赐未免也太过了。此物应该由您来炼化，只要您能借此突破到真仙之境，那我顾家将再添一尊重器，威震仙域亿万载，这比任何赏赐都对家族更有利。大长老的话说出在场所有长老的心声，他们不是不疼爱我，相反，他们比谁都看重这个家族的希望。但一码归一码，一个世界本源，其战略意义太重大了，我毕竟还太小，如此重宝给我，浪费的成分太重了。在家族的未来和个人的赏赐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请家主三思，请家主以大局为重。一时间，高台之下的所有顾家族人也都反应过来，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云霄。他们也觉得这颗道果应该给家主。我看着眼前这副群情激愤的景象，心里也是有点懵。我也没想到自己老爹会这么直接，当着全族的面就把这玩意给我。这下好了，引起众怒了。我看了一眼自己老爹，发现顾凌天依旧是一脸的平静，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就在这时，一道苍老、威严，仿佛从万古时空彼岸传来的声音悠悠响起。都吵什么？这声音不大，却蕴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无上威严。在它响起的瞬间，整个喧闹的广场再次变得落针可闻。所有顾家的族人，无论长老还是弟子，都浑身一震，脸上露出无比敬畏的神情，齐刷刷地朝着禁地的方向跪了下去，恭迎老祖。是老祖宗，老祖宗他老人家竟然被惊动了。一道枯瘦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高台的主座之上，正是顾家老祖。他环视一圈下方跪着的众人，浑浊的眼中看不出喜怒。凌天做的没错，老祖一开口就直接给这件事定了性。这方世界是渊儿发现的，按照顾家规矩，发现者得5成半，这颗道果本就该归他所有，我顾家的规矩不能坏。可是老祖，大长老顾凌江还想说什么，老祖却摆了摆手打断他。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觉得把这颗道果给凌天，让他去冲击真仙之境，又或者多出一尊天地，对我顾家更有利，对吗？大长老等人沉默不语，但显然是默认了。鼠目寸光，老祖冷哼一声，一股淡淡的仙威散发出来，让在场的所有至尊长老都感到一阵心悸。凌天想要成仙，缺的是那万中无一的契机，一方新世界一部分的本源，足够他管中窥豹。若能成便成，若不成，剩下的本源即使全部感悟，也难以踏出那一步。而渊儿不一样，老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浑浊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他是长生仙体，是应运而生的祥瑞，他的未来不可限量。你们只看到一颗道果能造就一个伪仙，却没看到一个根基雄厚到极致的绝世天骄，未来能为我顾家带来什么？用一颗道果为我顾家未来的仙王乃至先帝铺平道路，这笔买卖你们觉得亏吗？况且老夫可还没死呢，足以庇佑至渊儿崛起。仙王、先帝、老祖的话如同一道道惊雷，在所有人的心中炸响。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被老祖话里描绘的宏伟蓝图给彻底镇住了。他们只想着眼前的利益，想着多一尊真仙能让家族的地位更加稳固，却没想到老祖的目光早已超越真仙，看到更遥远的未来。在一位未来的仙王、先帝面前，区区一颗世界本源道果又算得什么？退一万步说，给他们就一定能成吗？老祖早就把我在一境时那开天辟地、百万神息的事告诉他们。我等愚昧。大长老顾凌江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对着老祖深深一拜，脸上满是羞愧和敬佩。我等愚昧。其他长老也都纷纷拜下，心服口服。老祖的格局终究是他们这些至尊无法比拟的。顾家不缺至尊，不缺天地，缺的是乃真仙，乃至真仙之上。都起来吧！老祖挥了挥手，身上的仙威散去，他看向我，脸上露出一丝慈爱的笑容。渊儿，过来。是爷。
爷爷，我连忙走上前，这颗道果你收好。老祖指了指顾凌天手中的世界本源，它将是你冲击下一个境界最好的资粮。你如今已是斑血境，凝聚百万神息，根基万古第一。下一个境界乃是辟窍境，寻常修士，辟窍境不过是在体内开辟360处窍穴，沟通天地，夺取造化。而你不一样。老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今日我便再为你护法一次。将以这颗世界本源为引，以混沌之气为基，在你体内开辟出3000世界，让你的每一个窍穴都化作一个真实的小世界，承载万道，演化生灵，让你在辟窍境便拥有堪比造物主的伟力，让你再次打破神话，铸就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说。当老祖那句开辟3000世界说出口的瞬间，整个至尊殿广场所有长老级存在再一次陷入绝对的死寂。如果说之前将世界本源赐予我，只是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那么现在老祖这番话，则是彻底颠覆他们的认知，击碎他们的三观。辟窍境，开辟3000世界，让每一个窍穴都化作一个真实的小世界，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修行了，这是创世。老祖，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脾气最火爆的三长老顾血道，此刻也是结结巴巴，声音都在发颤。他活了几十万年，自认为见多识广，可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他的理解范畴。斑血境凝聚百万神息，化生本命神奇，这已经是万古未有的神话了。现在辟窍境又要开辟3000世界，这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仙域都会以为顾家疯了。开玩笑！老祖瞥了他一眼，冷哼一声：老夫从不开玩笑。寻常天骄辟窍境能开辟360窍穴，便可称之为顶级妖孽，那是因为他们的肉身和神魂根本无法承载更多的天地法则。但鱼儿不同，老祖的目光再次落在我的身上，充满了自豪和期许。他是长生仙体，又以混沌青莲台和真仙精血筑基，根基之雄厚，万古无一。他的肉身就是一方未开辟的混沌宇宙，潜力无穷。再加上这颗被催熟到极致的世界本源，足以支撑他完成这前无古人的壮举。一旦攻成，鱼儿在辟窍境便能拥有碾压同代所有天骄的绝对实力，不动用任何至宝与秘术，光凭自身之力便可战败大成神道领域修士。一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心神激荡。辟窍境逆伐大成神道领域修士，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2境打7境、8境，甚至是13境。如果让我动用家族至宝极道地兵、准地兵，那要做到这一步并不难。可没听老祖说吗？在不动用任何手段的前提下，这是光凭自身的底蕴啊！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这已经不能用天骄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一尊少年神灵。我顾家要出真龙了！大长老顾临江看着我，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他仿佛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我横推万古，镇压一个时代，带领顾家走向前所未有辉煌的场景。好了，闲话少说。老祖摆了摆手，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此事非同小可，需要一个绝对安静、不受任何打扰的环境。凌天、血道，你们2人为我护法，其余至尊长老封锁整个神岛，任何人不得离开，靠近禁地半步。遵命。顾凌天和顾血道齐声应道。众长老神情也都无比凝重，他们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将关系到顾家未来的气运，容不得半点差池。渊儿，随我来。老祖对着我招了招手，身形一闪，便带着我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2人已经再次回到禁地深处，那方青铜仙关所在的内宇宙之中。爷爷，我们就在这里突破吗？我看着周围熟悉的星空，有些好奇地问道。没错，老祖点点头，这里是老夫的内天地，与外界完全隔绝，便是同等真仙，也绝不可能在不惊扰老夫的前提下推翻，最是安全。他指了指那口悬浮在宇宙中心的青铜古棺，去吧，像上次一样，坐到混沌青莲台上去。是，爷爷。我轻车熟路，纵身一跃，跳入仙关之中，盘膝坐在那方散发着清香的青色莲台之上，凝神静气，抱元守一。老祖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将你丹田内的那尊本命神奇与你的神魂彻底融合，然后观想世界。我闻言，立刻闭上双眼，心神沉入丹田，只见那尊由百万神息凝聚而成的金色神奇，宝相庄严，与我一般无二。在我的意念催动之下，金色神奇缓缓睁开双眼，化作一道流光，冲出丹田，直入我的识海，与我那早已凝练无比的神魂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轰！在融合的刹那，我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仿佛瞬间暴涨100倍，我的感知无限延伸，穿透内宇宙的界壁，看到外面无尽的混沌虚空。我看到混沌气的生灭，看到法则的演化，世界的诞生与毁灭，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悟涌上心头。就是现在，老祖的声音如同一记警钟，在我心头敲响。取出世界本源，以神魂为引，将其炼化，在你体内重开天地。我没有丝毫犹豫，心念一动，那颗被我收入储物戒指的世界本源道果便凭空出现，悬浮在我的面前。我张开嘴，如同长鲸吸水一般，将那颗人头大小的道果一口吞入腹中。轰！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庞大到极致的能量瞬间在我的体内轰然炸开，那能量比我之前吸收的混沌气和仙火还要精纯，还要磅礴，仿佛一整个世界都在我的体内爆炸了。噗！饶是我的肉身已经强悍到变态的地步，在如此恐怖的能量冲击之下，也忍不住喷出一口金色的血液。我的身体瞬间布满裂纹，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崩溃。稳住心神，引导能量，冲击窍穴。老祖的声音及时响起，我强忍着那撕心裂肺的剧痛，疯狂运转神魂，引导着那股狂暴的能量洪流，朝着我体内的第一处窍穴百会穴狠狠地冲了过去。辟窍境修行的便是人体内360处大窍穴，以及潜藏在更深层次的无数微小窍穴，每一处窍穴都对应着天地间的一种法则，一道玄机。寻常修士能打开一处，便算是踏入辟窍境的门槛。而我要做的不是打开，而是创造。轰！当那股由整个世界
界本源所化的能量洪流撞在百会穴上的刹那，我的识海中仿佛响起了开天辟地般的第一声巨响。我的百会穴没有像普通修士那样被冲开一个通道，而是直接被炸开了一个点，一个无限小却又蕴含着无限可能性的起点。紧接着，起点大爆炸，地火水风疯狂涌动，氢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在其中飞速的演化诞生。短短片刻之间，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小世界竟然就在我的百会穴中被硬生生的开辟出来。虽然这个世界还很小，不过方圆百里，法则也还很稚嫩，但它是真实的，拥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法则。成了。棺材之外，老祖看到这一幕，那双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知道自己最大胆的设想成功了，真的在体内开辟出了一个世界。然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在第一个窍穴世界成功开辟之后，那股庞大的世界本源能量仿佛找到宣泄口，开始以一种更加狂暴的姿态朝着我体内的其他窍穴疯狂涌去。第二个窍穴神庭穴，轰，又一个世界诞生了。第三个窍穴印堂穴，第四个窍穴太阳穴，一个又一个的窍穴被不断的开辟成一方方独立的小世界。我的身体此刻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每一个蜂房里都在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宇宙。青铜仙棺内，我盘膝而坐，神情庄严肃穆。我的身体此刻正散发着璀璨夺目的神光，一道道玄奥无比的大道符文在我皮肤表面流转生灭。从外面看，我似乎只是在进行一次普通的闭关突破，但只有身处棺材之外，以仙道意志洞察一切的老祖才能看到，在我的体内正在发生着何等惊天动地的恐怖景象。一个又一个的小世界在我的窍穴之中不断的诞生演化，每一个世界的开辟都伴随着地火水风的肆虐，日月星辰的幻灭。这已经不是在修炼了，这简直就是在批量生产宇宙。100个、200个、300个，老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嘴里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他本以为以我的潜力和那颗世界本源的能量，最多也就在体内开辟出360个主窍穴世界，达到理论上的极限，这便已经是前无古人足以震动万古的无上成就了。可现在他发现他错了，错得离谱。我的潜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360个主窍穴世界在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已经被我全部开辟完成。可我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势头更猛。那股庞大的世界本源能量在开辟完360个主窍穴之后，依旧磅礴浩瀚，仿佛无穷无尽。它们如同决堤的洪水，开始朝着我体内那些更加细微、更加隐秘的副窍穴发起冲击。361、362、400、500、1000。当第1000个窍穴世界在我体内成功开辟的刹那，轰！整个内宇宙都为之剧烈震动，万千星辰齐齐嗡鸣，仿佛在为这个奇迹的诞生而欢呼。1000个，他竟然在体内开辟出了1000个世界。饶是以老祖那活了无数纪元，早已看淡一切的真仙心境，在这一刻也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他那枯瘦的身躯猛地从青铜古棺的边缘站起，脸上写满难以置信的震撼。怪物，这小子简直就是个怪物！老祖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他活了这么久，见过无数惊台绝艳的妖孽天骄，有天生圣人，口含天线，言出法随的，有混沌神魔转世，肉身无双，力可撼动星辰的，也有大道之子，与道合真，一面便可引动万法共鸣的。但他还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在辟窍境就在体内开辟出1000个世界的。这已经不是打破神话了，这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让后世所有天骄都为之绝望，连仰望都看不到背影的恐怖神话。不行，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老祖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凝重，世界本源的能量虽然庞大，但也并非无穷无尽。他这么毫无节制的开辟下去，万一在最后关头能量不济，导致某个世界开辟失败，那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让他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甚至可能会有道基崩溃、生死道消的危险。想到这里，老祖再也坐不住了，他必须出手，强行打断我的突破，让我稳固现有的道基。1000个窍穴世界已经足够了，这已经是万古未有的成就，没必要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然而，就在他准备出手的刹那，异变再次发生。只见盘坐在混沌青莲台上的我，忽然张开嘴，猛地一吸，嗡！整个内宇宙中那浓郁到化不开的混沌之气，仿佛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牵引力，化作一道道灰蒙蒙的洪流，疯狂地涌入我的口中，被我吞入腹中。卧槽！老祖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在干什么？我在吞噬混沌之气，那可是混沌之气啊，是开天辟地之前最原始、最暴虐的能量。就算是真仙，也不敢这么直接吞噬，一个不慎就会被其中那狂暴的混沌法则称爆仙躯，磨灭仙魂。可我这个小怪物竟然把它当饭吃，疯了！这小子一定是疯了！老祖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他刚准备不顾一切的出手阻止，却看到在吞噬了海量的混沌之气后，我体内那原本已经开始有些后继乏力的世界本源能量，竟然再次变得充盈磅礴起来，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加精纯、更加浩瀚。而我开辟窍穴世界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反而变得更快了。1100个、1200个、1500个、2000个。老祖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他感觉自己这个活了无数纪元的真仙，在我这个孙子面前，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自己的认知正在被一次又一次的无情的碾碎。算了，不管了。老祖长长的叹了口气，重新坐回青铜古棺的边缘，一脸的生无可恋。这小子就是个变态，不能用常理来揣度他，爱开多少开多少吧，只要别把自己玩死就行。他已经彻底放弃治疗了。而仙棺之内，我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此刻正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的创世快感之中。随着一个个窍穴世界的开辟，我对天地大道的理解也在以一种几何倍数的速度疯狂增长。我感觉自己仿佛真的化身为一尊创世神，一念之间便可让世界诞生，一念之间也可让宇宙毁灭。这种执掌一切、掌控一切的感觉让我无比的沉醉。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意义，不知道过了多久，1天、1个月还是1年。
当我体内最后一个也是第3000个窍穴世界成功开辟的刹那，轰隆隆，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恐怖1000万倍的震动从我的体内轰然爆发。3000个窍穴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齐齐嗡鸣，遥相呼应。3000道截然不同却又同出一源的大道法则从3000个世界中冲出，在我的体内交织融合，最终化作一尊头戴平天冠、身穿万道龙袍、面容与我一般无二的无上帝皇虚影。那帝皇虚影盘坐在我的丹田神旗之上，双眸开合之间有3000世界生灭的景象在其中轮转。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却仿佛是诸天万劫、过去、现在、未来唯一的至尊主宰。这是3000大道化地身。棺材之外已经彻底麻木的老祖，在看到那尊帝皇虚影的瞬间，再次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他那双浑浊的老眼中只剩下无尽的骇然。